逃荒吧。若是把我们大房留在村子里，我们还怎么活呀？给我放手！你们几个拖油瓶，跟我们去逃荒，还不害死我们？娘亲本来就生着病，弟弟妹妹还都这么小，我们怎么活得下去呀？我呸！什么东西都拿不了不说，还得照顾你们。你跟着我们，二房和我们才是真活不下去了。滚开！别在这碍事儿。要真活不下去，就一头撞死算了。一棉，你没事吧？一棉，王凤琴，你就跟你这3个孩子一起留在杏花村吧，就是跟去逃荒也活不了多久，就在村里等死好了。银子藏哪儿呢？快交出来！左右你们也花不出去，不如给我。我才不给你！你这个老妖婆，你还我姐姐！嘿，你个小兔崽子，你找死是吧？看我不打死你！江一棉被耳边嘈杂的声音吵得皱了皱眉，刚睁开眼睛就被那要落下的板凳给吓了一跳，起身就朝吴婆子扑了过去。哎呦啊！我的腰啊！江一棉这会儿才没空去理会对方的震惊呢，他只是打量着眼前的屋子和一旁的几个人，一时只觉得头痛欲裂。是了，他穿越了，还穿成了一个爹爹失踪、大哥被抓了壮丁、爷不疼奶不爱的小可怜儿。眼下就是逃命的紧要关头了，爷奶和二房的人却想丢下他们自己去逃荒，让他们大房的留在村里自生自灭。看着身边小的小，病的病，一时只觉得有些无奈。大房的这几个人就是跟着去逃荒，估计也会死在那半路上。先不提那些叛军会不会对老百姓动手，就是那四处逃荒的人也会挑软柿子下手，没有一个男丁能在漫漫逃荒路上活下来，基本是不可能的，就更别提路上能不能吃饱，会不会被饿死了。逃荒路上可不会有什么人情味儿，他们大房的若是在其中成了拖累，也一定会被村长给丢下来。喂，老婆子，你还没找到大房的银子藏在哪儿吗？赶紧走了，村长已经带着不少人走了，我们赶紧跟上，可不能掉了队呀！老头子，救命啊！江一棉，你这个死丫头干什么呢？我们是去逃命，又不是去赶集，带上你们大房这4个拖油瓶还怎么活下去呀？哎，你们就在村里躲着就算了，指不定躲过这场灾乱就活下来了。赶紧放了你奶，别耽误我们时间。江一棉却只当没听见，他扫了眼院子里停放的板车，那小小的板车上堆放着各种东西，大包小包塞得满满当当，这是打算什么都不给他们大房留了？哼，这算盘打得真是好啊！给我们留下一半的粮食，不然我现在就宰了他。一姐，你干什么？还不赶快放了你奶！那粮食是我们逃荒路上吃的，哪能给你？赶紧！我的脖子！哎呦，老头子，快给！这死丫头是真要我老婆子的命啊！大房子，你还不赶快管教管教你的女儿？如今她都敢对她亲奶奶动手了，以后岂不是还要翻了天？你们都想让我们在这儿等死了，我女儿就是翻了天又如何？她在江家任劳任怨这么久，每天干的活都是最多的，可分的吃食是最少的不说，如今连逃命公婆都不愿意带上他们，她的心早就死了。看来大房是来真的了。去，把粮食卸下来一半，快去！江一棉让小野去查看一番，确定是粮食，才说：你们现在先出去，把那个板车也给带走，我一会儿把人给你们丢出去。见沈老头也出了院子，一到院门口，江一棉就迅速把人丢了出去，反手又关上了院门。随后他整个人都失去了力气，跌坐在地上喘着粗气。姐姐，你没事吧？江一棉摇摇头，只觉得这副身子弱得可怜，老天爷真是待他不薄啊！穿越到逃荒前不说，却连个好身板都不给他。王凤琴因为刚才那一遭哭喊，整个人都虚弱得厉害。江一棉连忙上前把人扶了起来，
趁机给对方把了把脉。娘，我们没事，倒是你身体本就没好，我扶你去床上歇着吧。确定只是身体太过虚弱和劳累，没什么大问题之后，才松了口气。都是娘不好，娘没用，让你们跟着娘在这儿等死。娘对不起你们，更对不起江郎，也对不起你们大哥。他若是争点气，没有生病，说不定就能和二房一起离开了。娘，没事的，谁说我们在这里是等死？逃荒的路上说不定更危险，我们就在村里躲着，指不定就躲过去了。村里肯定不知我们没离开。他就不信了，朕还能死在村里不成？对的，三哥说的对。娘亲不要哭，我们不会死的。王凤琴知道孩子这是在安慰他。小暖和小野说的对，我们不在这儿等死，等娘身体好一些，我带着你们离开就是。他就是拼了命也要把3个孩子给护好了。见亲娘不再哭了，2个小家伙都笑了起来。又说了会儿话，王凤琴就累得昏睡了过去。江一绵则是思考起了今后的打算。若是外面的战乱不严重，只是些小打小闹，或者是朝廷已经控制住了叛军，那他们躲在村子里确实会更安全。但若是战乱严重，那迟早会扩大战场，他们留在这儿就是等死。看来他得去打听打听消息才是，可不能坐以待毙。他连忙起身把院子里的粮食搬进屋里，又嘱咐小野把门关紧，不要随便给人开门。之后就一个人出了江家。这会儿村子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径直朝镇上走去。商铺酒楼全都紧闭着，估计已经人去楼空了。就是偶尔遇见零星几个人，也都是脚步匆匆，明显是也打算离开。眼前这情况也不用问了，朝廷必然是没有控制住那些叛军，那他们若是待在村里，确实是死路一条啊。为今之计，应该是多囤点粮食躲进山里才对，说不定还能有条活路。若是他的空间还在就好了，他以前可是在空间里囤了不少东西，就是等着万一有一天末世来临，他也好有个准备。谁曾想末世没等到，他倒是先穿越了。正想着，他只觉得眉心一痛，眼前一阵白光闪过，他整个人就出现在了自个儿的空间里。就见空间里摆得整整齐齐的米面粮油，以及各种冷冻的肉类和矿泉水。这下好了，没白穿越。简单清点了一下空间里的东西，江一绵都有些后悔。空间里的东西看起来不少，可他们是4个人，需要的粮食必然不少啊。这些东西就是省吃俭用，也最多够他们吃半年的。若是战争一直不结束，那他们就是不被叛军一刀砍死，也要先饿死了。如此想着，他就把主意打在了镇上那些铺子和大户人家的院里。既然是逃荒，那些人为了保命，自然带不了太多东西，他去捡漏就行了呀。在镇上搜刮一圈，到时候山里若是能开垦荒地，那自给自足，他们就是在山里待上几年也无所谓啊。嘿，就这么办。江一绵先是去了镇上最大的米铺，几经搜寻，终于在地窖里找到了藏着的数百斤白米和白面，还有一些杂米。这明显就是店铺掌柜的特意藏起来的。可惜遇上了江一绵，他大手一挥，直接连带着米仓都收进了空间。又在米铺四处找寻了一番，确定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了，才去了下一间铺子。一连去了几个铺子的江一绵都扑了空，铺子里空空如也。这些人明显是早就收到消息，各种贵重物品全都转移得干干净净的。几处宅院也是如此，全都收拾了个干净。江一绵只在厨房找到些没被带走的米和菜，就一并收进了空间。好在杂货铺里还有不少没被带走的东西，各种调味品和锅碗瓢盆以及各种种子全都被江一绵给收走了。他之后又去了一家成衣铺，只找到一些颜色一般的布匹和样式老套的成衣，以及一些没用的棉花和麻线。这些东西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稻草，也全都一股脑的收走了。最后他又去了间药铺，
里面的药材倒是大多数还在。江一棉只把东西收了个干净，镇子上能搜刮的地方，江一棉差不多都去了，收获说不上丰厚，但也还不错了，至少常用的物品和吃食短时间内都不会缺了，这下可以安心在山上躲着了。等他回家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可算是回来了，一棉，你以后不要一个人瞎跑，外面很危险的。世道乱了，百姓自然也会变，烧杀抢掠必然会随处发生，只有这3个孩子了，不能再让他们出事儿。我今天去镇上看了，基本上已经空了，那些叛军来势汹汹，估计要不了多久就会打来锦城府，这村里待不得了。唉，我又何尝不知村里待不得了，可现在我们能去哪儿啊？村里逃荒的大部队已经离开了，若只剩我们几个人一起去逃荒，定然也是死路一条啊。他虽然没经历过逃荒，可也听村里的老人们说过，逃荒的时候就是坏人最多的时候，人为了一口吃的什么都干得出来，烧杀抢掠一子而食，他光是听着就觉得毛骨悚然。他一个女人家，还带着3个孩子，定然不可能活着去到安全的地方。小野和小暖儿一听这话，情绪瞬间就低落了下来。不去逃荒，我们进山。山里猛禽多，里面危险重重，不会比外面安全。况且我们没有那么多粮食，就是侥幸没遇上野兽，我们也会饿死的呀。杏花村里住着几百口人呢，可上山打猎的却没有几个，因为大家都深知山里危险，野兽横行，就是挖野菜都只敢在山外转悠。娘说的没错，山里确实危险，但进山总比在外面等死好啊。至于吃的，靠山吃山，娘觉得我们会饿死吗？山里的危险不计其数，可能让人活下来的东西也是数不胜数啊。你说的对，进山比在这等死强。听你的，我们明日天一亮就进山。不管是进山还是去逃荒，亦或是留在村里，都有危险，但进山至少会让他觉得是有希望的。只要能找到隐秘的地方躲起来，说不定就能躲过这一次战乱呢。江一棉松了口气，好在对方不是个固执不知变通的人，不然还真的有些麻烦呢。杏花村的后面山连着山，连绵一片，只要进去找到地方躲起来，不被人发现，应当是能躲过这次战乱的。他敢保证，在山里肯定要比外面安全。正想着，屋外就响起了一道急促的敲门声。凤琴姐，一棉，小姐，你们还在吗？打开院门，就见一个面色枯黄的小妇人站在门口。江一棉有些意外，他还以为村子里的人都走了，可没想到竟然还有人。对方的小腹微微隆起，明显是有好几个月的身孕了。刘小云看见江一棉有些惊讶，随即又叹了口气说：唉，你们竟真没走，那江老头和吴婆子真不是个东西，居然真把你们给丢下了。原本听狗剩说在村里看见了江一棉，他还不信，那老江家的竟没一个好东西，居然真的忍心把几个孩子留下来等死。同为女人，她知道带孩子的难，更别提王凤琴还生着病，到时候若真是撒手人寰了，那几个孩子怕是就遭殃了。他们一个村的自然是要相互照应些的。江一棉认出对方是村口宋家的人。你们没离开，是打算一直在村里吗？你也知道我家的情况，我男人前些日子不小心从山上摔了下来，现在还瘫在床上，我又怀孕了，狗剩也还是个孩子，就我们这几个人要真去逃荒，说不定半路上就出事儿了。哎，算了，不说这些。我今日发现村里还有好几户人家都没有离开，我们商量了一下，打算进山。你们跟我们一起进山吧，好有个照应。凤琴姐如今生了病，估计也不好照顾你们几个孩子。知道对方是好意，特意来叫他们，是想互相照应，正好有个伴儿。但江一棉却不打算和村里人一块儿。先不说他有空间这个秘密，人多眼杂不方便拿东西，就说这人一多就容易发生争执，这么个乱世，发生矛盾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多谢婶子好意，我们不打算跟你们一起了，
你们如果上山的话，不必等我们。啊，好，那你们照顾好自己，这村儿躲不得了。你们不跟我们一起，也要赶紧上山，找个地方躲一躲才是。见人离开，才关上院门进了屋子。第二天，一连走了大半个时辰，山顶还是遥遥的看不见，可几个人就已经累得不得不在一旁休息了。2个小的拿着自己的小包袱，倒是没什么重量，但也都累得满头大汗，脸颊通红的。王凤琴就更不用说了，整个人脸色苍白的厉害。娘，我背你吧，一会儿太阳出来了会更难受的。他们若不快点上山，一到了午时，力气就会消失得更快。炎热事小，就怕中了暑啊。把背篓背在身前，就半蹲下身准备背王凤琴。姐姐，背篓我来背吧，你放心，我肯定背得动。我若是背不动了，再让你背。开玩笑，这背篓要是交出去，他怎么解释啊？左右背篓也不重，背个人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见姐姐坚持，也只好作罢，心里却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快快长大，好保护家里的人。一路上走走停停，花了3个多时辰，江一绵一行人才终于顶着烈日上了山。唉，还是高看了这副身体呀，要不是在路上歇了几次，再加上他意志坚定，怕不是都得直接瘫软在半山腰爬不起来了。等在山上安顿好了，也是该好好强身健体了，不然到时候遇见危险，他跑都跑不动。休息了好一会儿，又喝了不少的水，江一绵这才觉得找回了自个儿的双腿。都饿了吧？先吃点菜饼垫垫肚子，等日头小一点啊，我们找到落脚的地儿，娘再给你们做好吃的啊。江一绵这会儿却有些吃不下了，才嚼着菜饼子，想着落脚的事儿。这里山连着山，一个山头过去是一个更大的山头，不管怎么住都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最好的就是能找到隐蔽的山洞，但却有些困难。那些山洞不是住着什么猛兽，就是藏在各种森林之中，光是路上可能遇见的危险就是数不胜数。找山洞这事儿急不来，至少眼下不可能一下找到，还是得从长计议。正想着，就听见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伴随着粗喘的呼吸。没想到刘家这几个人也没跟着村长离开。江一绵看了眼刘家的4口人，照理说一对年轻的夫妻带着个孩子还有老头跟着去逃荒也是可以的，至少不会有太大的拖累啊。应当是舍不下住了几十年的村子和那些整日忙活的地吧。简单打过招呼，就在不远处的树荫下席地而坐，显然也是累得够呛。刘家几口人歇了会儿，就开始忙碌起来。几个人从林子里找来一些枯树，又把带来的油布拿了出来，明显是打算就在这儿搭窝棚了。江一绵看了眼周围茂密的树林，又朝山下看了看，瞬间了然，这里视野开阔，能刚好看见村里的地，但因为还在外围，倒也不用担心会有什么大型的野兽，所以在这里落脚倒也算是个好地方。王凤琴显然也动了心思，一绵，要不我们也在这儿落脚吧，省得再继续找地方。若是走得深了，难保不会遇上什么野兽，到时候更麻烦了。这里不安全，山下若来人会被发现的。这视野开阔是可以看见村里的地，但村里的人也能注意到这儿啊，尤其还搭着窝棚，到时候还要生火做饭，这炊烟一起，山下定然会知道山上住着人。若是来了些流民倒还好说，最多抢些粮食，可要是遇上什么穷凶极恶的流寇和叛军，那指不定就会杀人灭口了。大家都是些只知道在地里刨食的泥腿子，哪见识过什么亡命之徒啊，指不定还会说他危言耸听呢。我去告诉他们一声。王凤琴走过去对着刘家人说了几句，却见对方摆了摆手，明显是打算在这儿住下了。危险没来临前，没有人会知道到底有多可怕。几个人又歇了会儿，才背上东西朝林子深处走去。
又走了2刻钟才穿过那片小树林，见不远处又是郁郁葱葱的树林，江一绵才作罢。先在这儿住吧。短时间内估计是找不到什么山洞了，再走下去指不定就是更深的密林了，到时候估计会遇上什么危险。暂时就在这儿搭个窝棚住下吧，剩下的就只能再做打算了。这里好，后面那片林子遮着，右边又是断崖，我们小心些，村里就是来人也看不见这儿。江一绵从背篓里拿出柴刀，就开始清理周围长着的灌木丛。小野和王凤琴则是用镰刀割着周围的杂草和根茎。小暖儿见几个人都忙碌着，伸着小手拔拽着地上的草，奈何他的力气太小了，他一用力却只拽断了地上的嫩芽，还摔了个屁股墩儿。草坏，害小暖儿摔跤。小暖成了大花脸喽！小暖儿别吃，那个草有毒。小暖儿听话，不吃。姐姐，我会不会被毒死呀？他就是想尝尝那白色的汁液是不是甜的。没事，毒性不大，小暖儿只舔了一口，不会出事的。几个人一听说没事儿，这才松了口气。几个人又忙碌了1个时辰，终于清理出一块空地来。等到搭好窝棚的时候，林子里也在此时传来了几个人的脚步声。远远的就瞧见刘小云背着大包小包的，身边还跟着个10来岁的少年，少年背上还背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小云怎么这个时候才上山？其他人呢？昨日听说刘小云要跟着村里人一起，他还以为对方会早早上山找地方落脚呢，没曾想竟快天黑了才上来。呸！什么村里人？早上磨磨唧唧不上山就算了，刚才一上山见刘家附近有空地，就赶紧抢占好地方搭上窝棚了。原本我们也打算在那里搭窝棚，却被王二狗夫妻抢占了。要不是这天色快暗了，我定要和他们好好理论一番。最可气的还是一起上山的那几家，竟没一个人帮他们说话的，纷纷劝他们重新找地儿，明明是他们先占的地方。狗剩见娘亲生气了，只好敛下脸上的不满，拿出柴刀砍着周围的灌木，一下比一下更用力，像是在出气一般。刘小云一家的窝棚也搭了起来，挨着林子，和江家的倒是隔了好长一段距离。因为没有床板，地上又凉，他特意去找了些干草和枯叶，打算铺在地上，再铺被子将就一晚，等天亮再去找竹子做床板。晚上吃的是稀粥和野菜饼，几个人都吃得很满足，毕竟累了一天，倒是没什么可挑剔的。小暖儿和小野因为白日走了太多的路，吃过饭就窝在被子里睡觉了。王凤琴则是因为身体虚弱，早早昏睡了过去。江一绵熄灭窝棚外的火，又在2家窝棚附近撒了些驱虫粉，正要离开，就听见旁边窝棚里传来轻声的哭泣。他脚步顿了顿，看了那窝棚一眼，才去睡觉。说是睡觉，他也睡得不怎么踏实，神经时刻都紧绷着，注意着外面的风吹草动，生怕出什么事儿。直到天亮，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等江一绵再次醒过来的时候，都已经日上3竿了。山里头昼夜温差大，白日里艳阳高照能晒死人，晚上小风一吹，冷得让人直打哆嗦。一绵，这粥还热着呢，你快吃。江一绵应了声，喝了碗加了萝卜干和野菜的咸粥，就一个人带着背篓去找竹林了。袁深以前跟着沈大壮一起上过山，记忆中在山上见过一片竹林，找了一圈，愣是没看见竹林，不过倒是让他发现了一地的荠菜，用来包荠菜馅的饺子最是鲜美了。他以前空闲的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山上了，遍地的野菜和各种药材看得他眼花缭乱的。他也在山上遇见了一个有趣的老太太，跟着那老太太学了不少东西，惊叹一声，他就懒得再想那些前尘往事，只顾埋头挖荠菜了。江一绵就挖了小半背篓的新鲜荠菜。就在他要放弃的时候，
终于在不远处的山坡上看见了那片熟悉的竹林。还没来得及为找到竹林而高兴，他就先一步看见了竹林里那些从地里冒出头的竹笋。他倒是忘了，这个时节正是吃竹笋的好时候啊！若是吃不完，晾晒成笋干，那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儿。一想到那滋味儿，江一棉就忍不住流口水。今天他一定得吃点新鲜的。直到背篓里已经装不下了，江一棉才没再掰竹笋，开始砍竹子。因为力道不够，几根竹子砍完，他已经累得瘫软在地。唉，不行，若是一直吃野菜喝稀粥的，他别说恢复成以前那样了，就是多跑几步都得大喘气。还有吃肉，还有补身体。想着，他从空间里拿出一大块五花肉塞进了背篓里，又拿出了一些在镇上搜刮来的猪油也塞了进去。等到没那么累了，他才背起背篓，拖着竹子往回走。渴了吧？喝点水。小野在前面找到处水洼，里面都是泉水，凉悠悠的。水呢？还是滚过之后再喝，不然容易闹肚子。王凤琴笑着点头。小野他们去哪儿了？在那林子里拾柴。见刘小云正在窝棚里照顾她男人，这才拉着王凤琴进了自家窝棚。怎么掰这么多笋啊？这东西涩口的紧，入不了口的，快丢了。村里以前不少人都掰过笋，吃过之后都说难吃的入不了口，那味道真是难以下咽，口味古怪不说，还带着些涩麻感。娘，你放心，笋子只要煮水之后啊，就不会涩了。行吧，那我一会儿试试。左右他们粮食也不多，发现一种能吃的野菜那也是好的呀，至少就不会那么轻易饿死了。一棉，这肉哪儿来的？那个，昨日我不是去镇上打听消息吗？这是那猪肉铺里没来得及带走的，我瞧着不少人在里面翻找，就也去了。没想到是这么大一块五花肉，因着怕人惦记，我就没敢声张。唉，这世道真是乱了。娘，小野和小暖儿都还在长身体呢，你也这么瘦，是该吃些肉，好好的补一补的。好，会给你做的，小馋猫。连忙把猪油和五花肉接过去藏好，江一棉则是去林子里找小野和小暖儿了。你干嘛？这柴是我找的。快步走了过去。这个人是杏花村里有名的懒汉王二狗，也是昨日抢狗剩他们落脚地的人。什么你的？这柴火明明是我拾的，一边去！姐姐，那是我捡的柴火，才不是他的。你们家大人呢？哦，我忘了，江老头已经把你们丢下了。王凤琴那病秧子，估计也没工夫管教你们，才让你们光天化日在这说谎是吧？正好，爷爷我今天来管教管教你们。捡起地上的树枝就朝那伸出的手抽了过去。呀，我可是你长辈，都敢打人了，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们一番。说着就要撸起袖子打人了。刘小云这会儿刚进来捡柴火。王二狗，你想干啥？你还想对几个孩子动手吗？你要不要脸？瞪了刘小云一眼，就要拎着柴火离开。把柴放下，这是我弟弟捡的。就听见刘老头冷喝一声：哼，王二狗，你以前在村里偷鸡摸狗懒惰成性就算了，一点柴火都不愿意捡，还不如一个小孩，真替你老王家丢脸。这几日大家都因为叛军一事忧心忡忡，时刻担心村子会不会被毁，自己会不会丢命，会不会饿死，总归就是操心要怎么活下去。可王二狗倒好，还跟在村子里一样懒，不想着怎么活命，反倒还和几个小孩争论起来了。都是一个村的，到时候王二狗家没米少盐的，少不得要让他们救济。这乱世，大家的米可都是有限的，哪能日日救济一个懒汉呀？这一通毫不留情的话，只让王二狗有些没脸，丢下手里的柴火就跑进了林子，可心里却暗暗的把几个人都给记恨上了。江一棉带着2个小家伙回去的时候，王凤琴已经做好了饭，难得的没有煮清汤寡水的粥，而是煮了一锅疙瘩汤。
老远都能看见汤面上漂浮着的油花，瞧着就让人食欲大增。那青石板上还放着一盘凉拌荠菜和竹笋炒肉呢。娘，这哪来的肉？好香啊！村里的孩子除去过年过节，家里都很少买肉，平日里一点荤腥都见不到。再加上一大家子的人吃，每个人能分到的肉也有限。猛地一瞧见笋里炒着的大肉片儿，小野还以为自己眼花了，使劲揉了揉眼睛，才确定真的是肉片儿。小暖儿也盯着那肉直流口水，使劲嗅着空气里的香味儿，恨不得把小脑袋都埋进菜里。告诉两个人肉到底是怎么来的，一听说是姐姐找来的，两个小家伙的眼睛都冒着星星，满眼都是崇拜。江一绵有些受不住那炽热的眼神，干笑了2声。尝一尝，笋好不好吃啊？这是笋，能吃吗？他可还记得以前贪玩去竹林掰笋，被那满口的馊味给吓到的事儿呢。谁知道会那么难吃啊？今天好不容易吃一回肉，怎么跟这东西还炒一块儿了呀？心里越想越是幽怨，盯着盘里的肉，夹也不是，不夹也不是。小暖儿却没有这么多顾虑，立马就夹起一块喂进嘴里。笋真好吃，小暖儿喜欢。见娘亲和姐姐都面色如常地吃了笋，才试探性地夹了一筷子塞进嘴里。我的天，入口就是竹笋的鲜嫩爽口，还混合着五花肉的鲜香。好吃，这笋咋这么好吃，一点也不麻不涩。小野一边说，一边又夹了一大块笋塞进嘴里。还是一绵聪明，知道要用水煮去涩味儿，不然呐，我这辈子都不知道笋还能这么好吃。一想起以前村里人丢的笋，他就有些心疼。这一顿饭几个人都吃得很满足，江一绵也难得的吃撑着了，只觉得有了肉那才叫饭菜呢。下午王秀琴带着小野和小暖儿去附近挖野菜了，江一绵没出去，在窝棚外收拾起砍回来的竹子，量好窝棚的大小，又把它们砍得长短一致，选了几节比较粗的，就把竹子劈开做了一个简易的竹板床。一绵姐，我今天挖了不少灰菜，分给你们一些。不用了，你们留着吃吧，我还挖了些荠菜，你带一点回去吧。一出来就见狗剩盯着地上的竹子发呆。一绵姐，你这竹子是在哪儿砍的？能告诉我吗？山里头晚上冷，地上就更冷了。爹爹本就摔坏了腿，只能瘫在床上，他也想给爹爹做个床板，好不用睡在地上。地里的寒气再一入体，以后怕是就更难好了。还有娘亲怀着孕，整日还不得清闲，四处忙碌着，晚上还要睡在冷冰冰的地上，身体定然会受不了。那片密林后面的斜坡上，你明日跟我一起去吧。知道对方是担心爹娘，明天他正好还想去掰些笋回来，带上对方也不碍事。谢谢一绵姐。狗剩瞧着还有些剩余的竹片，我以前跟着爷爷做过竹筏，都是差不多的手法，我帮你固定，定弄得结结实实。有了狗剩的帮助，就又帮着在竹板上固定了几根，确定几个人不会压塌竹板。可惜啊，现在没有桐油，这竹板可能会生虫，你们到时候啊要注意一些。没想到眼前这10来岁的小少年懂得倒挺多的。等到晚上，睡在晾了一下午的竹板上，小暖儿开心地在床上蹦蹦跳跳的。见竹床在小暖儿的蹦跳下依旧结实，狗剩这手艺呀，真是得了他爷爷真传了。若是他爹没出事儿，他们在镇上开间铺子，定然是村里过得最好的。下午瞧着狗剩的手法就知道是个熟手，明显就是从小耳濡目染过来的。若是家里没出事儿，定是能早早出师照看着家里的活计了。狗剩家这会儿却是一阵沉默，只能听见刘小云刻意压低的抽泣声。狗剩瞧着自己爹躺在地上死死闭着眼睛，满身绝望的样子，强忍着泪水说：娘，我给爹换条裤子，你先出去。这样的事情他已经做过很多次了，早就习惯了。
爹爹不能忍受自己变成了一个不能动弹，就是拉屎撒尿也要别人帮忙的废物，对着他们也没了往日的好脾气。娘每每被爹骂，被爹赶，也只能在一旁小声哭泣。明明爹娘以前那样恩爱，对她也很好的，她看得心疼，却什么也帮不上。眼眶里的泪水顺着脸颊滑下来，滴落在陈铁柱的胳膊上，只烫得他浑身颤抖。第二天，一到竹林，狗剩就挑了几根竹子开始砍。江一棉则是一边掰着竹笋，一边四处瞧着，却见竹林外的山坡上长着不少熟悉的树。一走近，竟然真是观音柴。观音柴又叫凉粉叶、六月冻，有清热解毒的功效。眼下虽还没入夏，但烈日高照，50的气温已经不低了，能吃上一碗带着凉意的观音豆腐，别提有多舒爽了。一棉姐，弄了半天你就去摘树叶了，这叶子又不好吃，村里不少人都拿来喂猪的。一棉姐，要不我带你去挖野菜吧？刚才只顾着砍竹子，没注意到对方在干什么，这会儿一见满背篓的竹笋，他就觉得嘴巴开始发麻了。还有那树叶，竹笋很好吃的，只要用水煮过之后就不会发涩发麻了。至于这叶子，等我做好了吃时给你送去尝尝。不，一棉姐，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话落就撒丫子跑了，这可不怪他呀，只能怪对方没这口福喽。两个人回去的时候已经过了50。娘，你可我砍了这么些竹子，等晚上我们就不用睡在地上了。江一棉一进窝棚就开始忙碌起来，顾不上吃饭，先把摘来的观音柴叶片清洗干净，又把叶子浸泡在锅里的热水中，用筷子不停搅拌，待锅中的清水变成绿色，他就找来了一块干净的纱布，揉搓出叶子的汁液，就得到了一盆染着观音柴汁液的水。一棉，你要干什么？这水瞧着黄绿黄绿的，不能喝了吧？做好吃的。姐，这水瞧着就不好喝，你快别弄了，来吃饭吧。不懂欣赏，一会儿就让他们大开眼界。他又找来一些草木灰放进碗里。一棉，这草木灰可不能吃。娘，没事的，可以吃，你不用担心。就见那碗草木灰水已经倒进了盆里，在盆里翻拌均匀。娘，先去吃饭吧，估计吃完饭就好了。这东西一会儿不是还要叫他们吃吧？那他可有些不敢吃了。吃完饭就想出去找点事儿做。娘，你们快来吃观音豆腐。王凤琴几个人听着却有些忐忑了，犹犹豫豫地走过去。此刻已经变成满盆透亮的青绿了，不像是水，除却颜色倒是真的和豆腐似的。姐，你是不是会变戏法啊？我真厉害！加入已经化好的麦芽糖水，尝尝味道怎么样？入口就是冰冰凉凉、滑不溜秋的，没有草木灰的味道，只带着清香，还混合着糖水的甜味儿。这味道可真好，冰冰凉凉的。尤其是这会儿日头正大的时候，冰凉的观音豆腐一入口，让他整个人都舒坦起来，连心头的那点灼热都减轻了不少。一听这话，小野也迫不及待地拿起勺子挖出一块进了嘴，一边吃还一边连连点头。好吃，甜甜的。一小碗观音豆腐很快就被几个人给分完了。这东西好啊，不仅好吃，还能填饱肚子。有了这东西啊，若是我们的米面吃完了，就不用挨饿了。这观音豆腐虽好，但也只能春夏秋吃。正想着，他却没说出口。他娘难得放下心里的忧虑，没必要再平白让对方担心了。再说，就是没有观音豆腐，还有其他千千万万的东西，他是不会让家里人饿死在这山上的。江家的窝棚里有观音豆腐，其他家的窝棚里却没有。王二狗看着锅里煮着的野菜糊糊，又是野菜糊糊，谁不是啊？山里也就是些野菜，不煮糊糊就那点粮食，吃饱几顿，我们就在这儿等死吧。要不是被这厮哄骗，他怎么会嫁来杏花村呢？
前些日子婆婆也去世了，地里的庄稼也没人照看，他们也已经没有多余的粮食了。本想着等过一段时间其他人的粮食长起来，他们就去偷一些，哪曾想粮食还没长起来就遇上了战乱，匆匆忙忙跑上山，粮食没多少，两人又都是懒虫，只能靠着野菜糊糊度日。哎，好媳妇儿，别生气，等过些日子山下安全了，我去把我娘藏的银钗给刨出来，到时候去换点粮食，定不会苦了你的。谁知道山下什么情况？你敢下去吗？万一遇上什么流民乱兵的，你几条小命够砍的？虽然是想吃饱，但他还没狠心到要自己男人去冒险。山下定然是已经乱了，村里这几日空空荡荡的，一点人气都没有，瞧着就瘆人。王二狗一时也没了主意。那你说怎么办？我可不想再吃这些野菜糊糊了。再这么吃下去，他觉得自己都要变成野菜糊糊了。张氏就朝着附近几家窝棚看了过去。我们家没粮，其他人总有吧，你去借点就是了，大不了等日子安稳下来再还呗。王二狗被自家媳妇一提醒，反倒是有了主意。那些人借不借的都难说，他也懒得去讨骂，总归都是借，他偷偷的借不就行了吗？如此想着，顶着太阳四处转了起来。狗剩这会儿正在窝棚前的空地上劈竹子做床，一抬头就见娘亲愁眉苦脸的从林子里走了出来。娘，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这些日子娘亲吃不好睡不好的，肚子里的妹妹定然也不好受。唉，这附近的野菜都没了，这才上山几天就这样，万一时间长了，这可怎么办？一个冬天过去，家里的存粮本就不多了，再加上当时为了治疗铁柱的腿伤，家里还卖了不少的粮食，如今余下的就更少了。若是战乱一直持续，他们在山上非得饿死不可。娘，要不过些日子我下山去瞧瞧，把家里那些种子带上来，到时候就算是种些菜也好，总不至于真的饿死在这儿。那日上山匆忙，他就只把家里的粮食和需要用的东西带上了，其他的一概都没拿。地窖里应当还有不少种子呢，若是能在山上种地，他们也就不用担心口粮的问题了。刘小云这才点了点头，不只是他们在考虑种地的事儿，江一绵也在思考。上山的这几日，他每天除去挖野菜找吃时，就是在考虑种地的事儿。空间里虽然有不少粮食，但终究是有限的。他们若想好好过冬，最好的办法就是囤粮。现夏已经快入夏了，正是种庄稼的好时节，若是再迟下去，可就要错过了。窝棚附近都是些茂密的林子和各种石子地，种地基本是不可能的。要想种地，还真是不简单呢。江一绵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只是继续在山上四处搜寻着。不知走了多久，又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江一绵发现了一条长满水芹菜的小沟，满是青绿的茎叶，在草丛里很不起眼。若不仔细看，怕是会误以为只是些平平无奇的杂草。江一绵有些开心，水芹菜喜湿，一般生长在土地湿润的沟渠田埂边，这样的地方也是最适合种植水稻的。果不其然，让他发现了一大块长满杂草的平地，不算太大，但能在满是山坡碎石的山里找到这样一大块平整的土地，可真是有些不太容易。既然决定了种地，江一绵也就没再耽搁，拿着镰刀就开始割起地上的杂草来。等到天色渐暗，茂密的杂草堪堪才割完了一半，看着还剩下一大半的杂草，江一绵非但没觉得累，反而还充满了干劲儿。记下了位置，又掐了些水芹菜的嫩尖儿，江一绵才背着背篓回了家。这会儿，窝棚外点燃了小小一簇火堆，王凤琴和两个孩子在火堆旁不停地张望着，待看见林子里终于出现的人影儿，才松了一口气。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山里危险，四处又都是树林杂草的，
要是遇上什么蛇虫的可怎么办呢？下次可要早点回来啊。眼看着天黑了人还没影儿，王凤琴担心的不行，偏偏身边还有2个孩子，她也不能丢下，就只好在窝棚外点燃了一小堆火，为对方照路。嘴上什么都没说，心里却觉得格外温暖。以前她一个人过惯了，刚穿越过来的时候还不太习惯王凤琴和2个小孩的亲密，可这些日子相处下来，她只觉得有家人在身旁的日子格外的开心。晚饭除了凉拌荠菜，王凤琴还做了盘灰灰菜炒鸡蛋。中午的观音豆腐她用油盐拌了拌，味道也可口喜人。就是喝着稀饭，几个人也吃得很饱。吃过饭，王凤琴就把2个小孩哄睡着了。我那会儿去附近拾柴火，似乎瞧见村里有炊烟升起，村里好像还有人，也不知是他看花眼了还是怎么的，就看见一缕炊烟从村里升腾起来，又很快消失了。江一棉神色一顿，眉头也紧锁起来。若那炊烟是些普通的流民倒还好说，若是些穷凶极恶的人，他们在山上可是有危险了。娘，我们这几日生火做饭要小心一点，不要被山下的人发现了。最好呢是在林间起雾的时候做，晚上也尽量不要点火堆。他们这地方虽然背着村子，但若是在晚上有火光出现，还是能被山下的人看见的。王凤琴点点头，熄灭了火堆就去睡觉了。江一棉睡眠本就浅，再加上一直留神注意着外面，因此有人刚伸手掀开窝棚时，他就一脚把人给踹了出去，顾不得捡地上掉落的袋子，连滚带爬的就跑进了林子。江一棉看了眼地上的小布袋，这才发现里面竟是些碎米，估计是那个人偷来的。一棉怎么了？你是要去起夜吗？娘陪你去。没事，娘快睡吧。说罢也重新躺在了床上。第二天，隔着一大片林子，江一棉都能听见那些人的骂声。哎，哪个王八蛋杀千刀的，大晚上来我家窝棚里偷粮食，妈的，杀得满地都是。我家粮食也少了，哪个不要脸的大晚上来偷东西？若让我逮住是谁，我非扒了他的皮。就是真不要脸，我家也少了。这其中还混合着王二狗时不时的附和，众人却都没怎么理会他，骂了几句就藏好自己的粮食，生怕再被惦记上。凤琴姐，怎么样？你家窝棚里的东西少了吗？我家少了些粮食，那贼真是不要脸，竟都偷到这儿来了。家里的粮食本就没多少，这还遭了贼，也不知道能在山上撑多久。我家窝棚里好像没有，瞧着干干净净的，不像是有人来过啊。怎么样，知道是谁偷的吗？这山上人又不多，能大晚上摸黑来偷东西的人定只有那一个，别人都是要脸的。除了王二狗，谁还能干出这种事儿？若不是粮食丢的不多，再加上估计都是一个村的，想给对方留点脸面，定然就找上门去了。婶子，这个应该是你家的米吧？是，这是我家的米。一棉，你在哪儿找到的？陈家去年的米收成不好，没收上来多少不说，好不容易脱了壳，还全都碎了。因为不好换钱，所以村里人都知道这个情况。这会儿一看见布袋里长短不一的碎米，着实把他惊喜坏了。江一棉只把昨晚的事儿如实说了。哼，这不要脸的东西，幸好一棉你机警，不然我们2家窝棚都会遭殃。多谢你了。见人走了，是不是那会儿我以为你起夜时来的？有没有受伤？哎，都怪我。娘，我没事，那人一来呀就被我踹出去了。我很厉害的，你不用担心我。倒是你这几日气色好不容易好了些，一定不能再忧虑过重，加重病情了。以后啊，我跟你一起去挖野菜吧。你一个小姑娘家的，一个人在林子里走，我不放心。娘，你和我一起去挖野菜，那小野和小暖儿怎么办？他们2个在这儿才是真的不安全呢。再说了，你身子还没好，哪里走得动啊？眼下窝棚附近能吃的东西早就没了，
他们想找些吃的，只能去更远的地方。江一绵又是好一阵安抚解释，保证自己每天天黑前定然会回来。他这才放下心来。吃过早饭，江一绵就拿着镰刀和锄头，背着背篓去了昨天找到的那块地儿。这个地方距离窝棚有些远，一来一回需要不少的时间。中午就在这将就一顿，晚上再回去。种地这事儿他还没告诉家里人，还不确定能不能成功。他不想让家里人白高兴一场，却猛地瞥见沟渠上方开着的一株株白色小花。一凑近才发现，那是几株长势正好的党参。王凤琴的身体本就虚弱，暂时也没有比党参更好的滋补之物了。眼见日头已经往下走了，才又开始挖起地来。这块地靠近沟渠，土地湿润肥沃，不管是用来种苞米还是蓄水种植水稻都可以。虽然面积不大，但若是好好打理，还是能够一家人的吃食的。到时候他再四处找找看，若是再能找到种其他农作物的地，那在山上也就不用愁粮食了。晚饭吃的是党参熬粥，因着有水芹菜炒肉和一碗咸口的观音豆腐，小野和小暖儿也是足足吃了2碗才放下筷子。只觉得在山上的日子比以前在村子里还要好，不仅每天都能吃得饱饱的，还时不时能吃上顿肉，这在以前他是想都不敢想的。姐姐，你怎么这么厉害，连药材都认识？还有那观音豆腐，我见都没见过，你却知道方法还能做出来。谁能想到几片常见的树叶就能做出好吃的观音豆腐来？王凤琴收拾碗筷的手一顿，心里也有些疑惑。一绵这些日子似乎真的有些不一样了，不仅知道了那么多吃食，胆子还大了不少。尤其是要粮的那一日，以前的一绵怎么敢威胁吴婆子呀？每一次见到对方就害怕的直躲，更别提拿着断桌腿吓唬人了。那日他只以为是一绵气急才做出来的，可现在想想，平日的一绵就是再生气也不敢那样对自己的长辈呀，更没有那样的魄力。说要分粮就分粮，一点都不带含糊的。正想着，就听江一绵随口说：“我是跟着外公学的，小时候经常看见外公采药，偷学了不少东西呢。”左右外公已经去世，死无对证了，家里人就是怀疑，也没证据证明他不是原来的江一绵。小野一听这话，当即有些后悔地嘟囔起来：“早知道我以前也跟着外公一起采药，也不至于现在什么都不知道。”王凤琴被这话给逗笑了。那会儿啊，你路都还走不稳呢，采什么药啊？小暖儿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采什么药？这下是让几个人笑得更大声了。他就是想像姐姐一样厉害嘛，像是什么都知道似的。你若是想认识药材，我教你就是了，一定能让你学会的。好，我要学，我要像姐姐一样厉害。我也要学。他要知道好多好多好吃的，不让家里人饿肚肚。好，教，我都教。王秀琴看着几个孩子，心里也愈贴了几分。一绵性子变没变，那都是他的孩子，只要几个孩子能平安健康，一切就都好了。入了夜，晴了好几日的老天爷下起了雨，啪嗒啪嗒落在窝棚上，只吵得人难以入眠。心里还有些庆幸，还好有着竹板床，不然他们今晚可就要睡在泥巴地里了。然而王二狗家的窝棚就没有那么好运了，睡得正香，就感觉身下的被子湿哒哒一片，寒气还直往骨头缝里钻，冷得瘆人。就知道睡，下雨了，赶紧滚起来，被子都湿了。这好端端的，怎么下雨了？走，别收拾了，我们去别人家窝棚睡一晚。因着下雨，这会儿几家都点燃了火把，在收拾着窝棚里的东西。
并没有注意到外面的情况。还好这雨下得不大，只有些雨水渗了进来。若是等过些日子雨水一多，暴雨来袭，这窝棚可住不得人了。王二狗夫妻刚掀开窝棚，就连忙笑着说：嘿嘿，刘叔，刘大哥，嫂子，能不能在你们这睡一晚？你们放心，等雨停了，我们就回去了。你们走开！我家可没多余的地方给你们住，出去吧，别吓到我孩子。若是在以前，他们或许会帮扶一把，可现在也不从村里把东西拿上来，这下后悔了，晚了。去！我这窝棚小，容不下你们2个人。昨日才刚丢了粮，我可不敢随意放人进来。就直接把2个人给推了出去。直气的王二狗暗骂了几声，才带着张氏去问其他的人的。可一连问了好几个，不是说窝棚小没地方，就是像刘老头一样，直接把2个人给撵了出来。这雨一下，山上就更冷了，只希望这雨快点停。你不知道江家跟陈家怎么样了？他们2家都没有壮丁，床板肯定是没带上来的。这一下雨，地上也睡不了了，这2家可怎么过呀？本想着多多帮衬这些，奈何2家窝棚离他们有些远，这几日他又一直在山上忙碌着，没来得及去瞧瞧。大勇，你穿着蓑衣去2家瞧瞧，若是他们没有床板，就把人带到我们窝棚来。咱家这床板够大，挤一挤还是够的。刘大勇点点头，就出了窝棚。江一棉这会儿正躺在竹板床上，听着外面细细密密的雨声。父亲嫂子，你们家怎么样？我爹说，若是床板不够，可以去我家窝棚里暂住。我家床板够用，多谢刘叔关心，还麻烦你冒雨跑一趟。你快回去吧，别着凉。不麻烦。刚才听小云嫂子说你们家做了床板，我还有些不信，没想到竟然是真的。嫂子以后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来找我们。说罢，人就直接离开了。他对村里人不算了解，但上次见刘老头教训王二狗，就知道对方不是个好相处的。今日对方不仅想到他们2家的难处，还让自己的儿子冒雨前来帮忙，可见还是个热心肠的小老头。好在这雨没下多久，天一亮也就停了，这点小雨倒是没产生什么影响。除了王二狗家，瞧着着实有些狼狈，众人却没理会这2个人的狼狈，依旧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让王二狗2个人心里一阵气闷。前些日子还说着互相照应，怎么这会儿就不搭理他们了呢？这些人就是在装模作样，嘴上说的好听，等真要到帮助的时候，就都躲得远远的，生怕被沾上。因为刚才的雨，林子里已经有不少蘑菇冒出头来，他看见了不少鸡枞菌，瞧着不甚起眼儿，却对人体十分的好，可以大大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呢。味道鲜美，煲汤清炒都有不一样的风味。江一棉一边告诉2个小家伙，一边采着鸡枞。嘿，姐姐快来，这好多蘑菇，颜色还好看，不像你说的那几种黑乎乎的。这种是不是也很香？看着好看的东西，吃起来也一定香，就像那观音豆腐似的，亮晶晶的，味道还好。小暖儿想吃这个，是让他嘴角抽了抽，连忙把2个人篮子里5颜6色、奇形怪状的蘑菇给丢得远远的。这么多的毒蘑菇，怕是能一锅端了他们江家吧？这些颜色越鲜亮的蘑菇，毒素越大，可不能吃啊！吃一个去见太奶，吃2个见祖宗，吃这一堆就直接原地升天啦！直到江一棉教会2个人采蘑菇之歌，2个小家伙才兴冲冲的边唱边继续采起蘑菇来。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糖板板，糖板板埋山上，亲朋都来吃饭饭。 2小只是越唱越起劲儿，倒是也没那么害怕了。正要回去，
就瞧见石缝里长出的蘑菇。这可是羊肚菌啊，有益肠胃、助消化，还有补肾壮阳的功效呢。它的香味独特，营养也很丰富，深受人们的喜爱。他又四下找了找，倒还真让他找到了不少，于是就全都摘下来丢进了背篓。瞧见背篓里满满当当的蘑菇，他才心满意足地带着2小只往回走。刚出了林子，一棉姐，那竹笋真的能吃？他昨天告诉娘，竹笋滚了水之后就能去色。今天一早，娘就炒了一大盘的竹笋，这可让他大饱口福了。我姐姐很厉害的，知道好多好多好吃的，跟着姐姐走准没错。姐姐最厉害。狗剩也连连点头。他娘都说了，在村子里生活几十年的人都没发现竹笋煮过之后就能去色，这足以证明一棉姐有多厉害。可江一棉却从中发现了一丝不对劲儿。昨晚下雨，你家粮食怎么样？有没有被淋湿？娘一发现下雨就把粮食放到了床板上，没被淋湿。就是被淋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左右也没多少。江一棉见果真如此。昨晚下了雨，林子有不少蘑菇冒出了头，我们采了不少。一会儿你也去采一些吧，让小野跟着你，别采到毒蘑菇了。一棉姐定然是教了小野认蘑菇的，那她跟着采肯定不会出错。经过了竹笋这件事之后，狗剩是一点都不会怀疑江一棉了，只觉得江一棉聪明又厉害。一棉姐，你明日要不要下山，或者要不要带什么东西？你要下山？外面的情况他们还不清楚，就这样贸然下山，指不定会出什么事儿呢。前些日子还听娘亲说，村里似乎有人。我家地窖里还有不少种子，我想着带上山来，看看能不能在山上继续种地。家里粮食不多了，就只能试试看能不能在山上种些东西了。江一棉想着，空间里种子不少，但多是些粮食和青菜之类的，其他的像瓜果、豆类、棉花一类的种子却没有。杏花村里虽然多数都是种植些粮食，但有几户人家也种植过棉花之类的经济作物，他去搜寻一番，定是能找出来的。下山虽然有些冒险，但确实也不能一直待在山上，他还是得去看看外面的情况如何。那明日我们一起下山。狗剩有些意外，连忙道了声好。江一棉让2小只跟着狗剩，嘱咐了句不要跑太远，就走了。一棉，你可不能下山，外面已经乱了，娘不同意你下山。她已经失去了丈夫和大儿子，再也承受不了失去女儿的痛了。娘，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舍不得离开你们。但山下她确实需要去看一看。娘，我就去看看，和狗剩一起，我们2个腿脚快，一定能赶在天黑之前回来的。村子这些日子都没什么炊烟和火光，想来是因为过于偏僻，没有人过来。那你们得小心点啊，要真是遇上什么危险啊，赶紧跑，不要受伤，知不知道？炊烟一事，他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眼花了，但女儿说的也有道理。已经好些日子了，村里半点火光和生活的痕迹都没有，应当是没有人的。杏花村和镇上有些距离，又在山沟沟里，那些流民就是想抢粮食，也要去富裕的村庄才是。杏花村一穷二白的，确实不值得那些人来抢。娘放心好了，我会注意的。倒是你，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我拿上来的？不过江家早就被吴婆子和江老头洗劫一空了，也不剩什么东西了。西屋的房梁上有你爹和大哥的几样东西，你既然要下山，就带上吧。那些东西都是她偷偷藏起来的，因为丈夫和大儿子相继离开家，许久都没有音信。吴婆子就说这2个人早就死了，不许家里再留他们的东西，嫌晦气。可王凤琴不愿相信，就把那几样东西给藏了起来。偶尔抬起头看看，会想着2个人回来瞧见，应当也是会开心的。可眼下丈夫已经失踪大半年了，这才收敛了眸子里的眼泪。第2天一早，江一棉和狗剩下山去了。一进村，2人就直奔狗剩家的地窖，找到不少瓜果蔬菜的种子。
有了这些种子，他们在山上就可以种地了，到时候也就不用挨饿了。两个人又在另一个村民家里翻找了一阵，除却找到了些蔬菜种子和棉花的种子，其余一无所获。他们又连续去了几家，却都是空空如也，余下的是满地的狼藉。这屋子里像是被抢劫了似的，村里人就是再着急逃荒，也不会把桌椅都给砸了呀。多数就是带走些粮食和常用的东西，其他的就是带不走，也会小心安置在一旁呀，只希望有朝一日还能回来。细心的人家还会特意把院子上锁，可眼下挨家挨户的大门都是大敞着，只留下满地狼藉，各种桌椅的残枝断壁和满地已经干了的泥土。江一绵觉得有些不大对劲儿，逃荒那一日可是大晴天呀，院子里怎么会有那样厚重的泥沙呢？这几日也就昨天半夜下过雨，一想到村里已经来过人避雨了，那些人还极有可能没有离开，他就只觉得危险重重，连忙拉过狗剩就朝自家走。我回去拿样东西，然后我们就走，村里已经来过人了，不安全。顾不得去看村里的情况，就加快了脚步。两个人刚经过了一处低矮的屋舍，里面就传来一道不满的谩骂声。好啊，居然真埋着，还是根这么好看的银钗，你个混蛋，这么久都不告诉我，你娘什么意思？藏着掖着，我竟一点儿也不知。上一次在山上听说，他还以为男人在胡扯呢，家里都穷得叮当响了，连个铜板都找不出来，又怎么会有银钗呀？可怜她嫁进王家这么久，听都没听那老太婆提起过，真是个没良心的老东西。我娘要是当初就告诉你，还能留到现在吗？这东西我以前都不知道，要不是我娘临死前告诉我，我哪会知道？当时他还觉得是假的呢，早就把这东西抛到脑后了。那死老太婆不仅瞒着他，还瞒着自个儿的儿子，真是心黑。哎，你看看那两个人是谁？我咋瞧着是江丫头？张氏连忙朝外看去，两个人的背篓里还都被塞得满满当当的。不是江丫头又是谁？他旁边那个是陈家摊子的儿子，他们竟然也下山了。我瞧着似乎在村里搜刮了不少东西。走，咱俩也去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粮食什么的。有那两个小鬼在，估计村里早就被搜刮干净了。我们这会儿去肯定会扑空，不如跟着他们，从他们那里抢点就是了。两个小鬼罢了，你还怕了不成？一想到那天晚上胸口被踹的那一脚，他就恨得牙痒痒。那死丫头力气还挺大的，一脚就给他踹出去了，到现在胸口还疼呢。江一绵和狗剩没一会儿就到了江家，狗剩在门口等着，江一绵则是直奔西屋，一个飞身起跳，一把抓住房梁上的包袱就拿了下来。打开包袱，瞧见里面都是些爹爹和大哥的衣服，他正要把包袱丢在背篓里，就被里面一个黑色质地的东西给吸引住了视线，竟是只手掌大小的小匕首，倒是平平无奇，没什么特别的。江一绵把匕首塞进袖子里藏了起来，这时候就听见外面传来一道男人的声音，他连忙朝屋外走去。王二狗夫妻拦在院门口。好啊，竟然真是你们，快把背篓里的东西交出来，不要仗着村里现在没人就四处偷窃，小心我送你们去见官。别说现在没有官能管，就是有，要抓也先抓你。上次你在几户人家那儿偷粮，我们可没说什么呢。可这两位倒好，如今更是变本加厉，不偷都改明抢了。你一个贱蹄子，胡说八道什么玩意儿？我男人偷什么东西了？你和这小鬼去别人家偷东西，我们可是瞧得真真的。快把东西交出来，不然我们可不客气了。你们想去偷东西啊，我管不着。这背篓里就是些种子，你们要去干啥呀？看又不顶饱，赶紧闪开，我们要回去了。这两个小鬼走了几个时辰的路下山，就是为了带些种子回去。不可能，肯定早就藏了粮食了。王二狗夫妻对视一眼，显然不相信那筐里只有种子，就直接朝着狗剩的筐里抓去。狗剩一时不察，王二狗也已经得手，看着手里的布袋只有些高兴，可还没打开，脖颈处就被抵上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哎，江丫头，我就是想要点粮，
你别动手啊！我给你就是了，快把刀收起来！你手滑了，我可就没命了。别动手，我不要了。两个人虽然经常在村里干些小偷小摸的事儿，但一直是欺软怕硬的，更别提被人拿着刀抵着了，什么也不敢再做了，更是忽略了眼前两个人都只是小孩了。早知如此，何必来抢我们的东西？这才知道害怕了。江一棉见狗剩拿回了东西，这才收了匕首，正要离开，走来几个男人，瞧着就不是什么善茬，个个手里拿着柴刀。江一棉暗道不好，特意打扮了一番，王二狗却已经朝着络腮胡跑了过去。这俩孩子在村里偷东西，我就是过来阻止的。话还都没说完呢，络腮胡就已经举起了柴刀，直吓得王二狗生生顿在原地，双腿已经开始打颤，生怕一个不小心扎在柴刀上丢了命。哼，不管你们是什么人，这村子如今是我赵三刀的地盘，你们要想从这儿完好无损的离开，粮食留下，以及这个女人留下。若是想在村子里停留也行，给银子就好。赵三刀的视线从江一棉的身上划过，落在了张氏身上。江一棉这会儿只庆幸打扮了一番，脸上特意涂了层泥巴，脏兮兮的。张氏被点了名，气得满心都是火气。你们这几个强盗，我可就是这杏花村的人，你们赶紧滚开才是，居然还问我们要起了银子，我呸！他是第一次经历逃荒，再加上这些日子躲在山上，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只以为这些人是路过的普通流民。杏花村？什么杏花村啊？这儿没有杏花村，只有我赵大哥的山虎寨。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赶我们走的，从天岳府一路逃过来，谁不是见着我们就吓跑了？这还是第一个敢跟我们叫板的人，我看你是找死！一个男人说着就举起柴刀要朝张氏砍去，张氏吓得双腿一软，直接就跌坐在了地上。行了，别吓着人，这些日子赶路累了，我今天不想见血，你们几个留下银子粮食，赶紧滚蛋！不行，不能走，那是我男人，我要和我男人在一起。王二狗吓得双腿更是软了几分，恨不得上前咬死张氏那个蠢货。见赵三刀果真皱着眉看向他，眸子里也露出了几分杀意。赵大哥，这确实是我的女人，但赵大哥若是看得起这女人，我就留下给你暖床了，我这就走。慢着，你们既然都是这杏花村的人，那就都留下吧。他原本是不想动这几个人的，奈何这些人不长眼，非要挑战他的底线，那就一并留下来吧，等他什么时候想杀人了再砍了泄愤。王二狗一听这话瞬间急了，还没想好怎么脱身，江一棉却见情况不对，抢先一步哑声开口：我们不是这村里的人，路过来村里想进来找找有什么东西吃，没想到只找到一些种子，几位大哥若是要，我和弟弟就把种子留下。见果真都是些种子，嫌弃地移开了视线。逃荒的路上装这么多种子干什么呀？还能吃呀？果然是两个小鬼，逃跑都不会跑。张氏听着这话却瞪大了眼睛，想要出声说些什么，又怕说错话，只好闭上了嘴。赵三刀瞬间没了兴趣。去，赶紧滚！装这些种子还当个宝，要不是我赵大哥今日心情好啊，你们就留下等死吧。就朝着旁边挥了挥手，拉着狗剩赶紧出了村子。王二狗一见两个小鬼跑了，当即有些着急。赵大哥，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也放了，我绝对不给你们惹事儿，这女人我也不要了，求你们放过我吧。王二狗，你个没心肝丧良心的东西，连自己的女人都朝外推，我呸！你算什么男人？我今天就打死你！嘿嘿，赵大哥，我这根银钗还是我娘留下来的，估计能值个几两银子，您就看在这银钗的份上放了我吧。
想当年在天乐府，这种东西都入不了他的眼。奈何起了战乱，他们山寨被乱兵打散了，那些金银珠宝也被乱兵给搜刮了去。他们为了逃命，自然也都没带着，一路逃过来，寨子里的兄弟也所剩无几了，路上就只能从这些流民身上抢吃食了。如今能抢到些碎银都是好的，这银差也算是不错的了。你既然是杏花村的，那就留下帮我做事儿吧。你媳妇儿只要安心不惹事儿，我就不动她。他们一行人刚来这村子，附近的情况还不太熟悉，若想在这儿安营扎寨，还真需要当地人带路。这地方偏僻，村后面又是连绵的山，村里躲不了还能进山去，时不时的还能从过路的流民那儿抢些东西。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个好选择。几个月逃荒下来，他们也累了，再逃下去指不定会死更多的弟兄。一想到要跟着这群人做事儿，他还想再说几句。别给脸不要脸啊！没有你们，我们就是多费一些时间罢了。若不想帮我大哥做事，那就跟其他流民一起陪葬吧。这吓得王二狗连连点头，不敢再多说一个字儿。而另一边，江一棉和狗剩出了村子，就绕了条远路朝着山上走了。着急忙慌赶了1个时辰的路，确定村子里的人一时半会儿追不上来了，两个人才在阴凉处吃着饼干歇息着。回想起在村里的经历，只让两个人脊背生寒。一棉姐，王二狗他们不会有事儿吧？江一棉也不确定两个人会不会死，只摇了摇头，心里却在想着赵三刀那伙人的来历。仔细回忆了一下那伙人说的话，只让他觉得有些棘手。那些人是从天乐府逃来的，也就是说战乱一开始，他们就已经四处流浪了。从天乐府到锦城府，这中间的路程至少需要5个月，能在路上逃荒5个月且完好无损地来到这儿，就证明这些人不是什么善茬。而且他还听到那几个人提到了山虎寨，这些人估计是些山匪，一路上靠抢杀流民来到这儿的。若他们只是暂时停留在这儿，那还好说，最多几日这些人就要离开了。可若打算守着村子安营扎寨，那可就麻烦了。不仅是过路的流民和王二狗夫妻俩，就连他们这些山上的人也会有危险的。赶紧回山，把这消息告诉大家，这伙人来者不善。王凤琴和刘小云一瞧见两个人跌跌撞撞从山下跑回来，你们2个孩子下山，倒让我们几户人都不得安心。你们娘亲都守在这儿半个时辰了。山下有一伙流民抢东西，王二狗夫妻被那些人留在下面了。这话一出，众人皆是一愣。有流民多正常啊，王二狗留下，指不定是不想在山上住了。就是他下山住也好，省得总有人惦记我们的粮食。对呀，那小两口啊，可精明了，留在山下定是有自己的考量，不会吃亏的。我们啊，就别管他们了。那小两口整日偷鸡摸狗，懒惰成性的，如今下山呢，指定是因为偷不着粮食了。见众人明显没放在心上，狗剩不免有些着急了。不是，那伙人手里拿着柴刀，逼王二狗娘子留下，还让我们留下粮食，不然就杀了我们。众人一听，这才终于慌了神。狗剩，你们快把山下发生的事情说清楚。狗剩连忙把在杏花村里发生的事儿说了个明白，尤其提到那几个拿着柴刀的男人，众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直到听说那几个人瞧见他们是小孩，也没带什么粮食，就让两人离开了，这才松了口气儿。刘太爷，我瞧着村里那些人不是什么好惹的，听说是从天乐府那边一路逃荒过来的。刘老头一听说这人是从天乐府过来的，当即脸色大变。他虽然每日都在地里忙活，但也在镇上卖粮食听说了，战乱就是从天乐府发生的。那些人能从那么远的地方逃过来，定然是有些手段在的。村里现在有多少人，你们知道吗？狗剩摇了摇头，加上那个领头，我们遇上了6个青壮汉子，村里还有没有其他人，我们也不清楚啊。一听这话，众人都沉默了，心里都开始担忧起山上的安危来。山上原本有6户人家，走了王二狗夫妇，
现在就只剩5户了。说那6个人全部上山来，他们一群老弱病残拿什么应对呀？可不就只有等死的份儿吗？哈哈，没事儿，这山路崎岖难走，若不是走惯山路的人，几个时辰耗下去，早就没了半点力气。咱还不轻轻松松把那些人拿下？况且咱这山上可有10几号人，还怕那6个男人？不怕不怕。就是孙老爹说的对，咱就别自己吓自己了。对啊，那些人能放了狗剩和一棉2个孩子，想来也不是什么歹徒，到时候咱求饶几句，定是能逃走的。江一棉却有些欲言又止，那些人性子阴晴不定，想杀人就杀人，若是碰上，哪儿那么容易逃走啊？他和狗剩今日能顺利离开，真就只能说是运气好，因为那些人的注意力都在张氏身上，所以才没工夫理他们2个小孩的。都别胡扯了，听听一棉怎么说。我推测山下那些人是山匪，咱们还是不要和那些人正面对上才是。这几日大家都注意一点，最好安排些人在周围巡逻，其他人则是赶紧搬离，去找新的落脚点。这是如今最好的法子了，只要在山里躲起来，村里的那些人就是想找到他们也是有些难度的。深山里可有不少野物猛兽，咱们就是能躲开山下人，也躲不开这些东西。别到时候山下人没打上来，咱们先被老虎野狼给吃了。对啊，而且那些人不是还没打上来吗？说不定人都不知道我们在山里，我们何必要搬走？这话说得对，那些人既然都不知道山上有人，我们多注意些，不被人发现就是了。况且这地方偏僻，他们说不定就是再住几日就离开了，我们犯不着去深山里冒险。你们俩别是被山下的人给吓坏了，害怕以后就躲在窝棚里不要出来了，省得吓破了胆。行了，也怪我刚才慌了神儿，竟被你们2个小鬼给唬住了。时候不早了，大家吃完东西就赶紧睡吧。柳太爷，我和一棉姐没骗人，山下那伙人真不是好惹的，他们万一上山，我们真的会没命。他思考了好一会儿，才对着身旁的儿子说：你一会儿跟我去把上山的路堵了，最近几日你多注意看着山下，有什么事儿及时告诉大家。江一棉躺在床上，心里却一直有些不安。村里人不想进深山，他能理解，毕竟若是遇见野猪群之类的大型动物，他们10几条人命都不够人家塞牙缝的。就是他拍着胸脯保证必然会护村里人安全，别说那些人不会信了，就是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护得了那么多人。万一再遇上些不听话的，那他就是长着3头6臂都护不过来了。经常上山的那条山路虽然堵上了，但架不住林子里各种偏僻的小路，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让山下知道山上还有人，不像是外地人找不到路就回去了。但有王二狗在，这点基本保证不了，全看那滑头的良心了。种地的事儿，看来他只能放一放了，必须先找到一个隐秘又安全的地方藏身，这才是正道。第二天一早，他先是绕过林子，去了刘家几家人的窝棚附近，看了会儿其他的人，见众人纷纷警惕着，刘大勇还时不时在附近巡逻，就知道这些人就是嘴上胆大，心里其实是一样害怕的。若是真的遇上山下的人，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他正准备离开，就瞧见山下的村里飘来不少的炊烟，只看得他心惊肉跳。杏花村足足有200多人，粗略估算也有30多户人家，属于附近的大村子了。这么多人吃饭，那就证明村里的人肯定不少，就是每户只有2个人，那至少也有20几个人在山下。看来昨日瞧见的那6个人还不是全部，说这20几个人真对山上起了什么心思，那他就是再厉害也护不住所有的人呢。说不定就连护着娘亲和小野、小暖儿都不大容易。眼下还是赶紧找地方躲起来比较重要，也没了心情再看下去，直接朝着另一个山头走去。这几日他几乎把这个山头都转遍了，却没有发现一个能藏身的山洞，看来他得去其他的地方转转了。一连几天，
江一绵都在几个山头间搜寻着，期望能找到一处隐秘的山洞供家人藏身。几天下来，江一绵愣是没发现任何山洞，倒是找到几个兔子洞，抓了大大小小5、6只野兔回去。2个小家伙开心得不得了，吃了大兔子，小兔子就先养着了。眼见着江一绵又要出去，姐姐，你又要去找兔子洞吗？我和你一起去，我可会找兔子洞了，定能抓到不少兔子拿回来吃兔肉。小野以前和村子里的孩子经常在田间地头找兔子洞，还找到过好几次呢。可惜就是那些兔肉最后全都进了爷奶的肚子里。可现在不一样了，他若是抓到了兔子，那都是家里人在吃。这几日他已经吃了好多兔肉了，什么麻辣兔头呀，红烧兔肉啊，蘑菇炖兔肉的，每一道菜都可好吃了。他一想到那滋味就馋得不行。江一绵的嘴角抽了抽，他哪是要找兔子洞呀，连续暴走了好几天，他觉得自己的双腿都要废了，还偏偏是一无所获，差点让他心态都崩了。他寻思着左右今日也打算歇歇，顺便看看山下的情况。行，我带你去找兔子洞。小野一见林子就兴奋得不行，摘摘野菜，采采蘑菇，再找找兔子洞，玩得不亦乐乎。没一会儿就把背篓给装满了，这才朝着山下看去。今日的村里还算安静，但却有着掩盖不住的人气儿。他能明显地感觉到里面的人似乎又多了一些。他猜测着应该是拦截的过路流民想要壮大队伍，于是也就收回了视线。看这个情况，那赵三刀定然是打算在这儿安营扎寨了。先是拦截过路流民的粮食，顺便吸收人才壮大势力，再去附近抢家劫舍，形成一个循环。若没有战乱，这里的情况定然能早早的被朝廷知晓，会迅速带人来剿匪。可现在朝廷自顾不暇，眼下赵三刀的注意力都在那过路的流民或者剩余村镇残留的富商身上，暂时还不会把主意打到山上来，他们倒是可以安心一阵儿了。分析出现下的处境没那么危险，他倒是轻松了不少。这会儿也有心情看看周围长着的茂密青绿了，除去那漫山遍野长着的杂草，他还发现了不少的好东西。几株藏在杂草里顽强生长的野葱和几株绿叶上红彤彤的果实让他有些欣喜。上山这么久了，他还是第一次看见茱萸呢，都是著名的中药，味道辛辣刺激，算是花椒的一种，可以作为辣椒来使用。上山的这些日子，各种调料也都用得差不多了，尤其是干辣椒，但作为一个无辣不欢的人来说，味道就着实有些清淡了。所以一看见茱萸，江一绵就有些开心。他摘了不少红彤彤的茱萸果放进背篓里，又小心翼翼挖下一株茱萸，连带着青绿的枝叶和底下的根茎都被他挖了出来，打算带回去种上。见时候不早了，就要去叫小野回去。可一回头，姐姐，我抓到兔子了，是不是很厉害？2个人就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又是几天过去了，山上山下都是相安无事，村里的人也没有上山的打算。这让胆战心惊了好几天的村民终于是松了一口气。刘大勇也没继续在窝棚附近巡逻了，而是去做自己的事儿了。江一绵则是在今天终于找到了一处山洞，那山洞距离窝棚有几座山头的距离，需要2个时辰的路程。若是带着其他人再背着东西走走停停的，那就至少需要3个时辰了。这一路上要穿过几片深不见底的密林，还要走上好几个陡峭的山坡，要不是他沿路做上记号，怕是连回家的路都找不着。瞧着眼前这被杂草深深掩埋的山洞，江一绵着实有些满意。这地方在深山里，附近又都是密林山坡，若不是他眼尖细心，压根不可能发现这个山洞，想找到这儿可不容易。
就更别提洞口处还生长着些比人还高的矮灌木和杂草了。他小心拨开那些杂草和灌木的树枝，进了山洞。这个山洞可不小，里面竟足足有3米多高。洞口的里面有一块2米长的大石头。江一棉估计着，这个山洞以前应该是些大型野兽在居住的，现下估计是野兽搬家了，所以已经很久没有过生物活动的迹象了。他又四处查看了一番，确定山洞安全，才松了口气。又从空间里拿出不少在镇上搜刮的锅碗瓢盆和一些米面，还有一些五花肉和鸡肉之类的冻货，又放了些筛糠、簸箕、背篓等等常用的物品，甚至还在背篓里塞了几匹布和几套成衣。做好了这一切，他就打算离开，却蓦地发现那大石头后面有一个被洞壁突出遮挡住的洞口。刚才一时疏忽大意，竟没发现那处隐藏的洞口。若这个洞里藏着什么危险，那他这会儿怕是已经出事儿了。一阵懊恼过后，他掏出那把带着弯钩的小匕首，又拿着手电朝着洞口处照了照，确定没有什么东西躲藏，他才走了过去。眼前这个洞口不大，仅能容1人通过。若想在这安全地住下来，他自然得把周围的环境摸清楚，就算是有什么危险，那他一个人也方便应付。这样想着，他就走了进去。山洞里倒没什么特殊的，除了有些小，就是过于长了些。走了将近半个时辰，才终于瞧见尽头。刺眼的光线从出口处洒落进来，照亮了整个小山洞。瞬间，开阔的视野让他整个人都是一阵轻松，心里头那股因为逼仄小路憋出来的郁闷，终于是在看清眼前的景色后全都消散了。脚下是一块土质松软的平地，不像窝棚附近那样的碎石地不好生长农作物，这块平地却是种庄稼的好地方。奈何眼前却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子，更是别提地上那格外茂密的野草了。若是想要种地，还需要把这些树给砍了，瞧着就是一项大工程啊。江一棉又在林子里转了转，发现这片林子是一处凹地，四周不是高高的山坡，就是断崖，基本不可能会有人来。就是在这躲到地老天荒，估计也没人会发现。他们要是在这儿住下，不仅安全，还能种地，可比原本在山头上安全太多了。他得告诉家里人，至于其他的人，若是想跟着他来，他也不会阻拦，毕竟是几条活生生的人命啊。江一棉又在林子里查看了一番，没发现什么野兽生活的痕迹，才又在2处洞口撒上了驱虫粉，掩盖好山洞的入口，就朝着窝棚赶了回去。姐姐，姐姐回来了。饿了吧？快来吃饭。怎的今日去了这么久啊？我找到了一处山洞，地方隐秘，又是在森林里面，比这里安全。我们明天就搬去那边吧。山下的注意力如今不在山上，但难保以后不会把主意打到山上来，他们还是要早早转移的好。王凤琴这才知道女儿是去干什么了。好，听一棉的，我们明日就去那处。这几日山上确实还算安全，但那日听一棉说山下的人不是善茬，王凤琴这几日心里就一直惴惴不安。想起以前老人们说过逃荒时的事儿，就担心山下那伙人冲上来烧杀抢掠。眼下有个好地方能躲藏着，虽然可能会遇上什么猛兽，但他觉得还是人更可怕些。小野和小暖儿自然也听姐姐的，一听说要离开，当即就点头同意了。一转身就进窝棚收拾自己的小包袱去了。啊，一棉，你们去那深山里可要小心点，遇上野兽就赶紧跑，不要硬拼。啊，我们就不去了。左右这里还算安全，家里还有病人，折腾不了了。陈铁柱上次上山就使得双腿疼痛加剧，若是再走上几个时辰，他怕自家男人真的会出事儿，而且他还怀着孕，实在是受不了再赶那样长时间的山路了。狗剩也还小，一个人照应不来他们2个，确实不能再折腾了。江一棉也没再劝，陈家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
若是强行赶路，再出了什么问题，他也负责不了。至于其他人，估计也不愿走那么久的山路，毕竟眼下这里才是安全的，而去山洞的路上却有许多未知的危险。第二天一早，江一绵几个人简单吃过早饭，就开始收拾东西，打算离开。刘晓云见他们真要走，眼圈红红的来帮几个人收拾东西。小云，你既然不愿意跟我们去那山洞，那过些日子还是搬去刘老头他们那儿一起住吧。这儿就你们3个人，恐怕遇上什么危险。以前有他们在，相互还能有个照应，如今他们一走，这就只有小云一家了。江一绵见窝棚里说着话，就打算去告诉其他人一声。刚走了没几步，就瞧见不远处蹲在地上郁闷拔着草的狗剩。怎么舍不得我们？其实那个地方也不远，我这一路上都做了记号，你如果想来找我们，就循着记号来找就是了。不过这个记号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啊。他那记号是防止自己迷路的，眼下倒有了其他的用处。好啊，一绵姐，到时候我如果有时间就去找你们。正要离开，就隐约听见几声谩骂，好像是从刘太爷那边传来的，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江一绵只以为是几家发生了争论，刚走到几家窝棚附近，我不过就是问你们要些粮食罢了，又不是什么难事儿。山下的情况你们应该也知道了吧？我只要一句话，你们就不能再待在山上了。你个不要脸的，还敢威胁我们了？你忘记自己也是杏花村的人了吗？给那群流民当狗腿不说，如今还问我们要粮，你疯了不成？你们就说给不给就是了，不给我现在就下山，把你们的行踪暴露出去，让那伙人上山来抢你们的东西。到时候可不是我这么平和了，是要见血的。给那些人还不如给他呢。张氏那个贱人钻了别人的被窝，左右他现在了无牵挂，拿了粮食藏起来，若发现山下那伙人不对，带着粮跑就是了呀。至于刘老头他们，他也没真打算告诉赵三刀，那家伙疑心病重，若说山上还有人，指不定就直接派人来砍了他们了。那他没来得及离开村子的谎言，也就要被戳破了呀。到时候他也少不了被一顿毒打，这么赔本的买卖他才不干呢。我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龟孙！有了孙老爹这一下，其他人也赶紧扑了上来，对着王二狗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打得他躺在地上直求饶。哎呦，我错了！哎，各位父老乡亲、叔伯婶婶，哎呦，别打了！哎，我胡说的，你们，哎呀，你们放了我吧！行了，都住手，别打了！听着这话，众人才赶紧停手。王二狗见状，连忙从地上爬起来，屁滚尿流的就朝着旁边的林子跑去。刘太爷，王二狗知道上山的路，今天他又被你们揍了一顿，定然是怀恨在心的，说不定会带着村里的人上山。你们要不然跟我离开吧，这里不安全了。这些日子相处下来，他能感觉到山上这些人的善良和淳朴，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苦衷，却也顽强的活着。他也不想眼睁睁的看着10几条人命就这样死去。他还敢来，我就打断他的狗腿！还威胁起我们来了。江丫头，你们若是害怕，就自己离开吧，我反正是不会走的。别落脚的地方没找到，先被狼吃了，到时候可没有人去救你们。他是不信王二狗还敢带着人上来的，可森林里就不一样了，那些牲畜可不会有什么人性，其他人也都是一样的想法。若王二狗真想把他们的行踪告诉山下的人，今天就不会一个人独自上山来了。有了今日的这顿毒打，那家伙怕是也不敢再上山了。唉，江丫头，这林子深，你们不清楚，里面的危险不计其数，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的。不如和我们在这儿躲一阵子，等战乱过去就好了。他小的时候亲眼见过村里的猎户被山上的大虫伤了，一条腿都没了，鲜血淋淋的，可怕极了。那会儿他就发誓绝对不进深山。江一绵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就没再多说，告诉他们这些日子最好还是继续派人巡逻，然后就直接离开了。该说的话他也都说了，到时候就是真有个什么事儿，那他也问心无愧了。然而就在他离开不久，藏在林子里的2个人
也偷偷摸摸的下山去了。江一绵才背着背篓，拎着包袱和王凤琴几个人走了。一路上穿过好几片的密林，一开始王凤琴几人还有些害怕，生怕遇上什么野兽，后来也都放轻松了，除却听见了一些鸟叫，他们竟是什么动物都没遇上。渐渐的，几个人就放松了下来。小野和小暖儿一路上蹦蹦跳跳，只感叹自己那些驱虫粉还是有效的，昨天撒过了一遍，倒还真是把那些蛇鼠虫蚁之类的都给赶走了。一行人走了快2个时辰，都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了。江一绵见路程还有一小半，只招呼几个人寻了处干爽的地面坐下来歇息，顺便吃饭。一个野菜肉饼下肚，又喝了些水，几个人都吃得饱饱的。见休息的差不多了，就背着东西又上路了。本以为会花3个时辰，没想到几人一路走走停停的，倒是只花了2个半时辰就到了山洞。这些日子，王凤琴的身体好了不少，没有那么虚弱了，不用江一绵背着，拿着包袱一路也都坚持了下来。路上，江一绵就说他在山洞里发现了不少好东西，连粮食、布匹什么的都有，好让几个人宽心，不用担心吃食的问题，以至于一进了山洞，2小只就激动起来。娘亲姐姐，这有好多肉肉。小暖儿指着背篓里的东西，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对呀，好多肉。小暖儿晚上想吃什么？姐姐给你做啊。我想吃，可想了半天，最后还是江一绵说今晚要给2个小家伙做鸡腿吃。对，就是鸡腿腿，小暖儿喜欢。万一姐姐做的鸡腿不好吃怎么办呀？姐姐做什么都好吃，小暖儿都喜欢。不管是以前那个观音豆腐，还是后来的麻辣兔头、红烧兔肉，她都很喜欢。姐姐做的可好吃了。王凤琴一边收拾着带来的东西，一边还收拾着山洞里那些落了灰的筛漏，只感叹他们运气好，不仅能找到山洞，还能有这么多的吃食。江一绵出去一趟，捡了不少柴火，还顺便把空间里的竹板床给拿了出来，搬着床就放到了山洞深处的大石头上。真是说什么来什么，我还想着呀，山洞里冷，我们要是有床板就好了，你就给拿来了。这是哪儿找的呀？刚刚去捡柴，在外面发现的，想着能做床板就带回来了。上面有不少泥土灰尘，娘还是先去擦洗一下吧。因着光线昏暗，他一时有些看不清楚，直到江一绵在山洞里点起火堆，他才盯着这床板疑惑地问：一绵，我咋瞧着这床板像是狗剩帮忙做的那个呀？刚才就觉得眼熟了，这会儿用抹布擦干净上面的灰尘，他就更觉得眼熟了。江一绵在心里暗暗道：您老果真好眼力，可不是一样吗？这就是以前那个呀。连忙转移了话题。娘，我瞧着时间还早，我去看看这附近有没有水源，打点水回来晚上用。江一鸣赶紧拉住也想去看看的小野，提着木桶就带着人出了山洞。开玩笑，若是小野也去看，定会揪着这不放，一会儿真要他解释，他可解释不清楚呀。姐姐，你说这山头上咋没有观音柴？我们以后不会吃不着那观音豆腐了吧？他可有好些日子没吃过了，早就馋得不行了，一路上就在四处看着。江一绵没在意小野的话，一心在周围找着水。上一次发现山洞里那个世外桃源太过惊喜了，只顾着注意里面有没有水，倒是忘记这外面了。去里面还要半个多时辰，他实在是懒得进去。关键是那逼仄的小道实在是让他难受。等明天休息好了，他再去告诉家里人。哎，姐，你看那山头上是不是观音柴？我咋瞧着满山头都是呢？你快看啊！对，那是观音柴。哎呀，你怎么这么厉害？对呀，我可聪明了。小家伙确实记忆力惊人，每次他告诉他一些野菜、蘑菇长什么样，小野看一眼就记住了，找回来的东西也从来都没错过，确实是个读书的好苗子。等以后姐姐赚钱了，就送你去念书，如何呀？不要，我不去念书。说着就拎着水桶跑去了小溪边。
爷爷奶奶经常说堂哥念书花光了他们的银子，他可不想花光家里的银子，他只要能和娘亲、姐姐还有小暖儿他们在一起就行了。左右现在想那些事儿还早，眼下能不能在山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打好了水，就摘了不少观音柴的叶子。这会儿外面天色已经暗了，径直去做晚饭了。江一棉趁几人不注意，特意从空间里拿了块牛肉出来，又切了些土豆块和牛肉一起炖了。王凤琴则是在江一棉的指导下，做出了一盘清亮剔透的观音豆腐来。真是太厉害了，姐姐怎么就这么厉害？姐姐就是很厉害。以前在组织里训练，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不够，太弱了。他早都已经习惯了，可来到这儿却能时时刻刻听见亲人的夸奖。原本那颗千疮百孔似乎也在一点点愈合。晚上江一棉特意蒸了米饭，鲜香的大米入口，只让他觉得十分怀念。还炖了一锅土豆牛肉，外加凉拌了一盘荠菜，还有一盘咸口的观音豆腐，这让几个人吃得格外撑。菜有些多，江一棉就没做鸡腿儿，只告诉梁小芝改日再做。好香啊，我都好几年没吃过米饭了。还有这肉好好吃，感觉不像是猪肉。自从爹爹失踪以后，每日不是清汤寡水的粥，就是各种野菜糊糊的，多吃一点就会被爷奶骂。他只觉得现在过的日子比以前还要好，每顿都能吃得饱饱的，还能吃上以前压根儿就没见过的东西。以后啊，我一定让你们每一顿都能吃上大米饭。姐姐，这是什么肉？好香啊！王凤琴也是满脸疑惑，好奇地看向了江一棉。江一棉自然不可能说这是牛肉，毕竟眼下在众人眼中，牛可是能耕地的，是家里的财产，更不可能去吃。不知道从那个背篓里找出来的。吃过晚饭，简单洗漱了一番就直接睡了。因为这个山洞隐秘，江一棉又特意堵上了洞口，更是在周围撒上了驱虫粉，几个人心里也安定了不少，不像以前那样时刻都担心有什么危险。而他自个儿这一觉也睡得极其深沉，等他醒来的时候，都已经日上三竿了。小暖儿和小野在一旁喂着兔子，王凤琴则是在裁剪着布料。昨日在洞里发现了布料，他就说过要给几人做衣裳。火堆上还煮着粥，里面加了油盐，还切了一些野菜和猪肉，格外的香。简单吃过早饭，江一棉就带着王凤琴几人穿过小道去那处桃花源了。几个人本来还不相信他的话，直到穿过那条逼仄的小路，看着眼前的景象，才惊讶的都瞪大了眼睛。他们这会儿处在一处洼地，四周不是高高的山坡就是断崖，而眼前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子，耳边除了鸟雀叽叽喳喳的声音，偶尔还能听见泉水哗啦的声响。王凤琴有些激动，再一听说这土地可以种庄稼，更是兴奋了几分。好呀，能种庄稼，我们就不用担心被饿死了。这个地方还隐秘，他们不会轻易被发现，安心躲在这儿定能活下去。小野和小暖儿也很开心，一出来就在林子里四处跑跳着追着蝴蝶。娘，这几日我就忙碌起来，把这些树砍了，不仅能腾出地方种些东西，还能盖几间屋子呢。眼下虽然有山洞，但里面寒气太重，光线也暗，一直住着对身体不好，而且他也不确定下雨时里面会不会渗水，还是搭上几间屋子住着最舒坦。好，娘身体也好了不少，能帮着你了。我们就是慢点干也没什么，不用着急。这几日他精神好了不少，能帮着干干活了。江一棉听了，嘴角弯了弯，向往着以后自给自足的悠闲日子，心里舒坦极了。一连几天过去，江一棉和王凤琴就在小洼地里砍树割草，两个人都累坏了，瞧着才清理出的一块小小的地，觉得有些无奈。不用着急，我们慢慢来就是了。山洞里除了暗了点，其他都很好，住在那儿也不碍事儿的。总不能因为搭屋子把身体给累坏了吧？他倒不是着急搭屋子，也不是累的，毕竟以前的训练比这可要累上100倍呢。他只是因为王凤琴在身边，
不好施展出自己的实力，怕吓着他而已。如今他的身体恢复了大半，他也在有意做着训练，虽然还比不上以前，但也比常人要强了许多。不过王凤琴的话倒也提醒了他，眼下搭建屋子确实不是第一要紧的事儿。上一次在沟渠旁边发现的地方他都已经清理干净了，只要再松松土，放些水进去，就能撒水稻种子了。眼下正是播种的时候，万一错过时节，他们今年可就种不成水稻了。不行，他得去找找路，看看还能不能找到那块地了。若是找不到，那他就只能抓紧时间把小洼地里的树给砍了，清理出一块地来种水稻了。娘亲说的是，这树不急着清理，我去附近挖挖野菜，看看情况。你们不用等我吃午饭了。就径直钻进小道离开了。江一棉背着背篓，带上镰刀，却没去挖野菜，只朝着原先搭建窝棚的地方走去。他记得当时那块地离窝棚那儿也挺远的，2个多时辰的路程，但具体的路线却有些忘了，还得去找找路上的记号。江一棉脚程快，不过1个多时辰就回到了窝棚附近的密林里。这片密林他记得清楚，离原先住着的窝棚还有段距离，至少需要半个时辰的路程。他记得当初就是从这林子里离开时才找到那沟渠的。正当他在林子里寻找记号，就隐隐约约听见一些喊叫声，安静地听着周围的动静，却只听见鸟雀叽叽喳喳的声音。正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就瞧见一道人影跌跌撞撞窜进了林子里，还四处在树上查看着什么。越是着急，越是找不到记号，急得他差点哭出来。好一会儿才认出来，那人是狗剩。狗剩，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江一棉看着眼前这有些狼狈的人，心头猛地一跳，明显是被人打了，连忙朝着对方跑了过去。哼，一棉姐，山下那户人打上来了，村里人都被打了，还流了好多血，我娘被他们抓住了，怎么办？一棉姐，怎么办才好啊？刚才娘把他推了出来，让他赶紧跑。情急之下，他就想到了一棉姐说的记号，于是跟着林子里的记号就一路找了过来。听明白是出事儿了，我去看看，你跟着记号去找我娘他们。不，我和你一起去。他不能丢下娘亲他们，刚才是被吓着了，想找人去帮忙。下意识里他是觉得有江一棉在，他们就都能获救，把手里的镰刀递给对方，才带着人朝着窝棚赶去。2个人一路跑着，不过2刻钟就到了狗剩家的窝棚。就见窝棚前混乱一片，爹娘，你们在哪儿？窝棚里响起了一道虚弱的声音：快去救小云，林子。江一棉这才注意到被窝棚压住的陈铁柱，嘱咐狗剩在这看着，就朝一旁的林子里去了。这会儿一处灌木丛遮掩的地上，刘小云捂着有些难受的肚子，不停地后退着，他的脸上满是惊恐。男人满脸猥琐，一边解着裤子，一边朝着刘小云走去。小娘子，别怕，哥哥马上就来疼你。你那摊子相公估计很久没满足你了吧？一会儿你可要叫大点声，让哥哥听听。脸上除却惊恐，还有十足的愤怒，伸手在地上找寻着，一摸到石头就直接朝着身上的男人砸了过去。砰的一声，男人被那石头砸懵了。贱人，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老子这就玩死你！他正要亲上去，就觉得后脑勺传来一阵剧痛，还没叫出声，就一头栽倒在了地上，把刘小云扶了起来。婶子，你没事吧？我们这没几个人，姓他们的人不少，你快去看看吧。江一棉见狗剩从林子外跑了进来，才点了点头。这时候几家的窝棚前，刘大勇正看着朝自己逼近的人，眼睛里满是猩红，视线落在地上几个不知是死是活的人身上，只把手里的柴刀握得更紧了。这些人杀了他们，他要给爹还有其他的村民报仇。那几个男人则是嗤笑了一声，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他们是一路逃来锦城府的流民，路上遇见的危险不计其数，能在那样危险的环境中活下来，又怎么会在意这么一个泥腿子呢？山下的赵大哥好心收留了他们，有吃有住的，只让他们来解决这山上的人，他们自然得完成的漂亮点儿。我杀了你们，拿命来！
刘大勇大喊一声，就朝着几个人扑了过去。其中一个瘦高个男人见刘大勇扑过来，只提起脚朝着对方踹了过去。切，真没用啊！刚才哥几个打赌，猜你能弄死几个人，谁成想你居然一个没弄死。怎么着，想报仇？下辈子吧，去下边陪你爹去。至于你媳妇儿和女儿，放心，哥几个会帮你照顾的，会好好疼他们。赵杏儿抱着女儿，看着自己男人满头的血，她刚想冲出去，身前就横亘出几把柴刀。相公，相公！那瘦高个儿看了赵杏儿一眼，抬脚就要继续朝刘大勇身上踹去，怎料刚屈起腿，一把匕首就从林子里飞了出来，深深地插进了他的小腿里，只疼得他瞬间脸色大变。哎呦喂，哪儿来的混蛋，居然敢偷袭你爷爷，不想活！话还没说完，就被江一棉一个石块给拍倒了。眼看着自家兄弟在眼前死了，几个流民全都慌了神儿。待看见动手的是一个姑娘的时候，瞬间又轻松了不少。哪儿来的野丫头，竟敢对我们动手？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大哥，还跟他个野丫头废什么话？兄弟几个这就把他抓住带回去好好调教一番。就是，刚才也就是偷袭才杀了高兄弟，我就不信咱还奈何不了一个小丫头了。江一棉懒得听他们废话，一起上吧。他要速战速决。地上的那些人流血过多，还不确定能不能活下来。几个男人当即就觉得被侮辱了，就拿着柴刀朝着江一棉扑了过去。江一棉一个灵活闪身，手中的弯刀匕首上下翻飞，几个起落，身旁的男人就瞬间倒在了地上。赵杏儿几个人瞪大了眼睛，她怀中那个似乎被吓傻的女孩眼睛却亮了亮。哇，这个姐姐好厉害呀！你俩收拾东西。赵杏儿连连点头，拉着女儿就进了自家的窝棚。你去看看地上还有没有活人，一会儿就走。山下那些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刘大勇跟着江一棉，正查看着地上那些被流民打得不知是死是活的村里人。爹！江一棉看了眼对方怀里那个脸上满是鲜血的老头，又伸手给对方把了把脉，确定没什么大碍。你爹他没事儿，就是受了惊吓晕了过去。可我爹他流了这么多血。那不是我的，是别人的。他一睁眼，见自己儿子哭得稀里哗啦的。哭啥哭？赶紧收拾东西走。江一棉则是去查看其他人了。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好几个人，身上全是鲜红的血。等几个人到狗剩家的时候，他们也已经收拾好了包袱。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吃食早就所剩无几了。再经过今天早上那么一闹，就更是没什么了。几个人死里逃生，这会儿都有些慌乱。一棉，我们去哪儿？山下那伙人，我瞧着是冲着我们的命来的。足足上来10个男人，还都那么厉害。一开始还以为对方要抢粮食，他赶紧把自家的粮食给送了出去。可谁料那些人看都不看一眼，踢翻在地就几刀砍死了其他的人。那会儿他们才意识到不好，想要反抗却已经来不及了。那些人个个身体强壮，下手也狠，不是他们这些泥腿子能对付得了的，吓得他当即就晕了过去。再一次醒过来，就是满地狼藉了。江一棉听了皱起了眉。10个？那只有9具尸体啊。一开始是10个人上山，后来一片混乱，那人有可能见情况不对就跑了。江一棉暗道不好，另一个人定是见他来了就赶紧下山报信儿去了。这确实不能再待了，赶紧走，此地不宜久留。一行人一连走了2个时辰，路程才堪堪走了一半。江一棉见几个人都累得满头大汗，却愣是没一个开口叫停的。他们本就老的老，伤的伤，定然没有多少体力，但见江一棉一个小姑娘都没叫苦叫累的，更是脚步飞快，他们也就只能咬牙跟上了。先在树荫下歇息一会儿。趁歇息的空当，江一棉又给刘大勇检查了头上的伤口，好在只是看着吓人，倒是没有多大的问题。其他人也只是受了些皮外伤，
他这才把背篓里的水囊和2个饼子递给了众人。你们先吃一点东西。他早上吃过饭，这会儿倒还不饿，其他人则是早已饿得饥肠辘辘了。一见有吃食和水，当即就接过分吃了起来。刘大丫默默吃着饼，也只是时不时地朝江一棉看去。怎么了？可是饼子不好吃。好吃的。那你怎么总是看我？姐姐，好看，大丫喜欢。听村里人说，大丫脑子有问题，已经13岁的年纪，可行为举止看上去却只有2、3岁，但他却没觉得对方傻，不过就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罢了，也挺好的。歇息了半刻钟，江一棉才又继续带着众人赶路，又走了将近2个时辰，在天刚刚擦黑时，终于是到了山洞。王凤琴在山洞里着急的不行，已经出来张望好几次了，就瞧见女儿身后跟着的人，只让她有些惊讶。待听说了窝棚那儿发生的事儿后，气得她眼圈都红了。这些流民真不是个东西，那可是活生生的几条人命啊，就这样给砍死了。她虽没有亲眼看见，但从几个人的狼狈中也猜得出1、2，定然是发生了一场恶战。都怪我，当初我要是强硬的拉上那2家和你们一起走，定没有今日的事儿。都怪他思虑不周啊，也怪他只把一棉当成了小孩子，没有相信他的话，以为山下就是些普通的流民，最多图点粮食，不会真的要了他们的命。其他人的心里也有些后悔，蹲坐在地上，没有半分死里逃生后的喜悦，只被悲伤给包裹着。毕竟是日日相处的人，就那样在他们眼前被人一刀给砍死了，他们实在是难以接受。江一棉也没多说什么，心里却难得的也有了些波澜，不敢想象，若是王凤琴他们就这样倒在他眼前，他定然是会疯的吧。晚上众人都有些吃不下东西，除了给几个孩子做了些吃食，其他人就都没吃了，让众人食不下咽，在地上打了个地铺就简单的睡觉了。一是因为有些累，2是因为实在没有心情，那样血腥的场面一直萦绕在眼前。江一棉赶了1天的路，早就累得不行了，一沾枕头就直接睡了过去，睡到半夜却猛然惊醒，耳边除了火堆燃烧的噼里啪啦声，就是几个人的呼噜声。他却只觉得山洞里的气温似乎高了些，也不知是不是错觉。他一个人出了山洞，一出去就更能感觉到似乎有些热空气朝着他扑来，只觉得有些不太对。他连忙借着山洞旁的灌木几个起身，飞上了旁边那棵高耸的野松。远远就瞧见几个山头外的上空飘出滚滚浓烟，熊熊大火正燃烧着，大有朝这边蔓延的趋势，似乎是原先搭窝棚的地方。当即心下暗道不好，飞身下树就进洞叫醒了其他的人。着火了，快醒一醒，着火了！一听这话，众人全都从睡梦中惊醒，待看见山洞完好，外面也没有火光。江丫头，哪儿着火了？他怎么没瞧见？搭窝棚的山头。一听说是搭窝棚的地方，几个人当即又松了一口气。那么远，怎么会烧到这儿来？没事儿的。话落却觉得有些不对，这可是在山里啊，漫山遍野都是树木，要是整座山头都烧了起来，火势肯定会很快就蔓延开的。那烧到他们这儿，这是迟早的事儿啊。想到这儿，啊，我去看看。其他人也赶紧跟着出了山洞。众人站在山坡上，看向远处被火光照亮的天空，只气得浑身发抖。这群强盗山匪竟然放火烧了整座山头，定是那些人发现我们不在那座山上才干的。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些人竟然能狠到如此地步，为了要他们的命就要放火烧山。
江一绵也有些意外，他知道那些山匪不会轻易放过他们，但没想到他们会烧山。也是，能一下杀了9个青壮的人，可不是什么普通人，不能为他们所用。那些人自然要赶尽杀绝，以绝后患呀。这下怎么办？那火迟早会烧过来，要不我们赶紧下山离开吧。这会儿下山还来得及，若是等到山火蔓延了过来，他们就是想走都走不了了呀。不走，我不走，大不了真死在这儿。我在这儿生活了大半辈子了，我不离开。若是想走，他一开始就跟着那些逃荒的人离开了，哪会等到现在呀？刘大勇急坏了，见自家老爹又开始犯轴了，却也是毫无办法。几个人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奈何对那山火却又毫无办法。江一绵看了一眼阴沉着的天空，若这雨下来，山火自然能扑灭。唉，江丫头，别看了，这雨下不下来的。天上乌云堆着乌云，看着多，但只要天一亮，太阳一出来，乌云就会都散了。江一绵却没有答话，又看了看暂时住着的山洞。这个山洞是一个小山丘，上面长满了杂草灌木，山丘朝外延伸着，很长，但却看不见那个小洼地。江一绵早就在这山头上查看过，压根儿就看不见那小洼地，似乎是在一个峡谷里。那么他们只要去了小洼地，应当就能躲过这场大火了。跟我走，去小洼地。什么小洼地？那是哪儿？若是在山上，怎么可能躲过这山火？快，赶紧跟上！自从亲眼看见江一绵杀了9个身强力壮的男人，他就不再把对方当成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丫头片子了。这个人可是他的救命恩人，说什么他都得信。就是躲不过山火，那他也认了。把粮食带上，其他都别带。一是那通道拥挤狭小，若是带着东西就有些难走了；二是他觉得山洞里的东西应当不会被烧毁，但又怕为数不多的粮食就这样没了。听江一绵这么说，众人只好把其他的东西放下，开始收拾粮食。他们现在已经完全相信眼前这个小姑娘了，隐隐有把她当领头人的架势。娘，你和小野、小暖儿走前面，带他们进小洼地，我断后。其他人对视了一眼，赶紧跟上。江一绵则是看了山洞里的东西一眼，刚才说的镇定，他却还是有些不放心。这会儿见人都走了，才把山洞里摆放的东西一股脑的都收进了空间里，左右也不费事儿。万一要是都没了，那他们以后可就连饭都做不成了。一行人走了快1个时辰，终于从那逼仄狭小的洞口走了出来。在就着火把看见眼前的林子时，惊讶的同时又担心了起来。这怎么还在林子里？江丫头，这能行吗？火势若是蔓延过来，这满地的树可瞬间被点燃了。到时候他们就是想跑都来不及呀。刘老头是满脸的忧愁。一绵，这地方是哪儿？你确定火不会烧过来？四周可都是高耸的树木，只要被点燃，他们会瞬间被吞噬在火海里。江一绵点了点头，这处小洼地应当处在一个峡谷中，就是两边的山脉都烧起来，估计也烧不到这儿来。那儿有一条小溪，若火势真的蔓延过来，我们到时候躲在溪水中，不会有事的。听见这话，几个人才松了一口气。唉，若山火躲过去，我们就在这小洼地里盖房种地吧。盯着头顶上的天空，只期盼能来一场大雨，浇灭这山火。若是能躲过今晚，他定要过上吃饱穿暖的日子。不说像以前村里的日子一样吧，可至少不能像这几天那样，时刻都担心自己的小命。活下去可比什么都重要啊！其他的人都没说话，江一绵倒是意外地看了刘老头一眼。
本以为这些人还要沉浸在悲伤和恐惧里度过好些日子，却没想到这么快就又重新活了过来，这可是好事儿。他原本也是这样打算的，有这些人帮忙，他们定能早早建起房子，种上地，然后过上自给自足的日子。眼见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天空中却没有半点要下雨的意思，依旧是乌云堆叠着乌云，而身后的石壁上已经传来了热气，不像原本那样冰凉了。众人吓得心慌，连忙四处看着，生怕一个不注意，火蛇就卷了过来。这可怎么办？洞壁上都有热气了，完了，火要烧过来了。其他人的脸色也不怎么样，看着明显是有些慌了。江一绵也有些意外，没想到火势如此迅猛，不过2个多时辰就已经烧了3个山头，来到山洞所在的地方了。虽然他有把握火势不会蔓延过来，但这会儿却还是有些担心。连续晴了好些个日子，空气也很干燥，一点火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更别提是有人故意纵火了。我去前面看看，你们在这儿待着，别四处乱跑。江一绵丢下这句话就朝着林子深处跑去。王凤琴一时有些担心，也坐不住了，在周围来回的转着，一边担心火势蔓延过来，一边担心着江一绵。江一绵一进林子就直奔附近高耸的断崖而去，朝着燃烧着大火的地方眺望着。这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可把他吓了一跳。原本还离着这边几个山头的火焰已经席卷了过来，没一会儿就烧毁了一片密林。那火蛇也离着他们越来越近了，推断着火势蔓延的位置，他也有些心惊肉跳。火焰已经席卷了山洞旁边的树林，这会儿估计已经烧上小山丘了，不然也不会让那石壁上都传来热度。一开始他确信火焰不会烧到小洼地，可这一会儿那个自信也瞬间都消失了不少。这火势太大了，照这样下去，就连这一片连绵的山脉都会被烧毁了。大火至少能持续半个月乃至几个月，他们能在这持续燃烧的山火里安全地度过几个月吗？正犹豫着要不要让大家趁现在赶紧下山去，可这个想法却很快又被他否定了。这会儿火势迅猛，他们可能还没下山呢，就被这快速席卷的火蛇给吞没了。他们不会真要被烧死在这儿吧？正想着，就感觉到脸上有一滴水珠落下来，紧接着又是一滴，似乎是下雨了。江一绵心中一喜，也不看那燃烧着的大火了，几个飞身落在地上，就朝着小洞口跑了过去。刘老头几个人还没发现下雨呢，依旧是愁容满面的在洞口处来回踱着步，着急的不行。一见江一绵跑了回来，心下更是一惊，莫不是那火烧过来了？众人都这样想着，就听见江一绵兴奋地说：下雨了，快进山洞！下雨了，下雨了，太好了，得救了！没事了，不用被烧死了。江一绵听着身后那阵阵欢呼雀跃，脚下的步子也轻快了一些。一进山洞，就把空间里的东西给原封不动的都拿了出来。他刚一拿出来，王凤琴就抢先一步跑了过来。一绵，太好了，我们没事儿，下大雨了。没事儿，下雨了。其他几个人也兴奋的不行，互相拉着蹦蹦跳跳起来，像是几个雀跃的小孩，偶尔还能听见几声哭腔，但最后都被笑声给掩盖了。那是劫后余生的喜悦。因着下雨，洞内冷冰冰湿漉漉的，几个人一晚上没合眼，面带笑意的听着洞外哗啦啦的雨声。雨势很猛很急，像是要奋力浇灭那场山火一般，还伴随着阵阵轰鸣的雷声。这场雨持续了3个时辰，
直到天光大亮才变成淅淅沥沥的小雨。最后雨停了，瞧着远处那已经熄灭的大火，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去给他们立些牌位吧。昨晚上一夜没睡，这会儿人们心里的恐惧和喜悦都消失了，困意席卷心头，几个人随意躺在地上就沉沉地睡了过去。再一次醒来已经是下午了，众人也都没闲着，吃过饭之后就去了小洼地伐木，打算先给江家把屋子盖起来。山洞虽然不小，但挤着3家人还堆放着东西，就有些拥挤了。刘老头和刘大勇经常在村里帮人盖房，2个人的手艺很是熟练。确定3间屋子需要的占地面积，就拿着斧头去清理那些树木了。几个女人也都没闲着，王凤琴和赵杏儿2人负责清理地上那些灌木和杂草，刘小云因为怀孕干不了重活，就负责给大家做饭，江一棉则是负责把砍倒的树木给运到一边。小姑娘一个人就利索地把那粗壮的木头给拖走了，这着实把几个人惊讶了一番。可又想着，若不是力气大，怎么能一下就杀了9个青壮男人呢？于是也就都见怪不怪了。王凤琴心疼的同时，又觉得自己女儿实在是厉害，心里半点都没怀疑，只以为是以前在江家被欺负怕了，才练出了这么大的力气，以后一定要好好的疼一棉。狗剩本想去给江一棉帮忙，却被人无情的给赶走了，他只好带着几个小孩去林子里捡那被烧死的猎物了。等到天色渐暗，狗剩才带着几个小家伙满载而归。刘老头盯着几人背篓里装着满满当当的兔子和野鸡，差点都惊掉了下巴。这是哪些被烧死的东西？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厉害？这么多肉，够我们吃好些日子了。他不过就是去碰碰运气，掏了几个兔子洞，嘿，没想到还真让他找到不少没来得及逃跑被烧死了的兔子。这还只是山洞附近的林子，若再去其他的地方看看，还能找到更多。你小子还算是有点用。我赶明儿一早就去其他地方转转，定把那些烧死的猎物通通带回来。瞧他一副干劲十足的样子，众人都笑出了声。这个晚上，因为有狗剩捡回来的猎物，众人难得吃肉吃了个饱。江一棉一边翻看着自家的种子，一边思考着能种多少水稻。就见刘小云有些难受地捂着肚子靠在石壁上，脸色苍白的厉害。山洞里这会儿只有他们俩和躺在干草上闭着眼睛的陈铁柱，伸手给对方把脉。我没事儿，估计是这几日累着了，又加上受了惊吓。其实好几日前他就时不时腹痛了，那会儿觉得不严重也没怎么管，可谁料这几日又是流民上山，又是逃跑赶路的，又遇上了山火，腹痛这才加剧了。你怎么不早说啊？对方的身体虚弱的厉害，若不是他发现的及时，肚子里的孩子迟早要保不住，而且对刘小云身体的伤害也会更大。这半个多月的相处下来，他从一棉这儿知道了不少东西。今天一瞧，一棉竟还会医术，更是惊讶了几分。以前似乎也不知道一棉会这些东西啊。一棉还会医术？跟外公学过一些。你身体虚弱，这些日子不要太过劳累，以免动了胎气。可以熬一些党参枸杞鸡汤喝。说着，就从自己的背篓里拿出一些晒干的党参以及一把野枸杞。这些东西本来是给王凤琴喝的，如今给刘小云倒也合适。2个人的身体都很虚弱，喝这些能滋补身体。一连几天，众人都在忙着建房子，有了刘老头和刘大勇帮忙，江家的3间屋子终于是盖好了。屋子的主体都是用木头盖起来的，屋顶则是用干草编成的，又用了一些木板固定，远远瞧着倒还算好看。江一棉满意地看着眼前这3间屋子，有些意外刘家人的手艺。屋子里虽然是用木头搭建的，但都很牢固，不用担心大风一吹就掀翻了屋顶。
也不用担心暴雨会冲垮屋子。总之就是哪儿都好。虽然和江一绵心里想的大宅子有不少区别，但他已经很满足了。毕竟这个小洼地没什么石块，砌不了墙，能用木头盖起来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尤其是刘大勇还特意给几间屋子留出了窗户，屋子里不仅亮堂堂的，还能打开窗户透气，甚至屋子外还搭建了一个草棚，用来当厨房正好。2个小孩子也很满意，迫不及待的就带着东西搬了进去。瞧着江家的屋子盖好了，其余几个人干活就更卖力了，只期望能尽快住进新屋子里。山洞的地实在是又硬又凉，他们是睡不下去了。于是众人紧赶慢赶，不过10天，陈家和刘家的屋子就也盖了起来。刘家人多，足足盖了4间屋子和1个草棚。陈家则是和江家一样，盖了3间屋子和1个草棚。几家住的都不远，在家门口大喊一声就都能听得见。你们不能生太多小兔，知不知道？家里都要住不下了。江一绵盯着那小小的兔圈里挤得没地儿下脚的兔子，是觉得头疼。当时见2小只喜欢兔子，就让他们养了。他倒是忘记兔子的繁殖能力有多强了，短短1个多月就生了10几只兔子，再加上原来的4只，一共就有15只了。这刚送出去了4只，圈里还是拥挤的吓人。若以后再来上几窝，都不知道得有多大的兔圈才行了。唉，也怪他当时没狠下心来，再多吃2只小的，眼下就不会有这些烦恼了。没事儿，兔子长大了就可以吃了，以后咱家呀都不会缺肉了。本以为2小只听说吃兔子会不乐意，可谁料眼睛都亮了起来。兔兔，你们要快点生小兔兔，这样我们就能天天吃肉啦。小暖儿在一旁郑重的点头，迈着小短腿噔噔噔的就去扯兔草了。江一绵看得好笑，倒也没多说什么，反倒是把谷种全都倒进了木盆里，又给它们泡上了水，等它们发芽就能去田里播种了。前些日子刘老头一听说他想种水稻，连连打包票说在这小洼地里会给他清理出一块地来种。江一绵虽然没拒绝，但还是有些舍不得以前发现的那块地。那块地靠近沟渠，到时候给田里放水也方便一些。小洼地里虽然有小溪，能种地的地方离小溪有些远，到时候放水也不太方便，还得挖沟渠，指不定会错过种稻的时节呢。唉，就是不知道那块地怎么样了，有没有被山火给烧毁。这么想着，他无奈地叹了口气，就走出了屋子，打算在小洼地里看看，土质都很好，就是不种水稻，种些其他的也很好，种一些瓜果蔬菜的当成小菜园不错。其他的地方都是些小山坡，除去杂草就是些小灌木，就是生长的树木也是稀稀疏疏的，用来种地肯定不错。清理出来不容易，想要大面积种植农作物有些麻烦。想好了一切，他就又在四处看了看，能不能找到一处又有水又能种地的好地方。倒让他发现了其他的东西。眼前是一大片荷塘，靠着崖壁生长的荷花格外茂盛，真是难得的美景。能明显看见时不时快速游过的小鱼。他有些惊喜，来这么长时间，他似乎还没吃过鱼呢。他屏住了呼吸，小心翼翼地朝塘里伸出手，用力一抓，却落了个空。偏偏那些鱼儿像是在嘲笑他似的，敢嘲笑他的人一般都没什么好下场，鱼嘛也是一样。他在荷塘边拽下一把杂草，捆成小捆丢进背篓里，又放上了几块石头压住，这才把背篓小心地放进了荷塘里。荷塘沿着崖壁一直朝两边延伸，右边能看见尽头，左边却不行。江一绵有些好奇这荷塘到底通往哪里，又随手捡起一根长长的树枝，
清理出旁边的分支，就跳进荷塘里的树干上，朝着左边滑了下去。足足滑了2刻钟，只觉得眼前这沟渠有些熟悉，似乎在哪里见过。莫不是……如此想着，他连忙从树干上起身，丢下手里的树枝，就沿着沟渠朝下走着。终于是下了一个缓坡，眼前的场景着实让他有些意外，看见了那块已经被他清理出杂草的地来。好在有沟渠里的水阻拦，他这边还完好无损。江一绵又仔细打量着脚下这块地，确定只有那片荷塘能进小洼地，才原路返回。回到荷塘边，一把提起背篓，而背篓里此时却是有4条活蹦乱跳的鱼儿，瞧着每条大概4、5斤的样子。江一绵有些开心。回到家，王凤琴正给几个人做衣裳呢。江一绵从草棚里拿出几个小盆，装满了水，把背篓里的鱼放了进去，又拿出一只小桶，捞出2只就去了刘家和陈家。哟，一绵来啦！来，快坐。刚才在那边的荷塘里抓了几条鱼，给婶子们带了2条。刘太爷去哪儿了？一绵留着自家吃吧，那荷塘里的鱼最是滑溜，可不好抓。他已经麻烦一绵家太多事儿了，这个鱼他真的不好意思拿了。上一次一绵给了他不少党参和枸杞，炖了汤之后感觉身上舒服了不少，整天也没那么累了。他当时都还没来得及道谢呢，这会儿哪好意思收下鱼啊。赵杏儿也是一样的想法，若不是一绵发现了这小洼地，又在流民上山时救了他们哪还有命在这说话呀？如今自家都没什么粮食了，一绵家定然也是一样的，抓到几条鱼不容易，他可不能要。江一绵知道他们不好意思要，只拿出桶里的1条鱼放进陈家厨房里，又拿出了另1条放进刘家厨房。刘太爷，你在家吗？上次我说的种地的事儿，你想得怎么样了？刘小云2个人懵在了原地，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无奈地笑了笑。这丫头真是的，心肠也太好了吧，自己的粮食估计都不够吃了，还能想着他们。江丫头，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一起种吧。他家如今能拿得出来的稻种就只有3斤，原本是准备了10几斤的，奈何家里的粮食已经要没了，若是全都拿出去种地，估计还没等到苗长出来，他们一家人就都饿死了。况且这小洼地里树木太多了，他们能清理出来种地的地方也有限，这么多种子是用不完的。江一绵点了点头，看向刘小云：婶子，你家也和我们一起种地吧。沟渠旁边的地方可不小呢，这山坡上他也打算做成梯田，用来种植水稻和苞米。山坡再加上缓地，若是寻常的种子，估计这4斤就能种植1亩了。可在这古代，稻种的质量可没那么好，至少得准备出20斤来，除却不能发芽的和坏种，余下1半能种活的都算是好的了。他空间里粮食不少，可稻种却没多少，还是在镇上搜刮来的，堪堪6斤左右，若是拿去种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他这才想到大家一块儿种，到时候一起插秧也能快一些。我家的水稻种子不多，能拿出来的估计也就7、8斤，其他的种子倒是有不少。这种子还是上次狗剩和一绵一起下山带回来的呢，原本也是打算种在村里的，可忽然上了山，山上的地又不是能种地的，就搁置了。他想着家里的粮食不多了，都打算把种子煮了填饱肚子了。我家的种子倒是有10几斤，但家里的粮食不多，我想着拿出一些去壳了当粮食，能给的也就3斤多。倒不是他舍不得那点种子，只是家里的粮食实在不多了，要不是前些日子在山里捡了不少烧死的鸡呀、兔啊的，那家里的粮食早就空了。听着这话，赵杏儿和刘小云的脸上都是一样的忧愁。地确实要种，但他们也确实没有粮了。江一绵有些懊恼，忙碌了这么久，倒是忘记这个事儿了。你们把粮种拿出来，我一定不会让你们饿死的。我家的粮食还有不少，
可以分给你们一些，而且我还认识不少吃的，我一会儿交给你们。江丫头，你们在江家的日子不好，我们也清楚的。江老头怎么会给你们留太多粮食？快别分给我们，留着自己吃吧。我们少吃一些，再挖挖野菜、树皮、树根的，定能熬到新粮长出来。对呀，我们哪能要你的粮食呀？快别去麻烦了。江一绵见几个人都是真心为他家着想，就觉得这个粮食分得不亏。盖房子的事儿，若不是这些人帮忙，他们哪会那么快就住上啊？刘老头和刘大勇更是抽空给他们打了一些简单的家具和桌椅板凳什么的。他既然决定带着这两家一起种地，就不会让他们去挖树皮和树根吃，让大家放心，自己家还有些粮食，分给他们一些还能过得下去。是该分给他们些。这些日子若不是他们互相帮衬着，我们哪能这么快住上这屋子啊？而且这些粮食都是一绵发现的。于是江一绵很快就带着粮食去了陈刘两家，他也不好分太多给几个人，就怕引起怀疑，所以就给每家都分了20斤。刘老头瞧着布袋里白花花的米，激动得老泪纵横。这么好的米，我还一次都没吃过，白花花的，我就是拿去卖，也快要10文1斤了吧。农户人家收成不多，挑出品相好的米拿去镇子上卖了银子，余下的碎米和杂米就都是自家吃了。一瞧见品相如此好的米，刘老头就想到了白花花的银子，只觉得这吃进嘴里的都是钱呢。刘小云也是一样的想法，他盯着那上等的白米，压根儿就不敢要。若不是江一绵说等新粮长出来再多分给他家一些，两家人怕是都不会收下那米了。分完了米，江一绵又把带来的观音茶叶子展现在了几个人的眼前，告诉他们这东西能做豆腐。几人听了都是一脸的狐疑。一绵，你最近是不是没吃饱饭？这米太爷还是不要了吧。这么一堆有着怪味的叶子拿去喂猪，猪都嫌弃，在村里就没人吃的东西，更别提拿这叶子做豆腐了呀。谁不知道这做豆腐需要黄豆啊？一绵怕别是饿晕了吧？咋都开始说胡话了呢？刘小云几个人虽然没说话，但明显也是一样的想法，瞧着他的眼神都是格外的心疼。江一绵真是欲哭无泪呀，他只得耐心的解释，又找来了草木灰，在众人眼前演示了一遍，直到盆里的水慢慢凝结，从那灰扑扑的水变成了一盆晶莹剔透、颜色透亮的东西，真的和豆腐似的呀！刘老头瞪大双眼，满眼都是不可置信。刚才盆里还是灰扑扑的水呢，怎么才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成了这青绿的东西了呀？瞧着还怪好看的。这个呢，就是我说的观音豆腐，也叫神仙豆腐，加上糖水和辣椒调料之类的东西，调一下味儿就很好吃了。你们也来尝尝吧。几个人早就有些迫不及待了，一听说能尝尝，当即各自回去拿了碗，又搅拌好了调料。等到江一绵在每个人的碗里都放上了一份切好的观音豆腐，一入口冰冰凉凉、爽滑弹牙的触感让几个人都是一怔，更别提还有糖水和辣椒的味道了，直让众人眼睛都亮了起来。刘老头瞪大双眼，不可置信。这观音豆腐真好吃，还能饱腹，有这东西我们就能熬到新粮长出来了。不仅不用担心饿肚子，还能吃到如此美味的东西，这江家丫头实在是太厉害了。刘大勇也连连点头。他原本是在清理屋后的灌木，就想着来前院歇歇，没想到却被江一绵带来的东西给吸引了，味道还很好吃。看来他们以后都不用挖树根和树皮来充饥了。而狗剩在激动的同时又有些后悔，他一早就见一绵姐姐摘树叶了，可这会儿想想，要是当时就相信了一绵姐，他哪会现在才吃上这观音豆腐呀？怕是早都吃上了。唉，这可把他毁死了。见众人都松了一口气，不再担心粮食的问题了，
江一绵才又说出了种地的事儿。有了观音豆腐，不用担心饿肚子了，众人也安心地准备起种地的事儿来，直接就把所有的粮种都拿了出来。一绵，你就放心好了，我现在就把这种子泡起来，过不了多久就能发芽。这期间我们去你说的地方把地清理出来，到时候就直接可以播种了。江一绵点点头，回去把自家已经泡上的种子也给带来了刘家。他虽然也种过地，但毕竟没这些一辈子都在种地的人了解，他自然把这个事儿都交给了刘老头。第二天一早，狗剩和刘大勇就做了2个宽大的竹筏出来，一人划着一个，带着众人去了沟渠旁边的地里。因为家里有孩子，众人不放心，就拜托刘小云在家照看着，其余的人全都下地干活去了，小洼地一时间都空了。陈铁柱躺在床上，眼神木讷地看着屋顶，耳边是几个小孩的说话声，他一时间陷入了沉思。他什么时候沦落到和一群孩子留在家里被人照顾的地步了？甚至说他还不如那些孩子呢，至少他们能跑能跳，能自己吃饭的，不像他这个废人。他只恨自己没用，于是伸长了脖颈，用力朝着身后的墙上撞去，一下又一下，若是就这样死了才好，至少不会成为其他人的拖累。这么想着，他就用了更大的力道，只把后脑勺撞出几个包，他也瞬间失去力气，再次卧倒在了床上。太没用了，他就是想死都死不了。刘小云从屋外进来，就看见自家男人脸上的泪。相公，没事的，一切会好起来的。一绵他们找到地了，我们在山上也能种地，不会被饿死的。陈铁柱情绪更加激动，再一次伸长脖子朝着身后的墙上撞去。相公，相公，你别这样，别这样。出去，我不要你照顾我，滚！再不滚，我就撞死在这。相公，相公，你别撞我，我这就出去，我这就出去。话落，就擦干脸上的泪水，出了屋子。婶婶，你怎么哭了？是不是我们太闹，吵到陈叔了？他刚才听见了屋里的争吵，虽然没听清在说什么，但也能听得出来是在吵架。没有的事儿，婶婶就是不小心被风迷了眼睛。你们不吵的，快去喂兔子吧。小野见对方不愿说，只好点了点头，又回去喂兔子了。另一边，江一绵几个人一到了地方就开始忙碌起来，一直到午时，几个人才坐在树荫下歇脚。刘老头看着已经清理出大块的土地，有些兴奋地说：估计再来3-5日，这地就清理出来了。一绵这丫头啊，真是找到了一个好地方啊！这里土地松软，旁边就是漫着水的沟渠，拿来种地确实很好，而且浇水也方便，还比小洼地更容易清理，就是平地太少了。他们泡了那么多种子，可是有些浪费了呀。当时他应该先来瞧瞧再泡种子的。一绵，这能种水稻的就只有下面那块地，我们的种子是不是泡多了？一听这话，其他人也看了过来，毕竟都是种过地的人，一来这儿就想到了这些问题，就是忙着干活都没好意思问出来。刘老头这么一问，他们也就都好奇了起来。江一绵笑着说：如果是普通种当然不行了，但我们可以修梯田。梯田？几个人都疑惑地看向江一绵，明显是有些听不懂。小洼地里就是平地太少了，都是些缓坡，种苞米还行，要种水稻就不太行了。缓坡上没有地方蓄水，自然是种不了水稻的。可华夏文明上下5000年，刻在骨子里的种田基因怎么会被这小小的缓坡给打败呀？只要根据坡面的斜度修整出平地，筑上田埂就成了呀。修建梯田不仅能增加种植面积，还能保水护土，好处多着嘞。
一开始他就想过，奈何这工程量太大了，他一个人修个10天半个月的都不一定能成，也就没打算做。可现在不一样了，人多力量大呀，他们肯定能在稻种长出秧苗前就把梯田给修出来的。江一棉给大家耐心解释了一番，又说明了修梯田的好处，众人才懵懵懂懂地点了点头。刘老头很快反应了过来，满脸都是喜色。江丫头，你是说缓坡上修出一块平地，再把旁边筑上田埂，像梯子似的一节一节的修下去，就能跟平地一样种水稻了？想到山坡上种植水稻的场景，他都有些激动了。这个方法真好呀，他种了几10年的地了，都没想出这个法子来。家里的几亩地都在山坡上，每一次最多也就种些苞米，还时不时的会被山上滑下来的土给埋住，差点没把他气死。要是那会儿就知道这个法子，他家还不知道能多出多少收成来呢。哎呦，真是浪费。趁秧苗没长出来就先修建梯田，一定可以赶上插秧的。几个人也是连连点头，心里就开心的不行。等到秋天，他们就能收好几百斤的粮食了，就不用担心过冬会饿死了呀。只胡乱塞了几口饼子，喝了些水，就又开始忙碌起来。一行人直到太阳落山，天色渐暗，才划着木筏回去。路上几个人都是格外的开心，没有半分干活的疲累，满心满眼都是以后能吃上大白米的日子。到了晚上，怎么了？可是今天受了谁欺负啊？小野连忙摇头，沉默了一会儿才小声说：姐姐，你能不能帮帮小云婶婶？我今天瞧见她眼圈红红的，好像是哭了。小云婶婶对他们很好，很温柔，可她不想看见小云婶婶哭。江一棉一顿，对方为什么哭，他也能猜出个一二来，估计是因为陈铁柱。那小野想要帮小云婶婶吗？我不知道怎么帮小云婶婶。姐姐，你能治好铁柱叔吗？我今天听见他们吵架了，小云婶婶是因为他哭的。你一个小屁孩，整日怎么想这么多呀？像个小老头似的。回去睡吧，我会帮他们的。嘿嘿，我就知道姐姐会帮他们，姐姐最好了。其实他一早就想给陈铁柱看病了，但刘小云和狗剩从来都没提过，他也不好贸然的去看，就怕惹了他们伤心。今天既然小野说了，他也确实要去打探些情况了。如今他们3家在这小洼地里，力气都是朝着一处使的，一起向往着以后的生活。他不希望有人过得难受，那样会影响大家，会让大家都跟着难受，沉浸在以往的悲伤里。他要让大家朝前看。说罢，才又高高兴兴地和王凤琴睡觉去了。第二天一早，3家就带好了农具，坐上木筏去除草了。忙碌了好一会儿，几人才各自歇息在了阴凉处。江一棉见狗剩一个人蹲在树荫下，兴致不高，就朝着对方走了过去。怎么了？这么没有精神啊？昨晚没睡好？江一棉说着，在他身边蹲下。是因为铁柱叔你才难受的吗？他是怎么受伤的？就是从山上摔下来，就成那副样子了。想让他好吗？我做梦都希望他好，可是好不了呀。家里因为给爹爹治病花光了所有的银子，就连过冬的粮食都卖了，可惜爹爹还是没有好起来。如果我能让他重新站起来呢？他虽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治好对方，但至少是能重新站起来的。啊，你真能治好我爹爹？他还记得当时娘可是把镇上所有的大夫都找遍了，最后甚至还特意从县城里请回来一位，可还是没能治好爹爹。一棉姐是很厉害，但她能厉害过那些大夫吗？试试你又不亏。眼见着对方又要去揪地上的草，他终于是有些忍不住了，拿起地上的铲子就朝着那已经断掉绿色叶子的鱼腥草铲了过去。暴殄天物啊！再让这小子揪下去，
这些鱼腥草就真的浪费了。鱼腥草又叫折耳根，有抗菌、消炎、利尿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也可以当野菜吃。凉拌折耳根是独属于川渝孩子的美味。江一棉虽然也受不了这味儿，但拿来炖绿豆汤下下火还是不错的。他一边铲着那片折耳根，一边继续说：回去告诉你娘一声，让她考虑一下要不要让我试试。话已经说了，万一人家不愿意也没什么，他现在就是个小孩，别人最多就当他在吹牛。狗剩一听，这才欢欢喜喜地点了头。见江一棉在捡鱼腥草的根茎，一棉姐，这个也可以吃？他刚才不过就是随便揪了一把叶子，就感觉手上有股怪味儿。这是鱼腥草，可以吃的，根茎拿回去焯水凉拌，味道吧就有些受不了。我还没吃过呢，带些回去和娘亲爹爹一起吃。上一次就因为不信一棉姐，错过了观音豆腐那么美味的东西，这一次她可学聪明了。一棉姐说能吃，那就一定好吃，她要第一个尝一尝。江一棉见她如此兴奋，只以为是对方喜欢这味儿，嘱咐她慢慢捡，然后她就继续去除草了。直到晚上，隔着老远，江一棉都能听见狗剩痛苦的喊叫：哎，娘，这什么东西？我不吃，拿走，别给我，快倒了它。我觉得很香呀，这不是你拿回来的吗？一连几天，一行人都在小洼地里除草，足足干了4天，才终于把所有的杂草都给清理干净了，种子也都撒在地里了。种子生长还需要些时间，众人也都累了，于是整整忙碌了4天的人，终于在家里歇息了起来。江一棉则是一个人出了山洞。小洼地里的药材有限，生长的也不多，不过短短几日，江一棉就给挖了个干净。再加上也有好些日子没在山洞附近瞧瞧了，他还得去看一看。江一棉没有在洞口多停留，而是径直去了另一个没被烧毁的山头。走着走着，他就看见一片藏在杂草里的植物，竟是一小片益母草。益母草又叫做益母蒿，味道清苦，具有活血散瘀、调经消水的作用，是缓解女性痛经的奇药。藏得还真深。江一棉感叹了一声，就从背篓里拿出小锄头挖药去了。以前他每次痛经都是喝益母草颗粒的，来了这儿之后，痛经反倒是减轻了些。不过小洼地里女人多，挖一些益母草回去总归是有用的。一连挖完了一小片益母草，江一棉才继续朝林子里走。没走一会儿，就看见了一片熟悉的东西。原来不远处正生长着一大片鲜嫩的蕨菜。蕨菜又叫龙头菜，味道爽口，不管是焯水凉拌还是清炒，味道都很好。江一棉一一摘下鲜嫩的杆儿，丢进了背篓里，直到把附近的蕨菜清理干净才算作罢。好些日子都没出来摘野菜了，整日在洼地里吃那些烧死的野鸡野兔，他都腻歪了。偏偏家里还有不少已经被腌好了的野鸡和野兔，怕放久了肉就坏了，所以就用盐腌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做成了烟熏肉。江一棉现在看着那些野鸡野兔就没有多大食欲，这会儿瞧见蕨菜，就只觉得整个人都清爽了不少，一并摘了，才背着满满一筐东西回家去了。这会儿临近午时，日头正大，等到回家的时候，江一棉已经是满身的汗了。过些日子估计天气会更热，那些蛇虫之类的也全都会出来，你每次出去还是要注意些。午饭吃的是大米饭，又用猪油清炒了一盘蕨菜和凉拌了折耳根，每个人还有一碗豆花汤。几个人连汤带饭都吃得一干二净。娘亲，姐姐，小暖儿以后还想吃这个菜，还有鸡蛋，它们能不能晒干？
等小暖儿什么时候想吃了，就能拿出来吃。上一次吃了荠菜和竹笋，姐姐说那东西能晒成干儿，这样她以后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所以中午吃的菜她也想晒成干儿。这鸡蛋还是你小云婶婶拿来的，哪还有多余的让你去晒干？这几天小家伙只要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总想着拿去晒干储存起来，好等着以后再吃，生怕吃完了这一顿就没了。那这个可以晒干吗？小暖儿喜欢这个菜菜，好吃。当然啦，小暖儿喜欢，姐姐明日就再多摘一些回来，到时候焯水晒干，就是冬天小暖儿也能吃上。太好了，那小暖儿明日和姐姐一起去摘好不好？江一棉还真有些舍不得这小团子晒黑了，而且他也怕自己一心挖药材，忽略了小家伙，到时候出事儿可就不好了。姐姐还有很多事要做，小暖儿明日就跟我一起。我前些日子在小洼地里也看见过这种菜，就是还没长大。我们明日一起去瞧瞧。好，那小暖儿和哥哥一起。收拾好了碗筷，就一起进了厨房。小云婶婶今早来过？可不，还带来2个鸡蛋，我不要啊，非塞给我。说起来呀，他家那2只鸡竟然还活着，刚上山那天我就瞧见了，一直半死不活的，也没下蛋，我还以为早就死了。小云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来家里坐了会儿就走了，一直心不在焉的。哦，对了，好像是来找你的。我说你出去挖野菜了，他就说下午再来。我瞧着他黑眼圈可重了，似乎没怎么睡好。哎，本就怀着孕，还每天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受得了啊？平日里他和赵杏儿都是能帮就帮，让对方安心养胎。可刘晓云不是个能闲得住的人，他四处找活干，不是帮他们洗菜打水的，就是在家编草鞋喂鸡喂兔子的，反正整日都不得空闲。猜测对方应该是想明白了，想让他给陈铁柱看腿才来的。王凤琴洗完碗就带着2小只去午睡了，江一棉则是在院子里清洗起一亩草来。刚洗干净，拿出簸箕晾晒在院里，刘晓云就来了。小云婶婶来了，坐。啊，一棉，这是我去年用蒲草编的凉席，新的还没用过，瞧着马上就入夏了，你们铺在床上能凉快些。小云婶婶留着用吧，今天才听我娘说收了你家的鸡蛋，这可不好意思再收凉席了。一棉就收下吧，婶婶还能编，等林子里的蒲草或者灯芯草长起来，我就再能编几床，不费事儿的，你们先拿去用。见对方犹犹豫豫的，不知怎么开口。走吧，小云婶婶是来让我去给铁柱叔看腿的吧，以后需要帮忙就让狗剩来叫一声就是了，不用送这些东西的。陈家和刘家虽然不是他的亲人，但眼下他已经把他们当成伙伴了。伙伴需要帮助，他定会真心相助，怎么还能收东西呢？这是应该的，婶婶受你们2家那么多照拂，若还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那真是有些过分了。陈铁柱这会儿躺在床上，他的视线落在江一棉身上时，顿了顿，满是灰败的眼睛里有一闪而过的期待。江一棉有些意外，他还以为这个人早就死心了，没曾想他还有一丝期待。看来这个人还有救。我看看你的腿。江一棉伸手敲了敲对方的小腿。有感觉吗？陈铁柱摇了摇头。江一棉继续查看着，倒是有些意外的惊喜，对方腿上的肌肉还没有萎缩的不成样子，情况比他想象的要好。见他的膝盖处似乎有些肿，可刚碰上，男人就脸色大变。膝盖有感觉？陈铁柱点了点头。当初就是摔断了腿，大夫说膝盖也受了伤，可接上腿后，
他还走不了，一开始还能勉强站立，只是腿上一用劲儿就钻心的疼，后来渐渐的就动不了了。他家的男人就一天天的消沉下去，饭也不吃，药也不吃的，直到成了如今的样子。江一绵又查看了陈铁柱的上肢乃至尾椎骨，最后才敢确定陈铁柱只是因为腿摔断时大夫接骨没有把里面碎裂的骨头给清理出来，让对方的腿就这么自行长好了，这才导致陈铁柱腿上一用力就钻心的疼。有碎骨在里面摩擦，自然是钻心的疼啊。至于他的上肢为什么动弹不得，一个人大半年不好好吃喝，没事才怪呢。正常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是一个伤了腿的病人呢？再加上不怎么用上肢，导致肌肉萎缩了，等到想用的时候已经使不上力了。这个问题倒是不难解决，只要多多复健，每日多吃些东西，那上半身迟早会恢复的。就是腿里的碎骨确实有些麻烦，若是在现代，做个手术取出来就好了。可这是在古代，医疗水平落后，没有人会做手术的。他的空间里倒是有手术刀之类的东西，但其他的一概都没有。止血药之类的药物，他还能在林子里找一找。缝合线这东西就真的没有了。腿上的手术用不可吸收的线就成了，但未免伤口会感染。还是用蚕丝线比较好。可这山上他去哪儿找蚕丝线呢？他的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每日按时吃东西，我到时候再采一些滋补的药材回来，让他喝一喝，再多活动一下上半身，很快就能做起来的。至于腿嘛，他正犹豫着要怎么说。一绵，我相公他的腿怎么了？是不是好不了了？这双腿一直是他男人的心病，若是腿好不了，那他男人一样会再次消沉下去的。眼看着大的小的都要哭了，江一绵只得赶紧说：他的腿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你们平日里多给他按摩按摩就成了。只是他膝盖处有碎骨堆积，需要取出来，取出来之后他的腿才能彻底好。你们若是信我，等他养回了身体，我准备好药材就能给他做手术。啊，手术？那是要动刀吗？这个时代没有动刀做手术一说，不然那些大夫也不会说陈铁柱的腿治不了了。现在不是动手术的时候，至少要等陈叔身体养好，估计需要一些时日，你们先好好的想一想。上半身使不上力，会影响到腿部的复健，这个事儿还得慢慢来。倘若几个人不愿意做手术，那他也不会强求。可以，我信你。等我身体养好，你就给我做手术。这些日子他也想明白了，小云和狗剩是不会丢下他的。既然如此，那他也不能再消沉下去了，他不能成为他们的拖累。好，一绵，我信你，你放心，这些日子我会好好给他补身体的。他的男人都同意了，那他也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若是没能成功，他也会一直陪在他身边，就和现在一个样。你还怀着孕呢，平日里也要多注意一些，别太劳累了。手术的事情现在还不着急，等他先养好身体。他倒是忘了，上山前在成衣铺里看见过几方蚕丝帕子，当时就一并收进了空间里。眼下倒是给自己帮了大忙，到时候把蚕丝帕子拆了，重新搓成线，拿来缝合伤口，应当也行吧。又过了些日子，小洼地终于被众人给修整了出来，一块块排列整齐的梯田从原本的斜坡上生长出来，瞧着就让人觉得有了希望。山坡下的田里撒上的种子，这会儿也变成了小小的芽，嫩绿嫩绿的。刘老头最近是兴奋的不行，一天都要去看上7、8次，只把刘大勇给愁坏了。爹，那小羊苗才那么小，至少还要10几天才能去插秧，
一天天的跑那么多次不累啊？刘老头没好气地睨了他一眼。我不累，你若是没事儿，就去帮一棉去前面那块地种菜去，哪儿那么多废话？那些长出的小芽可都是白花花的粮食呀，他自然是得时刻都去盯着，可不能被那些个鸟雀给糟蹋了。等劈完了手里的柴，刘大勇才从屋里翻出些菜种去找江一棉几个人了。江一棉这会儿正在自家院子前的小菜地里翻土呢，赵杏儿在一旁割着杂草，几个小孩子则是在一旁玩闹着。赵杏儿看得又是开心又是难过的。他家大丫如今都13岁了，可整日都还跟个3岁小孩似的，什么都不知道，就连和小暖儿几个孩子在一起玩都反应慢半拍。见赵杏儿叹气，江一棉还以为对方是在担心种子不够用。谢二婶子，你别担心了，我这块地呀，种不了多少菜，能余下不少种子的，就是不够你们，还能等到那些小苗长出来，再移栽去自己地里种。他手里的这些种子都是在杂货铺里搜刮的，各式各样，啥都有，有辣椒、苞米、茄子、豌豆、黄豆、花生，就连西红柿都有。这些种子虽然常见，但农户家庭没一个会舍得去买的，多数都是种些苞米和水稻，连小白菜都不会种，就为了能多收些粮食作物好去卖钱。只有一些富贵人家的庄子上会特意种些实心的蔬菜，等到成熟了好送去府上给那些公子和小姐吃。眼下在这片小洼地里，没有人知道他们种了什么，自然就更不用担心被村里人说糟蹋好地了。我不是担心这个，就是没有你那些种子也没啥事儿，我种些苞米就是了。眼下有1亩多的水田可种，他压根儿就不担心粮食的问题，只要不饿死就行，哪还会想那些富贵人家才能吃到的东西呀？只是大丫嘛……哎，一棉，听说你会些医术，前些日子去给小云男人看了伤，我瞧着最近几日铁柱气色都好些了呢，连带着狗剩和小云都开心了不少呢。是啊，婶子想问什么？赵杏儿一时有些脸红。大丫她不是脑子不好吗？我就想让你帮我也看看。视线落在大丫身上，好一会儿才开了口。大丫是先天性的，我治不了。婶子和大勇叔还年轻，若是不放心大丫一个人，可以再生一个的。他其实一早就帮大丫看过了，对方在母体肚子里就有了脑损伤，没办法治的。所幸大丫的父母还有爷爷都很好，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他，都很疼爱他。赵杏儿听着这话，一时有些失落，她又压低声音，红着脸解释说：“我不是说大丫，我是说我。”杏儿、一棉，你们种子够吗？我又从家里拿了些来。一棉姐，你说的那些野葱啊、野蒜呐、野姜呢，我挖了不少回来。你是打算一并种在菜园里头吗？要不是一棉姐说那些东西是调料，他都以为是些杂草了。江一棉点点头，见里面的根茎都保护得很好，才松了一口气。要说也是怪了，他都能在杂货铺里找到那么多蔬菜种子，但其他的调味品也就只有盐、辣椒那东西还是杏花村独有的呢。他是个重口味的人，没有这些调料，他觉得饭菜吃着都不香了，这才起了把野葱之类的调料挖回来自己种的心思。上回挖的茱萸早就不知道丢哪儿去了，所幸狗剩家还有辣椒的种子，他也就放弃了辣椒的平替了。杏儿婶子，刚才想说什么？赵杏儿被看得脸通红，有些不好意思开口了。没什么，我们还是赶紧把种子撒了吧。翻地的翻地，挖窝的挖窝，丢种的丢种，都没了闲聊的心思。到了晚上，江一棉几个人则是继续坐在老刘家的院子里看星星聊着天儿。
也不知道咱们村里怎么样了。众人一时都沉默了下来。因着山火和死人的事儿，大家都一直在避免提起山下的情况。唉，能怎么样？不过就是被那些强盗占了，也不知这仗什么时候能打完，我们还能不能重新住回杏花村了？你们说那些流民是怎么上山的？那路不是被我们堵了吗？若是只有外村人，几乎是不可能找上山来的。众人沉默了半晌，却都没有再继续说话。直到月上梢头，几个人都各自回家睡觉去了。又是1个多月过去了，眼下这么大一块地上都插满了秧苗，心里别提多满足了。我还寻思那些秧苗不够呢，没想到刚好差不多呢。哎，不过就是没地方种些苞米和高粱了。没事儿，小洼地里也清出不少地方，到时候种里面一样的。插完了秧，众人才难得的歇息下来。江一绵也能闲下来去外面看看了。走了1个多时辰，江一绵才在半山腰处远远瞧着山下的情况。没想到山下竟然也盖上了新房，能明显看得出来村里发生了不少变化。看来这赵三刀是真打算把杏花村当成自己的山寨了，连瞭望台都建起来了。山下这个小寨子还需要发展，赵三刀估计满心满眼都是吸纳人才，想夺过路人的粮食，也不会把主意放到山上来。又看了眼山下，才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山下具体的人数不明，若是真对上了，那对他们可不是件好事儿。他一个人倒是能脱身，可带着小洼地的人就不能了。江一绵又去了其他的林子，远远的就看见翠绿的枝叶中映衬着红彤彤的小果子，瞧着就让人眼馋。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一棵覆盆子树，入口就是酸酸甜甜的味道，还带着覆盆子独特的清香，带回去定会让几个小家伙喜欢的。直到摘了小半个背篓，他才作罢。等到江一绵回去的时候，小野和小暖儿一看见那红彤彤的覆盆子就开心起来，倒是很受小暖儿和小野的喜欢。我这衣服也做好了，给狗剩和大丫呀一人做了一套，还有些碎布，做了2双千层底布鞋，你一并拿去吧。这布匹还是在山洞里找出来的，左右也不少。一绵来了。婶婶就别动了，我就是来给你们送些东西，可别说不要啊。我娘亲手做的衣服，其他的都是在山里找的，不是什么值钱的。凤琴姐手艺真好。婶婶平日若是觉得嘴里没味儿，可以吃些覆盆子，就是别吃多了。刘小云如今已经有7个多月的身孕了，吃些覆盆子倒也没什么事儿。若是孕早期，那她可不敢拿过来给她吃。给对方把了把脉，确定没什么问题，就又去看了看陈铁柱。一绵，铁柱叔瞧着心情不错呀，身体的力气是不是恢复些了？你看我胳膊可以动了。他又给对方也把了把脉，发现原本缓慢跳动的脉搏有了些许的力道，才又嘱咐了2句，转头去了刘家。大丫呢？怎么也不在啊？大丫跟着狗剩去挖野菜了，我想着有狗剩看着，就答应了。婶婶怎么了？可是哪里不舒服？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来月事了，身子不太舒服。哦，我家里还有些益母草，一会儿让小野给你送来一些，你熬水喝，可以让身子舒服些。一绵，能帮我看看吗？上一回他就想让一绵帮他瞧瞧了，奈何那会儿人多，他没好意思开口。婶子可是有哪里不舒服？我不是还想再生一个吗？以前一直忙着，也就没这个心思，也就最近才有了这想法。可是吧，我以前生大丫的时候伤着了身体，大夫说可能以后很难再生孩子了。江一绵这才回过味儿来，意识到上一次赵杏儿说的看看，不是只给大丫看，
而是他自己。于是他伸手就去给赵杏儿把脉，赵杏儿却紧张的不行。若是放在平常的人家，他就是不被休，也要被搓磨的不成样子了。一棉，婶子是不是再也生不了了？江一棉摇摇头，不是不能生，你当时生下大丫没好好调理身体，身子亏空，虚弱的厉害，慢慢调理了就能生了。这期间至少得大半年乃至1年才行。能生就行啊，我慢慢调理就好了。调理身子需要不少药材，我还要去山上找一找。一会儿呢，还是先给你拿点益母草过来。实际上，温经汤所需要的药材，它的空间里面都有，不过一下拿出来容易让人起疑。好，没事，我不急，一年慢慢找药材就行。要是需要婶子帮忙，尽管来找我。一众人歇息了些日子，就又开始忙碌了起来。眼下正是种苞米和高粱的时候，外面的1亩多地已经全都种上了水稻，于是几家就又全部出动，在小洼地的菜园边上又修整出了5分多的地儿，用来种苞米和高粱。江一棉见地已经修整好了，就在一旁歇息了。再过些日子，这些栽种的蔬菜就都能开花结果了。那些野葱、野蒜和野姜也都重新活了过来，不像刚种下时那样蔫哒哒的了，只觉得心情大好。江一棉歇息够了，正要去帮忙，就被王凤琴给赶走了。行了，地也翻完了，接下来的活儿也不累，你和狗剩去玩吧，看看那几个小鬼干嘛去了。说着就把2个孩子给推走了。江一棉有些无奈，见3个大人配合默契，他和狗剩也确实插不进去，只好去找3个小孩了。狗剩哥给你们抓鱼，让你们吃大餐。3小只乖巧地跟在他身后。吃大餐，吃大餐。江一棉嘴角抽了抽，只觉得自己这是误入了什么传销组织，这连口号都喊上了。他这个大孩子还是看着点吧，狗剩那家伙毕竟还是个小孩，一开心起来就顾及不到其他人了。江一棉刚割完了一捆鲜嫩的草，就见狗剩就要朝荷塘里跳。你干什么？抓鱼呀！一棉姐你放心，我会水，不会有事儿。以前夏天时在河里经常游泳，这荷塘水又不怎么深，放心，没事儿。你这么大一个人下去，鱼都被你吓跑了，还怎么抓呀？而且这荷塘里淤泥不少，这个小家伙要是下去了，出来的时候保证是一身泥。这哪是抓鱼呀，这就是炸塘啊！怪不得上次没抓到鱼呢。江一棉嘴角一抽，感情这是都已经下去过了呀。我来抓吧。他把手中的杂草放进篮子里，又用石头给压上，在篮子的把手上绑上绳子，才把篮子放进荷塘里，又把绳子的另一端绑在荷塘边的石头上。行了，那几个也拿来。小暖儿和大丫连忙把手中的篮子递了过去。江一棉又一一放上杂草，放进荷塘里。行了，去玩吧。说着就要走了。一棉姐，这就行了？这能抓到鱼不？这还不如他下去捞呢。你就等着吧。上次我就是这样抓到鱼的。啊？鱼有这么傻吗？这么大个篮子，那鱼能比他还傻，会往里钻？鱼不傻，是姐姐聪明。狗剩哥你就放心吧，姐姐说能抓到，那就一定能抓到。那行吧，万一要是抓不到，他偷偷进荷塘捞几条放进去就是了呀。带着几个人在荷塘边瞎转悠，转了没一会儿，倒真让他发现了些好东西。就见那黑乎乎的像木耳一样的东西正贴着地面生长着。姐姐，这是什么？黑乎乎的。这是吃的，地皮菜，香香脆脆的，可好吃了。哦，地皮菜又叫地木耳，有些地方也叫雷公屎，味道鲜美，柔柔脆脆，有清热明目、收敛益气的作用。有几个小家伙帮忙，几个人很快就捡了满满的一堆，把地皮菜全都装了进去。见时候差不多了，江一棉才又去了荷塘。
就见江一绵利落地提起一个篮子，2条活蹦乱跳的小鱼在篮子里用力跳动着，又把其他2个篮子捞起来，里面分别有3条巴掌大小的鱼。一绵姐，这法子真能抓到鱼啊？当然能了。狗剩也没再多说什么，提着2个小篮子就要把鱼拿出来，再把里面的东西给倒掉。哎，别倒啊！里面还有小虾米，晒干煮汤喝，可香了。一行人满载而归，日子一天天过着。这几天一直在下雨，今天刚刚放晴，几个人也没什么事儿做。王婶子，婶婶，不好了，我娘摔了，这会儿肚子正疼，你们快去看看。哎呀，怎么好端端的就摔了呀？哎呀，肚子里还有孩子呢。杏儿啊，我们快去看看。一进屋子，就瞧见刘晓云正捂着肚子躺在床上呢，脸色苍白的厉害，身下的褥子上还有血迹。王凤琴和赵杏儿都被吓了一跳，他正要看看刘晓云的情况，却被轰了出来。小孩子家家的，别看这血腥场面，你快出去帮忙烧水。狗剩一边朝灶洞里添着柴，一边着急地说：一绵姐，我娘她怎么了？她会不会有事儿？都怪他没注意，这些日子本就下了雨，地上湿滑，他就应该看着娘亲，不让她出来的，或者小心在旁边照看着。应该没事。他推测的预产期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了，只不过这突然摔了一跤，还真是不好说。他刚才也没怎么看清楚。狗剩有些着急了，直到锅里的水都烧开了，屋子里又传来了刘晓云的惨叫声，着急忙慌的就要冲出去。江一绵连忙拉住他，让他好生在这儿烧水，才赶紧去送热水和烫过的布以及剪刀了。陈铁柱见江一绵进来，连忙睁大眼睛，担心地问：小云她怎么样了？铁柱说：你放心，婶婶本来就应该是这几天生产的，应当是没事的。对呀，铁柱，你就别操心了，他说没事儿就一定没事儿。陈铁柱这才缓缓点头。众人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王凤琴和赵杏儿也在屋子里急得满头大汗。小云，快了，看见孩子的头了啊，你加把劲儿。这会儿屋里的人忙碌着，屋外的人也等得焦急。终于是听见了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众人那紧绷的一根弦才放了下来。没事了，小云没事，母子平安。我把孩子抱出去给铁柱瞧瞧啊。小云怎么样了？她有没有事儿？都没事儿。快看，小云给你生了个儿子，快瞧瞧多好看呢。陈铁柱高兴坏了，嘴里不停地念叨：哎，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刚才听着那喊叫声，又瞧着一盆又一盆的血水，他着实有些被吓到了，生怕刘晓云出什么事儿。所幸母子平安。刚才情况紧急，众人连饭都来不及吃，这会儿一放松下来，也都觉得饿坏了。王凤琴赶忙招呼众人去家里吃饭。一连几天过去，都是大晴天，江一绵也没怎么出去，因着小菜园的菜已经长出来了，平日摘点豆角，再随手在小洼地里摘些野菜也就够了。这几天他都是在小洼地里转上一圈，然后再去给刘晓云把脉。陈家的情况确实在一天天好起来。正想着，就听见狗剩和几个孩子在外面说话。怎么了？荷塘边崖壁上有棵树上有个好大好大的蜂窝，可吓人了。江一绵听了皱起眉，荷塘那个地方是他们的必经之路。你们等着，我这就爬上去把蜂窝给毁了。站住！你还没碰到，指不定就被蛰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村里以前可是有人被大马蜂给蛰死了。我和我爹去看看情况。我和你们一起去吧。若真在荷塘上，可不是闹着玩的，必须得除了才行，不然他们去给稻田里放水都不容易。还没走近，几个人就能听见那马蜂的嗡嗡声，只听得人头皮发麻。爹，这么大个马蜂窝，
那几个孩子也是命大，在这边玩了这么久，今天才发现。等傍晚的时候，马蜂都从外面回来了，我们再来除蜂。这会儿不少的马蜂定是在外面觅食呢，若是现在动手，那些马蜂回来找不到家，定然会在这儿一直逗留下去。那他们的人要是过来，一定会被蛰的。一棉，你真要把这蜂巢给烧了？这么大，里面肯定有不少马蜂，可不好清理啊。一棉，这蜂窝确实太大了，不好清理，指不定到时候我们还会受伤。我平日里出去小心点就是了，你别担心。今晚就把蜂窝除了，多留一天就多一份危险。谁也不知道那些马蜂会不会突然蛰人，这安全隐患太大了呀。要不平日咱不从这儿走了，从山洞那儿出去，这蜂窝太大了，不好处理，等到冬日咱们再给烧了。冬天一来，那蜂巢就空了，他们再去处理也会更安全一些。刘老头也是连连点头，还是绕路的好。行，那你们最近别来这儿。话落就径直离开了。他想着等傍晚的时候，他一个人来这儿把蜂巢给处理了，运气好的话还能弄些蜂蜜回去呢。太阳很快就落山了，江一棉吃过饭，就拿着根破布包好顶部的棍子，朝着荷塘去了。刘老头和刘大勇这会儿本来还在院子里乘凉，远远就瞧见江一棉拿着根棍子离开，只以为他是去小菜园里，可谁料却见对方越走越偏。两个人猛地意识到什么，哎呦，不好了，一棉要去烧蜂窝了，咱快去把人拦下来。刘大勇还在劈柴，听见这话，拿着斧头就追了上去。等他们到荷塘边的时候，就看见两个人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他也有些惊讶，刘太爷、大勇叔，你们怎么来了？一棉，你咋一个人跑来了？多危险，快跟太爷回去。一棉，你可要吓死我们了，这大马蜂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咱们快回去，等过些日子再来烧蜂巢。你们放心，我有这个防护服，不会被蛰的。去稻田的那个路不好找，还是从这儿出去方便一些。一来一回浪费不少时间不说，大热天的还容易中暑，还是从荷塘走更近些。这衣服能挡住那些蜜蜂吗？能挡住蜜蜂的。这个防护服是组织实验室里研发的，由特制的材料制成，连子弹都能挡住，更何况是区区几只马蜂了。他也是看见马蜂才想起来空间里有这东西的，以前都一股脑塞了不少实验室里的东西进空间里，可具体有什么他自己都忘了。那你怎么上去？那树那么高，若是能够得着，他们也不至于想等到冬天了。我踩着那树枝就能够着歪脖子树了，到时候小心爬上去就好了。其实哪用得着那么麻烦呀，以他的身手，借个力就直接能上那棵歪脖树了。他这样说只是为了不让两个人担心，能同意他去除蜂罢了。行，一棉说的有道理，我一会儿就穿着那衣服爬上去把蜂窝给烧了。虽然有很大的可能被马蜂蛰死，但他也认了，一把年纪了，总要为家里这些小辈儿付出点什么吧。他就是死也要把那蜂窝给烧没了，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我去。不行，我去。不，我要去。不行。话落，刘老头两个人直接就愣住了。他这是怎么上去的呀？你们躲远些，一会儿马蜂就会出巢了。就举着火把朝着蜂巢底部烧去。没一会儿，瞬间从蜂巢里飞出不少马蜂，两个人都被吓了一跳，正想着要怎么帮忙，就见江一棉不知从哪儿拿出一个奇怪的小罐子，朝着那些马蜂就喷洒了过去。瞬间，原本还雄赳赳气昂昂的马蜂全都落了地。几次喷洒过后，蜂巢里终于是没有马蜂再飞出来了。两个人瞬间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瞧着对方。江一棉这才收了手中的杀虫剂，取下树上的蜂巢落了地，看向蜂巢里的蜂蜜和蜂王浆。这么多的蜂蜜和蜂王浆够他们吃上很久了。至于这个大蜂巢嘛，
他打算把里面的蜂蜡都给提取出来，到时候可以做些唇膏和护肤品什么的。怎么样，一棉，你没事吧？没事儿，已经处理完了。大家以后呢，可以放心来荷塘这里了。说着就拿着手里的蜂巢离开了。刘大勇和刘老头还有些怔愣，这就完了？是这么简单？一棉，你真没事儿？你刚咋不和我们商量一下，就直接去烧蜂巢了，多危险呀！江一棉哦了一声，淡淡的说：啊，刚才见你们快要打起来了，我想着又不是什么难事儿，就直接去了。这好多蜂蜜呢，一会儿弄出来给你们送去一些。刘老头一噎：蜂蜜你们留着吧，我就不要了。没事儿，这蜂蜜不少，还有蜂王浆呢。咱一会儿啊一起弄出来，我到时候每家分一些。好啊，多谢一棉了。前几日杏儿还说嘴里没什么味儿，有了蜂蜜，他就能尝尝甜味儿了。王凤琴一见女儿就连忙迎了上去：你去烧蜂窝咋不和我们商量一下啊？吓死我了！有刘太爷和大勇叔在，没事的，他们会护着我。护啥护啊？那丫头一个人就轻轻松松除了风，哪用得着他们呢？江一棉今天也难得跟着刘老头，他想去看看田里的庄稼长得怎么样了，顺便再瞧瞧有没有什么近路能从田里到小洼地。哎呦，瞧瞧，每根秧苗上都抽了穗儿啊，今年收成应该不错。江一棉也是连连点头。刘老头知道他是要去找路，嘱咐对方小心一些，才背着背篓走了。江一棉一路走着，一路做着记号，忙活了快2个时辰，终于是走出了一条路。这条路隐蔽在各种杂草丛生的地方。这条路虽然比荷塘那边远，约摸着1个时辰就能到了，再加上从山洞进小洼地的路程，也不过是1个半时辰，还算能接受。他在旁边的林子里转了转，打算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药材或者野菜之类的。这么一转，倒还真让他发现了不少的好东西。就见不远处长着一片紫红的叶子，是紫苏，具有理气和营的作用，可以用来治疗感冒。紫苏不仅能入药，还能当菜吃，不管是凉拌、生吃、下火锅都很好吃。江一棉很喜欢这个味道，所以就摘了不少新鲜的叶片。正要离开，就又在不远处瞧见爬了满地的木耳菜，味道清香，而且木耳菜全株都可以供药用，具有滑肠通便的作用，而木耳菜的花枝也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江一棉用镰刀割了不少，直到把背篓塞得满满的才算作罢。等他回到田边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了稻田里一个个的田螺。他随手捡起一个看了看，确定都是可以吃的。田螺肉质鲜嫩，清爽弹牙，尤其是爆炒特别香。太爷，我们捡些田螺回去吃吧。他以前一有空就会去吃，来这儿快大半年了，还是第一次瞧见呢。刘老头却是一怔：太爷，这田螺很好吃的，我们捡些回去给大家加加菜。一棉，这东西太爷以前吃过，味道不好吃，还有不少泥沙，你快别捡了，带回去也吃不了。村里不少人都带回去炒过，最后全都给丢了，还浪费了不少油盐呢。田螺太多会影响秧苗生长的，太爷确定不捡？一听这话，刘老头当即就撸起袖子，大眼一瞪：一棉咋不早说？太爷这就把田螺全给找出来。说罢，就在各块田里搜寻着，卖力的紧。2个人在稻田里忙碌了半晌，眼看着太阳落山了，才捡出了小半背篓的田螺。
等刘老头放完了水，两个人才划着木筏回去了。一回到家，江一棉就把背篓里的田螺放进木盆里吐沙。姐姐，这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小暖儿在河边也见过。那是田螺，明日姐姐给你们做炒田螺吃啊。好啊，小暖儿喜欢，姐姐最好了。姐姐每次一出去就能带回来好多好多好吃的，还都是她没见过的，真是厉害。这东西不好吃的，满嘴沙。以前爷奶不让他们吃饱饭，他就捡回去吃过。江一棉一顿，脑海中闪过一段记忆。那会儿姐姐没用对方法，这次做出来的定然是好吃的，小野放心好了。那会儿是爹爹刚刚失踪，爷奶最烦他们大房的时候，没有太多的饭吃，娘亲还一直都在田间地头忙碌着。为了填饱肚子，大哥和小野就捡回了田螺，但因为原主不会处理，这才导致大家吃了满嘴的泥沙。小野一顿没说话，小脸都皱巴在一块儿了，明显是想起了以前那些不开心的日子。江一棉蹲下身子，摸了摸小家伙的头。小野可是不信姐姐。小野信姐姐，姐姐定然能做出好吃的东西。他信姐姐，姐姐现在很厉害。姐姐说田螺好吃，那就一定好吃。第二天一大早，江一棉就爬了起来，见田螺已经吐完了沙，在锅里焯过水之后，才翻炒了起来。等王凤琴和两个小家伙起床的时候，江一棉都已经做好早饭了。两个小家伙闻着香味儿，一看见桌子上摆放着的菜，只馋得直流口水，尤其是中间那盆田螺，香得诱人的嘞。他递给了几个人一根硬硬的秸秆，用这个吃里面的肉，可不能吃啊。说着就示范地戳出田螺里的肉吃了一个，入口就是香辣的味道，螺肉爽滑弹牙，肉质鲜嫩，这让小家伙的眼睛都亮了。肉肉好吃，好香。他特意加了紫苏叶，田螺的味道更香更丰富了。好香，好好吃，和我以前吃的完全不一样。你给小云婶婶和刘太爷送一些过去。给每家都盛了一大碗，连忙就跑了出去。一顿饭，几家都吃得很开心，尤其是那炒田螺，只吃的人直上瘾。赵杏儿和刘小云吃过早饭，就来问江一棉是怎么做的了。知道了方法，两个小妇人眼睛都冒绿光了。江一棉看得好笑，见刘小云身体已经彻底补了回来，瞧着也没那么虚弱了，才点了点头。对方确实有听他的话，好好坐月子，瞧着似乎还长些肉，不像以前那么瘦弱了。王凤琴见女儿说别人，只笑着打量了一下江一棉，才又说：“你也长高了，小野和小暖也长了些肉，就连狗剩和大鸭瞧着也比以前在村里时候胖乎些。你教大家认识这么多东西，每天都吃得饱饱的，不挨饿，大家肯定都会变好。”就连他自己身体也没那么虚弱了，也很少再咳嗽了。一想到几家人的变化都是因为女儿，他就高兴得不得了。他家绵绵呀就是厉害，绵绵长高了不少，瞧着也是个大姑娘了。娘要给你做几件裙衫才是，这么好看的绵绵啊，要配上好看的衣服才行。打算给几个孩子做些好看的衣服，今儿个瞧着给一棉做裙衫那最合适了。这样想着，他就连忙给江一棉量起了尺寸。一大早，几家人就趁着太阳还没出来，去地里掰苞米、收高粱了。他们收粮食了，有了这些粮食就能过冬了，他们不用饿肚子，能每天吃得饱饱的啦。就是苞米叶实在是糙得很，划过皮肤就红痒一片。狗剩正要朝手上抓去，江一棉就朝着对方手上滴了几滴自制的风油精。
擦在被苞米叶划过的地方，可以止痒。原本那红痒的地方瞬间就冰冰凉凉，没有半点痒意了。一棉姐，这是什么？咋这么好用？抹上就不痒痒了？我做的风油精，给你拿一瓶，拿回去用，没有效的。大山里蚊虫多，他就找了不少药材，试着做出了风油精来，没想到效果还不错。这个时代应该是没有风油精的，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他若是能去镇上，还能试试看这东西能不能换些银子回来。他无奈地笑了笑，眼下的日子其实也不错，不愁吃不愁穿的，倒是让他开始想些其他的来了。一行人足足忙碌了2天，才终于把苞米和高粱给收割完了。大家都累得不行了，瞧着每家院子里晾晒的苞米和高粱，心情就十分的好。这2日来的疲倦也一扫而空了。再晒些日子，就能给高粱脱粒儿了，然后就能磨成粉，这些都是以后的粮食。对呀，给高粱脱完粒儿，只多再过半个多月，田里的水稻也就能收了。太好了！这还是他第一次收这么多粮食呢，不觉得累，反而开心极了。以前每年这个时候也收不了多少粮食，再加上还有赋税，余下的也就堪堪只能过冬了。可今年不一样了，这些苞米和高粱算下来有300多斤，水稻还能再收几百斤。若是收成好，那些地是能有1000斤的。这么多年他还没见过村里1亩地能收1000多斤粮食的。有了这些粮食，他们就能好好过一个冬天了，也能撑过明年收新粮。这几日太阳好，这些高粱很快就能晒干，到时候啊，堆在柴房里脱粒儿，再晒晒就好了。江一棉帮完了忙，和王凤琴说了一声，就背上背篓，带上镰刀，打算出去看看，顺便采采蘑菇。他刚走到洞口，身后已经多了好几个小跟班。你们也想出去啊？一棉姐，你放心，我们不会添乱，你只管忙好自己的事情，我会照顾他们的，不会让他们有危险。姐姐，我们不会乱跑的，也会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大丫。我也能照顾自己。好，那你们要乖乖的啊。闷在小洼地里几个月确实很难受，小家伙想去外面看看也是应该的，蹦蹦跳跳的就跟着对方出了山洞。一路上只觉得自己是在带领几个小家伙春游呢。姐姐，这个细细长长的草是什么？姐姐，这个叶子为什么这么尖？姐姐，这个红果果能不能吃呀？看见什么没见过的东西都会问，但还是一一作答了。好在几个小家伙很快就被其他的东西吸引了视线，没再化身好奇宝宝了。江一棉见几个人在树荫下逮蛐蛐儿，就放任他们去了。他自己则是在附近转着，走了没几步就被脚下的藤蔓绊了一下，之后有些欣喜地看着几棵树下缠绕的藤蔓，这似乎是野山药。山药性味甘平，除去能当食物，还能入药，有止咳化痰、祛风止痛的作用。《神农本草经》里是这样记载的。江一棉看着那爬了满地的山药藤，主伤中，补虚，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久服耳鸣目聪。一时不知是喜是忧。喜的是这么多野山药可以吃上很久了，不管是煲汤还是清炒，味道都很好。可忧的是，挖山药可是一个细致活儿。他从空间里拿出一个比较窄的铲子，才朝着山药藤下开始挖了起来。果真看见不少被泥土紧紧裹住的山药，露出一大截有些弯曲的山药来。他这才伸手把那截山药给拽了出来。如此忙碌了小半个时辰，才堪堪挖了半背篓。狗剩早就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已经过来帮忙了。而小暖儿几个人则是在周围挖着野菜，
又挖了一会儿，直到把2个人的背篓都装满了。不挖了，剩下的等过几日再来，太难挖了。等一会儿回去，我就告诉大勇叔和刘太爷，他们要是知道这东西可以吃，一定会和我一起来挖。他瞧着这附近可爬着不少山药藤呢，能够他们吃上很久了。虽然家里已经不怎么缺粮了，还马上就要收割稻子，粮食呀就是越多越好，他都已经被饿怕了。正要招呼几个人离开，就听见小暖儿惊呼了一声：姐姐，你快看，这有个坑，里面有只咪咪。江一绵一怔，猛然想起林子里他挖了不少陷阱，打算抓些猎物。许久没来这边，他倒是把这事儿给忘了。就见一个2米深的坑里正躺着一只黑灰条纹的小猫咪。姐姐，这只咪咪好可怜，我们能不能救救它？姐姐，这只咪咪好可怜，我们能不能救救它？提着那小家伙的后颈就给带了上来。小家伙凶狠地嗷呜了一声，似乎受了伤。江一绵这才发现，哪有猫是这样叫的呀？这花纹瞧着也不对呀，这哪是什么猫啊？明明是只小老虎。偏偏这小老虎还睁着大眼睛，声音微弱地嗷呜叫了一声，听着不像是属于老虎的吼叫，反倒像是在撒娇。小暖儿在一旁还在担心小猫咪的腿呢。小暖儿看着可怜兮兮还流着血的猫咪，委屈巴巴地说：姐姐，这只咪咪好可怜，我能不能养它？你放心，我会好好养的，也不会想着吃它。行吧，用摘来的草药给它止血，又把伤口给包扎好了。小老虎意识到眼前的人不是坏人，就乖乖的在江一绵的脚边蹭了蹭，瞧着倒是和小猫小狗没啥区别，还挺温顺的。嘿，咪咪，是小暖儿的姐姐救了你哦，你要乖乖听话。小老虎像是听懂似的，又伸着头在江一绵的脚边蹭了蹭。没料到这只小老虎如此通人性，他伸手揉了一把小老虎的头，见他依旧温顺，才松了口气。一行人正要回去，江一绵却灵敏地感觉到林子里似乎有人，环顾四周，除去茂密的树林，却又没见任何人的踪影。刚才察觉到的人气已经消失不见了。姐姐，怎么了？没事儿，听到几声鸟叫，又欢欢喜喜地朝山洞走了。可江一绵却一直警惕着，听着周围的动静，确定没有人跟着，他才松了一口气。可这深山老林的，除了他们，怎么还会有其他人呢？江一绵正和2个小家伙在院子里逗着那只小老虎呢。一绵姐，你瞧，我和大勇叔、刘太爷他们又挖了这么多山药，够我们吃好久了。要不是天快黑了，他还会挖更多呢。咪咪一见其他人来江家，顿时凶恶地叫了一声，眼神里也带着几分怒意。一绵姐，这猫怎么看见我就凶啊？咱们今天不是一起把它带回来的吗？都这么熟了，咋还凶它呀？咪咪受伤了，怕人。老虎的领地意识可是很强的，一见到其他人有可能侵犯自己的领地就会生气。狗剩，回家吃饭。狗剩连忙应了声，欢欢喜喜的就回家去了。王凤琴见他一直看着陈家的方向，怎么还担心你铁柱叔啊？我瞧着他这些日子好了不少，能帮小云干活了，脸色更是没有以前那样苍白了。小云都说多亏了你，我女儿啊还真厉害。娘亲就会笑我。江一绵估摸着要不了多久就能考虑给陈铁柱进行手术了，这样一来大概年前就能动手术了，那陈家到时候也能过个好年了。很快就到了收水稻的这一天，小洼地里的人齐齐出动，一群人从清晨忙碌到了傍晚，除却累就只觉得无比的满足。
江一绵瞧着这一大片的梯田上根根金黄的稻穗儿，只觉得这几个月来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心情十分大好。其他的人也都满脸激动，忙活了几个月，等的就是收割的这一天。回去的路上，刘大勇惊喜地看着袋子里装着的稻谷，满脸都是激动。爹，我瞧着今年的收成是真不错呀，咱还没弄到一半，竟然都收了400多斤稻谷了。以前哪有这么好的收成啊？大勇哥说的没错，今年收成是不错。一连忙碌了3天，稻子终于收割完毕了。今年的收成确实不错，足足有1000多斤的稻谷，这可把大家给开心坏了。几家人就凑在一起分粮了，因为一开始就说过要给江家多一些粮食，于是陈刘2家各300斤，而江家分了400斤。王凤琴有些不好意思了，一早就说好了的，可不能食言。对呀，凤琴姐，你们就收下吧，平日里就对我们多加照顾，这粮食是你们应得的。若不是一绵给他们分粮食，又教他们做观音豆腐，还认识了那么多的野菜，他们怎么可能安稳地活到现在呀？王凤琴见推辞不过，只好答应了。不过最后分苞米和高粱的时候，江家就要了几十斤，300多斤的高粱和苞米，陈刘2家每家150斤，好几百斤的粮食，再加上小菜园子里的菜和一些早就晒好的干菜，足够他们好好过一个冬天。等到明年鲜粮成熟了，几家数月来缺粮的阴霾是一扫而空，都是心情大好的，准备继续在梯田里种小麦和油菜了。这2种作物都是能在明年插秧前收割的，正好种在梯田里，不仅能养土，还能多些粮食。于是空闲了没几日的人就又开始忙碌起来，也种上了蚕豆和豌豆，众人才算是真的闲暇了下来。看在你卖萌的份上，我就同意你跟我一起了，别瞎跑啊！一人一虎在林子里走了半个多时辰，江一绵瞅着空空如也的背篓，这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吗？只能给小老虎弄了几只麻雀填饱肚子。正犹豫要不要先回去吃个饭，就听见了几声刻意压低的说话声，正要飞身上树躲避，可小老虎却突然兴奋了起来，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还没来得及去追，那说话声就已经来到了跟前。嘘，咱们小点声，别被其他人发现了。最近这山上来了好几个人，估计都是城门口守卫赶回乡的人，也不知道是从哪儿跑来的，个个瘦成了干柴，瞧着可吓人了。谁说不是呢？估计过些日子这山上人会更多。那该死的山匪居然把路都堵了，咱回村都找不到路。你们是锦城府的人吗？2个人被吓了一跳，手中的饼子差点都落了地，直到瞧见眼前不过是个10多岁的小姑娘，才松了一口气。小姑娘是这附近村的人，你咋一个人进这深山了？若不是为了找路下山，绕开山寨，就是有她男人陪着，她也不会进这深山老林里来的。我是这附近村里的，躲了大半年，家里没粮了，就想来山上找点东西吃。这是我相公，我们都是槐花村的人，当时跟着村里人去逃荒，刚走到锦城府就被那些官兵给拦下了，在府城外的林子里过了大半年，最近才被官兵给赶回来，说是让回家种田。我们想着村子不算远，就一路东躲西藏的跑回来了，谁曾想被山下的山匪挡住了去路，只得进山找路，看看能不能回去。他们村里当时也有不愿意去逃荒的人，就偷偷躲了起来。估计呀，这姑娘就是和家人躲起来了，运气好，没被流民给发现。江一绵见对方一直瞧着周围的动静，明显是怕有其他的人来，才暗暗点头。果然是能一路跑到锦城府又安全跑回来的人呢。
能如此小心行事，着实很难得。小妇人见江一绵没说话，犹豫了一会儿，才把手中的饼子掰了一半递了过去。你定是饿了吧？我们也没什么粮食了，你将就吃。他的女儿若是还活着，估计和这姑娘差不多大，只可惜呀，他的女儿没这个福气了。你们能跟我说一说外面的情况吗？我知道下山的路，可以带你们下山。一听这话，两个人明显的兴奋起来，连连点头。江一绵随意问了一些关于战乱的事儿，就只是说朝廷已经把叛军给赶去大晋边境处了，其他的一概不知。江一绵又问了些山下山匪的事儿，我们只知道几处经过山寨的路都已经被碎石堵上，其他的也不清楚，毕竟是些山匪，我们哪敢招惹。听人说有流民非要从那山寨过，直接被砍死了。那些山匪个个穷凶极恶，杀人不眨眼，他们就没起过从山寨那儿走的想法，而是直接进了山，可又怕被那些流民给盯上，索性心一横，直接就进了深山。江一绵这才点点头，知道两个人都是老实的庄稼汉，能一路平安的跑回来，除了运气好，就是因为行事小心。我带你们下山。各种小路崎岖缠绕，在林子里穿行，不出1刻钟就能把人给绕晕了。顺着这条小路走，不出半个时辰就能下山了。两人一听这话，当即道了声谢，直接就朝山下跑去。从另一条路又上了山，走到咪咪失踪的林子里，正要四处寻找，就听见了一声熟悉的叫声。他循着声音走了过去，远远的就瞧见咪咪正窝在一个男人脚边，确切地说，那应该是一个少年，大概17、18岁的样子，身量颀长，因着那人背对着他，他也看不见脸。正要把咪咪叫回来，少年就举着弓箭朝着空中射去。咪咪当即就兴奋起来，朝着箭落地的地方飞奔过去，没一会儿就把箭给叼了回来，嘴边上还多了2只麻雀，有些意外，还一箭双雕。看来这个人明显也是听声辨位的。少年伸手把剑从咪咪嘴里拿出来，又把2只麻雀丢给了咪咪。咪咪当即兴奋起来，咬住2只麻雀就咀嚼起来。江一绵正看得起劲儿，就见那人回头看向了他，眸子里还泛着冷意。这么一瞧，少年长得极好，剑眉星目，面容俊逸，尤其是眼角下那颗红色的泪痣，似乎是闪着妖异的光芒，格外的好看。咪咪，走了。这人好看是好看，就是冷了点儿。咪咪看了少年一眼，又看向了江一绵，一时有些犹豫。陆慈简伸手揉了揉咪咪的头，示意他过去。咪咪这才在他脚边蹭了蹭，迅速跑到了江一绵的身边。江一绵有些意外，想起第一次见咪咪，对方就一点也不怕人，顿时了然了。你是这只小老虎以前的主人？陆慈简点了点头，正要离开，却脚步一顿。最近山外围有不少流民，别让他跑出去了。说罢就直接离开了，看着对方的背影消失在林子里，才带着咪咪走了。听那人的语气，应当是早就发现有不少流民上山了。至于他，那人看见他也不惊讶，再结合上一次救咪咪感受到的人气，想来上一次那个人就是这个少年了。也不知道这人在山上住了多久，知不知道小洼地的事儿？若是知道，他竟然半点都没感觉到被人跟踪。他来这里已经这么久了，但警惕心还是在的，不可能被人跟踪了还不知道啊。不过刚才那少年既然没有朝他动手，还出声提醒，应当是没什么恶意的。江一绵就这么带着满腹的疑问，心不在焉地跟咪咪一起回了小洼地。吃过饭后，
就把山上有流民的事儿告诉了陈刘两家，还刻意的省去了遇上那个厉害小少年的事儿。几人一听说有流民在山上，当即沉默了下来，明显是记起了当初流民上山杀人的事儿，已经淡忘的记忆瞬间重新萦绕在眼前。那血淋淋的场面直让几个人不自觉地站立。这些流民不是山匪里出来的，是出去逃荒的人，因为山下的几条路被山寨堵上了，他们只能上山找路离开。也是可怜人，那山下的山匪听他们说竟然那么吓人，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对山上的人打什么主意。应当不会啊。不过山上流民聚集太多，迟早会出事儿，他们还是要早做些准备。一棉，等会儿你带大勇和狗剩去把山洞附近的林子里挖些陷阱，定不能让他们找过来。荷塘那儿那些人就是找过来，没有木筏也进不来，这倒不用担心。一会儿我就带着狗剩和一棉一起出去挖陷阱。就算是抓不到人，也要让他们不敢朝林子深处走才行。吃过午饭，几个人就出了小洼地。刘大勇和狗剩忙着在林子里和洞口处挖陷阱，江一棉则是朝着山外围走去。去到了半山腰，盯着山下的山寨了。距离他上一次看山寨的情况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山寨里这会儿也有了不少变化。整个山寨周围也围上了2米高的栅栏，顶部是削得尖利的木头，瞧着有些吓人。看来想要进去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能用大半年的时间重新发展起一个山寨来，那赵三刀确实是个厉害的。江一棉瞧了一会儿，又在四周看了看，果真瞧见杏花村附近的一条路上堆积了不少土石，土石的不远处还有一座高高的瞭望台，那是用来查看周围情况的。他猜测这是为了抢劫过路的人而设立的，把看到的情况都告诉了刘大勇和狗剩。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又是那些强壮的青年汉子。他这半年虽然跟着江一棉训练，强健了不少，但终究还只是一个小孩。上次的事儿可是留给了他不少的心理阴影。那山寨的人就不怕吗？杏花村虽然偏僻，但附近山路多，连接不少村镇，那些过路的为了抄近路定然都会从这儿走，他们倒好，全给堵上了。如今战乱刚平定下来，锦城府和周边的县城肯定都被洗劫过，县令还在不在都不好说，等到能正常运转，至少也要好几个月了。至于这些山匪，朝廷暂时没空管，腾不出来多余的人力。万一这个县令是个怕事儿的，知道山寨的规模之后，可能压根儿就不会管山匪，更是不会管山匪附近村落里百姓的死活了。他们也就只能期望这个县令是个清廉正直、一心为民的好官了。一棉姐，我都跟你训练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要教我些打架的招式呀？他可不想再一次遇上流民的时候跟上次一样，就只有挨打的份儿。他要保护娘亲，保护家人，保护小洼地里的每一个人。行啊，改日我教你一些。他压根儿也不会什么打架的招式呀，他会的就只有杀人。不过能让这些人转移注意力，放松下来也是蛮好的。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去救那些人。只要山寨存在一天，那这连绵的山就是他们的保护伞。深山里的这些野兽就够这些人喝上一壶的了，再加上没有食物，这些人迟早是会饿死的。所以江一棉他们就只要注意那些流民，那么在这山上就是无比安全的。他们所在的位置处在深山里，那些人估计是不敢朝深山走的。小洼地也恢复了正常，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再关注那些流民了。这天，江一棉吃过早饭，就带上咪咪出了山洞。他先是去了挖陷阱的林子，检查有没有人踩过的痕迹。只有一处陷阱上铺盖的杂草和枯叶都消失了。江一棉收好匕首，
下了深坑，提起欢子，就见底部还有3只兔子。这个深坑有2米深，不是练家子基本不可能上去。江一棉则是找来了杂草和枯叶，把深坑给盖住，才背着欢子和兔子离开了。走了没几步，就瞧见了好几株齐小腿高的黑白块状相间的根茎，瞧着像是魔芋，有降血压、降血脂、养颜、减肥的功效。江一棉凑上去仔细瞧了瞧，确定没有认错，才从背篓里拿出了小铲子，在魔芋根茎的底部挖了起来。没一会儿就挖出一个被泥土包裹住的棕褐色小球。他又多挖了几个，见背篓实在是装不下了，才拿着铲子走了。这种魔芋球比较能存放，就是最近吃不完，也能多挖一些放在地窖里，冬季也可以拿出来吃，是一份很好的冬粮。这个季节正是魔芋成熟的时候，可以趁现在多挖一些，到时候1年4季就都能吃上魔芋了。来到这儿大半年了，他可太想念魔芋爽的香味了。正想着，远远的就听见鸟雀挥动翅膀被惊飞的声音。咪咪也在一旁嗷呜叫了一声，眼神凶狠了起来。还没靠近，老远就能听见几个人的争吵，似乎是在为了挖到的野菜。他透过树叶的缝隙远远瞧去，却被吓了一跳。不远处有大概10几个人，他有些意外。不过短短几日，这山上就已经聚集了20来个人了。上次瞧着还就只有3两个呢。朝廷应该是在赶人回去呢。不过短短几日，山上不会有这么多人的。江一棉皱起了眉，看了那些人一眼，就小心的离开了。再过些日子，山上聚集的人定然会越来越多，这可不是什么好预兆。看来他们这些日子得少出小洼地了。很快就回了小洼地，把在外面看到的情况告诉了众人。一棉，你是说那山头上已经有20多个人了？怎么短短几日，山上就忽地来了这么多人呢？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啊！他们可是好不容易得来的宁静，万万不能被这些人给毁了。估计这些日子人会更多，我们尽量少出小洼地，就是出去也要万分小心，不能让那些人知道小洼地的存在。那我最近就在外面巡看吧，若有什么异常，及时回来通知你们。我去吧，我平日在小洼地里也没什么事，刚好出去盯着那些人。少来，你小子打什么主意？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可别想着那些流民容易对付，你就安心待在小洼地，让大勇去。是啊，还是让大勇去吧。他一个男人，就是遇上其他流民，那些人也要掂量掂量。众人也都纷纷点头同意了，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一棉姐，这是什么？可以吃吗？这是魔芋，可以吃的。外面林子里还有不少呢，等过些日子我们可以多挖一些，这东西能放很久的。好呀好呀，那到时候我出去多挖一些。上次那个野山药可好吃了，我到时候还能再去找找。一棉啊，这东西可不能吃，太爷不骗你，这有毒。一棉，这东西是不能吃，赶紧丢了吧。我爹当年差点没被这东西折腾死。你个不孝子，还敢提？你老子我能活到现在真是命大，差点没被你害死，还知道拿来让我试毒。亏得他当时还感动得不行，还说儿子长大了知道孝顺他了。呸，这哪是孝顺呢，这分明是下毒啊！众人也很快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纷纷在一旁乐开了花。提起当年的事儿，刘大勇有些尴尬，赶紧转移话题。一棉，总之这东西不能吃，你还是快丢了。你们放心好了，魔芋煮熟以后呢就没有毒了，这东西做好了很好吃的，不管是当主食还是当零嘴都可以。一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东西吃了难受，左右最近才丰收，粮食是够的，你别折腾这些东西了。毒性那么强，怎么可能简单煮过之后就没有了呀？我今天去那陷阱发现了几只猎物，还有只罐子不小呢，给你们分一些。不了一棉，江一棉有些无奈，见他们都不好意思分欢子，
只好给两家分了兔子才离开。这魔芋还能这样做啊？我还以为就削完皮直接啃呢。煮好的是魔芋筋，口感最好的部分。剩下的这些魔芋，炒菜、煮汤、凉拌都可以。等过些日子多挖些回来，还可以把魔芋擦成粉，到时候晾干储存，还能存放得更久，想吃的时候也更方便一些。娘，你要不要尝一尝？味道很好的。不管了，就是中毒他也认了，只要不被毒死就成。可这魔芋一入口，香得他差一点都忍不住再来一口了。可是不好吃。他正要试试盘里的魔芋，一棉，你先别吃，等会儿再吃。为什么？等一会儿娘看看会不会中毒，说没事儿你们再吃。娘，你放心好了，魔芋煮熟了就没有毒了，你安心吃吧。江一棉看得好笑，招呼小暖儿和小野来尝尝魔芋爽。好辣呀！不过好好吃，小暖儿喜欢。又辣又香，他还是第一次吃这样的东西呢。太辣了，下一次呢，等姐姐做一些不辣的，你们再吃。那老头估计要走了，咱一会儿跟上去，定能有不少收获。希望吧，咱都搁这儿蹲了一下午了，我脚都麻了。谁不是啊？别说脚，我屁股都麻了。没出息的东西，咱这不是钓鱼吗？你瞧瞧那地，可至少有1亩，我看应该是已经收成过的，怎么又种上其他的了？估计盛世有粮的时候，咱只要找到这老头的老窝，那还愁粮食吗？更不用再琢磨怎么加入那山寨了。他们仨也不用冒险朝深山里来呀。不过今天倒是有了一个意外发现，还以为这山上就是些老弱病残的流民呢，没曾想还有个种地的人，瞧着可不像是逃荒数月的样子，比那些饿得风一吹就倒了似的人可好上太多了。快，咱们跟上去，可不能跟丢了。刘老头走了好一会儿，终于到了停放木筏的地方，顿时怔了怔，当即连忙哀求道：哎呦，几位兄弟想干什么？我老头子一把老骨头，可啥都没有啊。说，你家在哪儿？家里有几口人？要是敢胡说，我们现在就杀了你。心里无比后悔今天从小洼地里出来了，他就应该听一棉的话，最近都不出来的。我家就3口人，我和我老婆子带着个小孙子，几位兄弟饶了我们吧，你们想要啥都行。两个黑瘦的男人对视一眼，心里都松了口气，随后又看向了那个高个男人，示意对方决定咋办。本以为给这么大一块荒地开荒，估计这老头家里人肯定不少，谁曾想就一个老婆子和小孙子，那就好办了。他们几个人就是直接冲进这老头的家里，那老婆子和小孙子也奈何不了他们。老头，你家在哪儿呢？这附近可不是住人的地方，到处都是林子，晚上指不定会有什么野兽呢。我家在这荷塘里，几位小兄弟应当是逃荒的人吧？我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不得已才盯上了我老头子。没事，你们跟我回去吧，我家里有粮食，你们若是想要，我可以都给你们，只要你们不伤及我和我家人的性命就成。说罢还吓得身体颤抖了几下，三个人的警惕瞬间就放松了不少。他们也不是真的想要人性命，主要就是想抢点粮食。眼下这老头如此上道，那他们自然也不会伤及无辜。看来这老头是找到了好地方藏身呢，不然怎么会一家3口住在这深山老林里呀？走吧，老头儿，你可千万不要给我耍什么花招，否则我直接把你丢进荷塘里淹死。刘老头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儿，朝着小洼地里滑去。到了，几位兄弟别着急。这会儿天色已经彻底暗了，只能就着月光看着周围的环境。高个男人有些警惕地朝着周围瞧着，还没摸清楚往哪儿走呢，
刘老头就拿着手中划船的桨，朝着3个人的后脑勺呼了过去，边打还边骂：我让你们威胁我，让你们抢粮食，我打死你们这群强盗！早早的躲在林子里的刘大勇和狗剩也拿着扫帚和铲子上前招呼去了。饶命啊！好汉饶命！哎呦，别打了，别打了！哎呀，我的头！行了，别打了，把人绑上，带回去好好问问。因为天色暗，3个人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压根儿也没心思记路该怎么走，就已经被带到了刘家院子里了。3个脸颊肿成猪头的人跪坐在院子里，瞧着周围的人，心里只觉得后悔。什么3口人呢？这他娘的是3家人呢，大大小小加起来都10来个了，怎么就信了那老头的鬼话啊？要真是3口人，怎么能在这深山老林里活下来呀？刘老头这会儿放松下来了，才觉得腿软。你们是哪里人？怎么会上山的？我是从岳江府逃来的，他和我是一个村的，我们家里都死了，于是就凑在一起。江一绵于是看向了另一个。我就是锦城府的人，我没有家里人，认识他们后就一起赶路了。这次上山是因为山下的路都被那些土匪给挡了，我们想着上山找些吃的，顺便看看能不能加入那些土匪。加入山匪？如今山虎寨的规模可不算小了，应当也不太需要有人加入了吧？而且还是群面黄肌瘦的流民。前些日子山寨的人放出了消息，说想要加入山寨的就得提着3个男人的头去。我们不敢杀人，就想着捡个漏啊，这不是失败了，只好四处找点东西吃，正好就遇到了那老头。而且这个消息出现以后，他们仨反而是被盯上最多的那个。好在他们跑得快，再加上3个人一直又聚在一块儿，这才没有人敢动手。刘老头听着这话，只觉得心脏都突突跳了起来。今天他要是遇上个想加入山寨的，那还不得人头分离了呀？一想到那场面，他就吓得浑身哆嗦起来。而江一绵则是蹙起了眉，那些山匪还真是好算计啊！有了这个消息，定然会有人在流民里杀人了，到时候山上的流民聚集太多的风险也没了，而他们的山寨也能收些厉害的角色。能杀死3个男人，还能把头给割下来的人，那可不是什么善茬呀。我们就是想要点粮食，其他的呀什么都不想，求求你们放过我。你们放心，我们3个绝对不会把今日的事说出去。少来，你们要是出去了，定然会把这里的事情告诉其他人，到时候带人来抢粮，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这3个人定然是不能放出去的。小洼地里好不容易得来的宁静，可不能被他们3个人给毁了。哎，不会的，不会的，你们就放了我们吧，我们留在这儿也没什么用，求求你们了。谁说你们留下没用了？那么多地需要开荒，你们留下正好帮忙了。这个小洼地面积不大，四处都是能种植的土地，奈何全都长着参天大树，他们3家实在是做不来，再加上种植的地也够用，就没再费力气开荒。如今多了3个白得的劳动力，那他怎么也得利用起来呀。是要再弄几块地出来。沟渠旁边的林子里还是要挖上陷阱才是，定不能让今日这样的事儿再次发生了。山上的流民已经聚集了不少了，再加上山寨传出的那句话，外面定然不会安全。我最近也会在沟渠那边巡看，既然有人进入了深山，其他人定然也会有胆大的。我们最近还是少出去的好，就是出去也不能单独出去。你们放心，我最近定然不会一个人出去的。地里的庄稼固然重要，但还是不如他的小命来的重要。太爷放心，外边的地啊，我也会去看的，一定不会让庄稼有闪失。于是众人是一拍即合，也没再担心3人的去留，绑住手脚丢在刘家院子前的草棚里。小洼地的夜晚很是安静，除了一些鸟儿和青蛙的叫声，就再没其他多余的噪音了。伴随着大自然的声音，几家人都安然入睡了，只有刘家草棚里的3个人一点睡意也没有。高个男人从袖子里抖出个小石片，用力朝着手上的麻绳划去，给另外2个人松绑之后，偷点菜走。一连逃了数月的荒，
除了一开始能吃上干粮，后来就都是些野菜，最近几天都已经啃上树皮了。几个人每天是饿又饿不死，吃又吃不饱，难受的紧啊，偷偷摸摸的就朝着菜地去了。月光下，菜地里各种鲜嫩的蔬菜像是在引诱几个人，咽了咽口水就伸出了手。然而还没摸到黄瓜呢，一旁就忽然窜出来一个小东西，吓得他忙收回了手，就着月光才看清楚是一只凶悍的猫。小畜生，快滚开，别耽误偷菜！说着就朝脚边的咪咪踢了过去，可咪咪却嗷呜叫了一声，张开嘴就朝着对方的腿咬了过去。只疼得高个子男人小声叫了起来：哎呀，疼！但咪咪却偏偏死咬住了他的肉。男人甩了半晌，可腿上的东西愣是丝毫没动。另外2个人见状连忙过来帮忙，正要奋力掰开咪咪的嘴，就见江家的门吱呀一声，吓得2个人拔腿就跑。砰的一声，铁锹直直插进2个人身后的地里，拦住了去路。只吓得2个人跌坐在地上，眼神万分惊恐。刚才那铁锹可是擦着2人的头飞过来的，要是再偏一下，不是爆头就是断腿啊！不敢再动弹了，生怕惹恼了江一绵，当即被爆了头。咪咪一听见主人的声音，咪咪当即就松了口，跑到了江一绵身边，欢欢喜喜的上窜下跳着，像是在邀功。江一绵从空间里拿出一小块肉，随手丢了过去。咪咪一跃而起，咬住肉就在一边吃了起来。要么死，要么留下干活，你们没有其他的选择。3人一时都沉默了，有些不敢相信眼前这小姑娘如此平静的竟说着杀人的话，是让他们毛骨悚然。我数到3，若还没有考虑好，我就杀了你们。锋利的刀光在月色下更是多了几分寒芒。不知怎么的，他们就觉得眼前这小姑娘有能力瞬间杀了他们。1、2，我们同意留下来干活。他们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找不找得到路都不好说呢。江一绵随即又看向了另外2个人。我留下，我也留下干活。江一绵这才满意了。你们既然不想睡觉，那就开荒吧。那片地，明天下午我要看成果。说着，他指了指菜园旁边的一小块还没来得及清理出来的地。那地方原本也是要用来种菜的，可惜菜种不够，就没继续清理了。现在要是开完了荒，还能赶上种小麦或者油菜。怎么不想干？能不能给把斧子？那么粗的树，这个人不会是想让他们徒手弄断吧？那就是神仙来了也不成啊！江一绵这才应了声，回去拿来了几个人需要的工具，就打着哈欠说：我要回去睡觉了，别想跑，咪咪会看着你们。说罢就又进了屋子，当真是没有半点盯着他们的意思。看了眼那只凶巴巴的猫，干活就干活吧，好歹还有条命在不是？他们算是看清了，这几家人就没一个好惹的。天一亮，几家人都陆陆续续醒了，但一看见昨天抓来的3个人都已经在开荒了，一时有些惊讶。年轻人做事就是麻利，那么粗的树，几下就给砍了。如今有了眼前这仨人，他们最近再修整出一些地来，就能再种些小麦了。等到明年也能挖出条沟渠，再在小洼地里种上水稻了。一想到种满庄稼的小洼地，他胡子都高兴地翘了起来。刘大勇对这3个人也很满意，家里做好了饭，还给3人送了一些过去。虽然都是些苞米糊糊和野菜饼子，但还是把3个人感动得不行，连干活都有劲儿了。等江一绵睡醒的时候，3个人已经把那块地的树全都给砍了，这会儿正在割草呢。看了眼那大太阳，你们3个过来。老大，你叫我们干啥？我叫江一绵，叫你们过来喝水。 3个人一看见那颜色怪异、灰扑扑的水，就有些犹豫了，执着着不肯过去。老大，我们做错了什么？你放心，我们真的不会再跑了，会安心的干活。你别杀了我们。老大，你别杀了我们，
我们会听你话的。你让我们往东，我们绝不往西。对呀，你就留下我们吧。他们昨晚上就想明白了，能在这儿活下去就是最重要的，出去是不可能的。这辈子他们都不会出去的，还不如安心在这儿帮忙呢，至少不用时时刻刻担心有人会盯着他们的脑袋。原本想着过一天算一天，可自从刘大勇给他们送来了吃食，他们就下定决心，就是这些人要赶他们走，他们也不走了。都多久没吃上一口热乎的了，更别提还是那么好吃的苞米糊糊和菜饼子了。就是以前在家，他们也只能喝一口苦不拉几的野菜糊糊，哪能吃上苞米呀？还能吃得如此的饱。姐姐，他们咋了？怎么哭了？是不喜欢这个吗？你们别怕，就是味道有些怪，娘亲特意加了糖，可好喝了。这是糖水，好喝的。好喝。他们三人才后知后觉，顿时有些尴尬的擦了把脸上的眼泪和汗。江一棉有些无语了。我要是想杀你们，用得着下毒吗？三个人这才松了口气，开开心心的喝水去了。虽然觉得味道有些怪，但因着是甜的，几个人都觉得好喝，一口气喝完就要继续去干活。江一棉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别叫我老大。”什么老大呀？实在是怪得很。好的，棉姐。你们叫什么名字啊？几岁了？我叫赵大树，今年18岁。他叫赵二黑，今年17。这个叫王小黑，今年16。他想过这几个人估计比较年轻，可没想过居然都还这么小呢。眼前这三个人明明都还是小孩，却被折腾得干瘪干瘦的。那我以后就叫你们大树、二黑、小黑吧。这名字简单，方便记，叫着也顺口。三个人连忙点头。见江一棉没有其他的事儿，就又去忙着割草了。一棉啊，大树他们找你。棉姐，地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明日再翻翻土就可以种了。他还以为这几个人得磨磨蹭蹭好久呢，倒没想到居然这么快。棉姐，那砍倒的几棵树能不能给我们？你们要那树干什么？我们打算盖几间房子在这儿住下。自然行啊，你们若是不会盖房子，可以找大勇叔和刘太爷帮忙。吃饭就几家换着吃吧。一听江一棉同意了，三个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就等一忙完开始盖房子。一连好几天过去，小洼地里又多出一亩地来，几家齐齐忙活着撒下草木灰和一些兔子和鸡的粪便施肥，又种下了小麦和油菜，才算是闲了下来。赵大树三个人也终于有时间盖房子了，有刘老头和刘大勇帮忙，3间屋子5天就建好了。几家人一起吃了顿饭，也算是彻底接纳了这3个人。又歇息了几日，江一棉就带着赵大树3个人去熟悉山洞附近的路了，顺便再带着他们去挖魔芋和山药。江一棉指了指不远处的2个林子，随意地说：“那里边有挖的陷阱，你们3个平日挖野菜别去那边，过些日子呢，让狗剩带你们熟悉些再说。”赵大树连连点头，只用心记着路。年姐可是说了，以后就是他们仨自己出来挖野菜了，他必须要把路给记住。见几个人都安心的听着，没什么小心思，带着几人去了上一次他发现魔芋的地方。随后他告诉了几个人怎么挖魔芋，他自己就在附近继续转悠了起来。这个时节有不少中草药可以采摘，他只是随意看了看，果不其然就看见了好几株熟悉的植物，正是当归。根部可入药，也可当菜吃，味道甘甜，具有活血调经止痛的功效。它的药用价值很大，小洼地里的每一个人都用得上。挖了好一会儿才把附近几株给挖完了。见时候还早，他告诉赵大树几人一声，就走得远了些。一路走过去，果真又看见了不少当归和山药，他就一并挖了丢进了背篓里，直到把背篓都塞满了，他才起身擦了擦额头的汗，打算回去。江一棉看了眼周围的环境，感觉有些陌生，似乎是从未来过的林子，便细心做上了记号，打算改日在林子里好好探查一番。正要回去，就听见哗啦啦的水声，听着离他很近。他见天色还早，就打算过去洗一把脸。江一棉循着水声找了过去，然而一看见眼前的景象，他瞬间就愣在了原地，
塘上面正冒着丝丝热气，瞧着像是温泉。一走进去就能感觉到丝丝热气扑面而来。他伸手试了下温泉的水温，只觉得温度正合适，想下去泡澡的心思也更加强烈了。江一棉瞧着那澄澈的温泉水，又看了眼还没完全黑下来的天色，迟疑了一会儿，还是走了。还是早些回去吧，等到晚上他一个人再偷偷的来泡吧。原路返回，江一棉就看见赵大树几人依旧在挖着魔芋。大树、二黑、小黑，行了，时候也不早了，回去吃饭。江一棉把魔芋和山药堆放在了刘老头挖的地窖里，又给两家送了些当归，告诉他们该怎么吃，才回了家。赵大树几个人晚上是在江家吃的饭，饭菜很是丰盛，特意炖了锅当归枸杞欢子汤，味道鲜美，只让几个人把汤都喝得干干净净。这一顿饭吃的众人都很满意。江一棉等到众人睡熟，才出了小洼地，直奔白日里发现的那个温泉。舒服的热水浸泡在皮肤上，都有些后悔没有早来这片林子了。这会儿热气扑洒在江一棉的脸上，他舒服地闭上了眼睛，让他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连日以来的疲倦都消散了不少。他心头正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其他人，就被他给打消了念头。这个世道，女子把贞洁看得很重，绝不可能在野外洗澡，就更别提像他这样来这儿泡温泉了。正想着，就听见了一声很轻很轻的踩碎枯叶的声音。江一棉瞬间睁开眼睛，朝林子里看去，什么也瞧不清，仿佛是他的错觉。江一棉皱起了眉，直接整个人就沉进了塘底。那人定是个练家子，不然不会连走路的声音都隐秘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江一棉也听见了那沉重的脚步声，似乎还是朝着他这儿来的。脚步声终于是在塘前停了下来，江一棉也瞬间浮出了水面，弯刀匕首抵在来人的脖颈上。待看清眼前的人是谁，江一棉怔了怔，陆慈简也是一顿，显然是没有想到这里会有人，而且还是个姑娘。他一时躲闪不及，锋利的匕首划过脖颈，留下了一条血线。江一棉在水里泡了有一会儿了，白净的小脸儿也被蒸腾出了些红晕，饱满的额头上有水珠滑落，顺着脸颊滑落在修长白皙的脖颈上，擦过好看的锁骨，随后落进水里，消失不见了。陆慈简整个人都是一僵，瞬间就闭上眼睛。姑娘手下留情，我不知道这有人，也不知道你在沐浴，姑娘恕罪。他若是知道，就不会冒冒失失走过来了，而且还看见了。江一棉眼中的杀意瞬间消失，盯着眼前的人。少年整个人都紧绷着，紧紧闭着的眼睛只有睫毛在细细颤动着，棱角分明的脸上看不出情绪，只有那微红的耳尖暴露了他此时的慌乱。江一棉又看了这赏心悦目的脸一眼。哼，我不在这儿沐浴还能杀人吗？你倒好，长得清清白白，没想到竟干出偷看姑娘洗澡的事情。陆慈简瞬间就红了脸，连忙出声解释：姑娘误会了，我不是来偷看的，只是住在这附近，每天都会来瀑布沐浴，听到这边有声响我才走过来，没想到这么巧遇上了姑娘。他前几次过来只遇见过一些野兔，那会儿听见这儿有声音，自然也以为是野兔了，怎么会料到却是个姑娘呢？你转过去。陆慈简这才松了口气，连忙转过身去，朝着汤池外走去。这人就这么走了，真是半点意思都没有。好不容易在深山老林遇见个长相俊俏的人，他自然是得逗逗对方了，再顺便探探对方知不知道小洼地的事儿。上一次见面太着急了，他连这个人是谁都还没弄清楚呢。不准动！陆慈简脚步一顿，姑娘可还有事？看了就想跑，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陆慈简耳尖又是一红，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出刚才看到的情景。
这一回想，只让他浑身紧绷，连忙抛去脑中的画面。姑娘想如何？江一棉这会儿已经穿好了衣服，站到了他的身前。你什么时候上山的？知不知道我住在哪？2个月前上山，你们救小老虎那日，我跟去看过，但却并没有找到对方的住处。他就知道那日的感觉不是错觉，眼前这人还挺厉害，竟然被他发现了气息，还能瞬间给隐藏住。看来实力不容小觑啊！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打上小洼地的主意，似乎是知道了他的想法。我不想有人打扰，也不会去打扰别人。江一棉了然，于是他便没再继续追问，转身就要离开。陆慈简却忽地开口提醒道：“这林子里晚上会有猛兽。”江一棉脚步一顿，有些好笑地转头看他。哦，那你送我回去。少女的脸上警惕心少了几分，好看的眉眼弯弯，只让人有些失神。好。江一棉一怔，他不过是随口说了一句，这家伙竟然真的要送他，那正好，他倒是要瞧瞧对方知道的是哪条路。正想着，他就跟在了陆慈简身后走着，可视线却落在了少年的耳尖上，那耳尖上还有淡淡的粉色没褪去，在月光下耀眼的紧。陆慈简对林子轻车熟路，很快就带江一棉去了另一座山头。这座山头很高，旁边就是悬崖峭壁。江一棉正奇怪，就看见崖壁下方那熟悉的林子，似乎是小洼地的那片林子。他有些意外，见对方对这条路很熟悉，他当即就确定眼前这个人定然不止走过一次这条路了，心里的警惕再一次升了起来，可随即又释然了。在深山老林里发现其他人的踪迹，定然是要弄清楚的。若不是那次留下的线索太少，他也会找去对方的家查探一番。如今倒是省下了不少功夫。第二天，江一棉睡醒的时候，外面已经出太阳了。赵大树几个人跟着刘老头父子早早就出去了。几个女人这会儿正在院子里忙碌着，手里拿着竹麻在去叶子剥净皮。这些竹麻是赵杏儿前些日子在小洼地发现的，打算织布做些衣服。江一棉和狗剩都是第一次见，这会儿正坐在一旁帮忙呢。娘，这麻剥完就可以织布了吗？他有些不敢相信，就这些树皮似的东西能织布？哪那么容易，可麻烦了，还有不少工序呢。若不是最近空闲，我也不会想着做这些。他上一回把空间里的布拿出来不少，但陈刘两家的人都不要，说那么好的布穿他们身上就糟蹋了。他也没办法，如今能自己织布也好，倒省得没衣服穿了。外面战乱虽然停了，但看山上的情况，估计着总会有流民聚集成匪。朝廷若不派人清匪，那他们也只能一直住在山上了。有吃有喝，如今也不缺穿的，在这住着，除了没银子，什么都好。不过眼下这乱世，有银子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儿。几个人一边忙着，一边说笑着。不知是谁忽然提起杏花村的人，众人皆是一怔。众人忙碌了一个下午，才算完事儿。回来就回来，当初走的时候，一个个的巴不得能快点走，连家都分了，回来了也和我们没什么关系。他们都是被村里人和那些亲戚给丢下的。那些人走的时候，只把他们当累赘，生怕被他们沾上。如今就算回来，他们也不会在意，更不会帮忙了。就凭那些人的自私样，若是知道他们在这儿有吃有喝，指不定会大闹一场，弄得所有人都不得安宁。平静的日子过了大半年，他们实在是不想回到以前那样了。娘，婶婶，你们放心好了，若村里人回来还跟我们找事，我定不会放过他们。那些人找不到这里来，就是真的来了，他也不会让他们好过的。小洼地里的日子确实舒服又惬意，除了每天固定的去小菜园里施肥和去菜地里除草，
众人也没有太多要忙碌的事儿。如今又有了3个青壮年帮忙，这些琐事儿也很快就能完成了。因着山上的流民日渐增加，江一鸣和狗剩就带着赵大树和赵二黑去修补陷阱了，顺便再多挖上一些。几个人先是去看了几处挖好的陷阱，发现有好几处都套着野鸡和兔子。怎么就只有你们？还是说有其他的大型野兽被困住，但是很快就逃跑了呢？那些野兽警惕心很强的，发现异常会早早离开，不会傻傻的踩陷阱啊。而且他们的领地意识都很强，基本是不会离开领地太久的。再加上半年前的那次山火，大型野兽早就跑进更深的林子里了，不会在这儿逗留的。赵大树两人却是格外的开心，眼看着又能吃上肉了，只觉得留在小洼地是他们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见事情忙完了就要离开，咪咪却忽地兴奋起来，在一旁上蹿下跳的转圈圈，叫他也不肯走。江一鸣皱起了眉，可咪咪却忽的一下窜出了林子，速度极快。哎，咪咪这是怎么了？莫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二黑，你先带着那些猎物回去，我们几个去看看。一路飞奔，穿过几座山头，咪咪总算是停了下来，警惕地嗅着周围的味道。下次若是再胡乱跑，我可不管你了。如今山上流民众多，咪咪这副还没长大的小身板压根对付不了一群见到肉如豺狼虎豹一般的人，指不定会被对方抓去炖汤呢。刚把小家伙塞进身后的背篓里，迎面就遇上了4个人。嘿呦，这不是赵兄弟吗？好些日子没见了，我还以为你们喂野兽了呢。赵大树也是一惊，才打着哈哈笑着说：“是柱子哥呀，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死了？”哎，可不死了。刚回来的人非说下面的山寨是他们的村子，在那儿闹上了，死了不少人呐，血淋淋呐，可吓人了。赵大树这些日子也听说了几家的事儿，也明白是杏花村的人回来了。这些人还敢去找山匪，真是胆子够大的。他们当时是想加入山寨的，但也都只是想想，压根儿没往山寨跟前凑。可这些人倒好，带着人就去门口挑衅，没全死那都是命大。王柱子一听这话，当即吐起苦水来。哎呀，谁说不是呢？就算以前是他们的村子，如今都被山匪给占据了，他们竟敢只身前去挑衅，真是不想活了。我听说去了快20个人，只回来5个，还个个受伤不轻。这不，这个直接流血过多死了，惹得山上的人人心惶惶的，叫嚷着要把他们赶走，说是满身的血腥味会吸引野兽。他如今带着村里人暂时管理着山上的人，就怕有人闹事儿。如今这个人死了，他也只好带着几个人来打算埋了。他又随意问了几句就要走，可王柱子却叫住了他。江一鸣瞬间摸上了袖子里的弯刀匕首。柱子哥，咱这一家老小还等着我们挖树根带回去吃呢。这2位是你和另外2个兄弟呢？最近都去哪儿了？不和我们一起了？他一开始还挺喜欢这3兄弟的，有点脑子，不算十足的坏人，倒是能帮他管管这山上的人。如今流民越来越多，有他压着还算是安全，不会像前些日子那样琢磨其他人的人头，或是想进山寨。再加上有了杏花村那些人的丧命，想去山寨的人也歇了火，躲在山里挖树根吃。他们都是些泥腿子，就是想吃饱饭，也干不了那样把杀人当家常便饭的事儿。而且那些山匪说翻脸就翻脸，指不定那消息就是随意传出来的，当不得真的。他们也是被赶回来的流民，前些日子遇上的，最近和我几个兄弟住一起，真可惜了，每日就挖树根吃，可不像王大哥你，瞧着最近吃的不错呀。刚上山那会儿，他可是瞧着所有人都面黄肌瘦的，可这个人现在看着气色好了不少。一样惨，挖树根吃罢了。
这些日子上山的流民多，他倒是从那些人那儿弄出了些吃食来，虽然都是些干粮，但总比树根好啊，所以这才瞧着气色好了那么一些。不过论气色好，他倒是觉得眼前这3个人才是真的气色好，尤其是那俩小孩，可半点看不出逃荒数月的影子。这世道惨的都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啊！不说了，我们还要去挖点树根。走了，王大哥。说罢就赶紧带着狗剩和江一棉重新进了林子。王柱子却对着身旁的人使了个眼色，那人立马会意，小心跟了上去。见几人都消失在林子里，其中一个矮小的男人才奇怪地说：老大，这赵大树几人真是奇怪啊！明明说进深山里找点东西吃，这么久不回来不说，还遇上了其他人，还是2个小孩。我瞧着那小孩吃的不错啊。赵大树3个人可不是什么蠢蛋，能跟在那2个小孩身边，那定是有利可图。王柱子没说话，心里却对江一棉2人的身份起了疑心。管他做什么，若是发现那2个小孩有多余的粮食，只管抢就好了。大哥，这人怎么办？真要埋了吗？这得挖多大的坑呀！好不容易这些日子多吃了几口饭，挖个坑，这力气就全用没了。找个林子丢了就是，死都死了，还埋什么埋？江一棉几个人刚离开没一会儿，就感觉身后有人在跟着他们，所幸几个人也没着急回去，只在林子里四处转着，一边挖野菜一边注意跟着的人。林子里的路七绕八绕的，终于是把身后的人给绕晕了。几个人这才加快脚步离开，回到小洼地，3人才算是彻底松了口气。那柱子哥是什么人？听他意思，似乎是那群流民的头。那个家伙呀，那家伙叫王柱子，也是岳江府逃来的。他们村里人多，一路上都聚在一起，除了几个老的路上死了，几乎没什么损失。他们村青壮年多，女人孩子没几个，一路上走的都很安稳。我们当时是一起上山的。当时盯上他们3兄弟的，就他们村的人最多，瞧着和善，实际上难缠得很。不过倒也算不上什么大恶人，这逃荒的路上就是大善人也得变态呀，更何况是他们这些普通人呢？那今天的事情要告诉其他人吗？听那人的意思，杏花村应该回了20来个人呢，可惜如今大部分都死了，也不知道活下来的都是哪些人。没什么可说的，让大家最近别去山外围，出去呢就注意一些，我们被流民盯上了。杏花村的那些人如今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了，值得注意的反而是今天遇见的那个王柱子。这个人明显是盯上了他们，都派人来跟踪了。我一会儿就去告诉其他人，最近要小心一点，千万不能暴露小洼地的路线。一到家，下次可不能乱跑，知道了没有啊？虽然知道今天咪咪乱跑是因为那厚重的血腥味儿，但他还是要嘱咐一番，至少在咪咪还没长大之前，都不能胡乱的在山上跑。小家伙瞧着唬人，但若遇上的不是赵大树这3个胆小怕事的，定是会被人给弄去吃了的。咪咪委屈巴巴的嗷呜一声，算是点头同意了。江一棉这才放过了他。